神界位于三界之巅，浩渺无涯，由掌握本源之力的8大至尊势力统治。除此之外，还有3大飞升者势力与神族分庭抗礼。初入神界者为神人，无法飞行或瞬移，不仅要服役1000年，还要随时提防强者掠夺，处境艰难。幸好我有流星泪与迷神殿助力，不仅能飞行，还能凭借灵宝与天神一战。天神得以运转空间法则与各类神通，成就一番豪强，其力不可小觑。听闻亿万天神终身愧于空间法则，不得寸进。星辰变功法大成后，我亦能操控新宇宙空间之力，会比他们走得更远。小雨果然不凡，但对掌握时间之力的神王来说，天神也不过蝼蚁。山川倾覆，时光停滞，皆在神王一念之间。他们会是你最强大的阻碍。但天道无界，神王亦是奇事。成为能够完全驾驭时间的至高无上的天尊，才是真正的大道所向。原来如此，兰叔，还有比天尊更高的存在吗？小雨，丽儿的父皇已向神界宣布招亲，周显他是你的最强竞争者。看来要与他们争个高低，必须要成为新的将士。出来，否则陷入空间裂缝中，你可就万劫不复了。看来一个新的将神就要诞生了。以你如今的实力，想要在招亲上拔得头筹，怕是困难。青衣大哥，丽儿，周显背后不仅有雷伐城，更有那位雷伐天尊坐镇。丽儿，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娶你为妻。秦羽，我看你天赋异禀，臣服于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知小雨这一劫要如何度过呢？我生或死，没人能决定。乾隆大陆奇广无极，人类、仙魔、妖兽同居其上，却又各有界限。东方无边洪荒，满野荒僻，乃妖兽乐园；南方海域，则是修仙修魔者的禁地。而占据西方的人类，分裂成各有仙魔支持的3个国家，其中最为强盛的是楚国。乾隆大陆武力至高的，便是修仙者。一个凡人想要成仙，要历经无数的劫难。首先要达到先天境界，这一关便实不存疑。而达到先天大成期，将会遇到4、9天劫，渡不过，便灰飞烟灭。抓住他！
如果成不了参天大树，就把它种在风平浪静的花园中。紫衣长老觐见。三殿下在修炼意图上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丹田十分怪异，无法积蓄内力，此乃天生，10000人中无一例。风兄，雨儿的丹田问题，你是否可以再想想办法？上仙亦非万能，不能逆天而行。鱼儿，你喜欢云雾山庄吗？我送给你好不好？好，可喜欢云雾山庄了。应该是乙卯年庚寅日。我没记错，上次就是在庚寅日父王来看我的，今天又是庚寅日，父王一定会来的。耶哈！小雨，等一等。莲爷爷。小雨，你又要去山顶吗？上面风寒，你穿得太单薄了。不要紧，我身体可棒了，你看。真是跟王爷小时候一模一样啊！那这个给你。哦。小鸟。飞翔吧！昨天我在山里捡到的，应该是一只失群的古鸟。对不起，小黑。他是小黑。那以后就可要好好照顾小黑喽。我会照顾好小黑的。林爷爷，那我们走了。哎，
你叫我小雨就好了。我带你去我的行宫，我们快点走，父王快到了。保护好三殿下。王爷的心也真是硬，怎么就舍得把三殿下一个人扔在深山里呢？小黑，这就是我的行宫，打起精神来，父王就要到了。哦，对了，我还有2位皇兄，这2个家伙每次看到我都要欺负我。等一下他们来了，你一定要帮我哦。父王，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今天你肯定会来看我的。父王，你不要走，等等我！2年来，父亲他们只来看过我1次。王爷公务繁忙，这里有小黑陪你，不是也很好吗？小黑，你要加油哦！加油，加油！不好！滚开！快跑！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我没事。我叫铁山，这是我妹妹铁小璐，我们来自铁家村。铁家村？我可以去玩吗？太好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过去铁家村呢？哎，我以后常到山下来找你们玩，好不好？好。你们也可以来我的山庄玩啊，我那里可好玩了。好啊。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你想要的？
想要的但是大出来了！天山，跌跌撞撞回好大的轮子！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那里充满自由。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我也有2个哥哥。是我家黑叔。3殿下、大殿下和2殿下来了，请您快回山庄。大哥、二哥来了！铁山、小洛，我有事先走了，以后再找你们玩。黑叔，快走！哎，再快一点！好嘞。你们2个好大胆子！不经过本庄主允许，就私自进入温泉重地，统统给我拉出去！二哥，就你老欺负我，大哥与你好10000倍。你说大哥好，那是因为他快睡着了才没教训你。我是在疗伤，小雨。这云雾山中的温泉果然神效啊！才泡了没一会儿，我身上的伤疤竟然就浅了许多。哼，那是，也不看看云雾山中的庄主是谁，是你们小弟我。哼，你小子果然欠教训。大哥，你也欺负我！嘿！哎呀！哎，大哥、二哥，你们不是都很忙吗？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呢？那当然，我和父王进行军期演练。因为军队那边正好没事，就和你2哥抽空过来了。不过这也是很努力才挤下的时间。明早我和大哥就要赶回去。只有半天呢。小雨，下次带你去无边洪荒打妖兽，也有温泉哦。快走吧。
6岁那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在王府幽静的小院中，那12个老师说我不能成为上位者。后来风伯伯还说，因为我丹田的问题，无法继续内力，无法修炼内功。如果成不了参天大树，就把它种在风平浪静的花园中。而后，我就来到了云雾山庄，父王就不再重视我，关心我了。这2年来，我也好奇地问过莲爷爷，丹田和上位者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是明白父王不再重视我的原因了。我既不能像2哥那样从文，也不能像大哥那样从武。那些权力阴谋的书，我真的没兴趣。文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武，我也一定不行吗？我也想像大哥、2哥一样，待在父王身边，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别不理我就足够了。我真是太傻了，修炼就一定需要内功吗？就像那些星星一样，既有不动的星星，也有飞翔的流星，不是都能在天空中闪耀吗？小黑，我们走，回山庄去找莲爷爷。快点，小黑，跟我来。莲爷爷，我要学武功，我要修炼。你要修炼？是的，立刻，马上。小雨啊，既然你要修炼，那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高手可分为3个阶段：后天高手、先天高手和上仙，其间差距可谓天渊之别。成为后天高手不难，只要努力修炼即可。所以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成为先天高手，一是达到后天大圆满境界，二要对天道自然有所领悟。很多人始终无法突破最后一步。天道自然，这是什么东西？天道自然不是东西，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功境界。先天高手尚为肉体凡胎，而上仙却可以御剑翱翔，已非凡人。皇上见到上仙皆要礼敬。整个楚王朝300多年来，只出了3个上仙，其中之一就是你的风伯伯。风伯伯，想要成为上仙，需往南方的海外仙岛。凡人不要说到达那里，连怎么去的门路都摸不到。1/1000历经奇险到达仙岛，最终修炼有成的只有1,000万分之1而已。这么难呢？那可能性岂不是几乎为0了？上仙，多么耀眼的名字！有多少高手为此疯狂？你的父王如果能再有一个上仙相助，苦心多年的目标或许就能够实现了。父王的目标，我一定要修炼成为上仙，帮助父王。
林爷爷，快告诉我如何修炼吧！啊，合着全白说了。小雨啊，你天生丹田，无法积蓄内力，也许只有修炼外功。外功修炼很苦，至今也没人达到过先天境界。你不需要吃这种苦。林爷爷，你多找一些内功心法让我试试。不行，我再修炼外功。过去没有人可以，不代表一定不能。我相信我自己。许愿将王佛内的各种内功秘藏以及外功的秘籍都取一备份，送到云雾山庄去，传令东域3郡和猎虎郡的外功高手，还有无边洪荒的赵将军，都去云雾山庄。王爷，这次回延京城，就不去云雾山庄看看小雨吗？不用。小雨啊，这8位可都是1等1的外功高手。你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鹰爪王，这位则是蛮洞，神力无敌，外号蛮熊。那位更了不得。总之，无论哪一位都是上上之选，你就择一为师吧，不许反悔。只能选一个吗？难道不能8个全选吗？小雨啊，如果混在一起练，会走火入魔的。我明白了。不过，能不能请8位叔叔伯伯表演一下，我才好选择啊？有理，先表演。哇，好厉害！小雨啊，怎么样？选好师傅了吗？那我就选。他，小雨啊，你怎么一下就选中了赵云兴将军呢？你不是教我纹风不动的故事吗？只有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真是聪明。小黑，赵将军虽然当了我师傅，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乐意的样子，大概是认为我吃不了苦，只是贪玩吧。我一定要努力，不能让他看不起我。嘿，小雨，林爷爷，哎，这是什么？王府送来的。你朝思暮想的东西呀！武功秘籍。小雨，你别乱来啊！这箱子构造奇特，开启不得法，会毁掉里面的秘籍的。哇！啊！哇，这么多！如果我能同时修炼内功，一定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成为高手。平静，气贯经络，走小周天一圈，然后，对了，汇入丹田。难道我的丹田真的无法积蓄一点内力？再来。可是，
如果不能存储内力，修炼内功不就等于竹篮打水了吗？再来！再来！试了那么多内功心法，最后连祖龙诀也不行吗？我是不会认命的，我一定会成为乾隆大陆凭外功达到先天的第一人。今天是第一天，我们一定要早点到，给师父一个好印象。师父早。现在已是辰时，整整晚了1个时辰。先发你从云雾山庄跑到山脚往返。可是师父，之前您没有告诉我卯时要到啊。军令如山，令行禁止。是师父。太慢了，你是在游山吗？没有，师父，我给我全力冲刺上山！冲刺上山！就要断了。父王，放弃吧，我也好马上回去向王爷复命。不许停，跑到北苑阙楼，再从北苑阙楼跑到东面花园，绕大殿10圈。全力冲刺去练武场！不错，能几度克服生理极限，才算是我赵云星的弟子。不管练什么外功，身体是根本。我的训练方法叫做极限训练法，跑步只是小儿科。你也可以随时选择放弃，这样大家都轻松。师父，我绝不会放弃的。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让你对我刮目相看。记住，一个完美的身体乃是整体的概念，力量
速度、灵敏、柔韧性缺一不可，这才是外功修炼的精髓之道。你的身体要随时保持警觉性，否则就算天生神力如蛮动，在真正高手的极致速度面前，也会被瞬间割破喉咙。还要参透医道，你才能清楚地了解人体每一块肌肉的位置和作用，这样的修炼才能达到最高效率。师傅，您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超越极限的感觉了，每次突破的瞬间真是妙不可言。你开始能享受到练功的快乐，算是有点入门了。太慢了，再游一圈。戴上天蚕丝手套。指力要锻炼，但不能让手变得僵化。极限训练，其他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坚强的意志。记住，挑战极限，超越极限。只要不断努力下去，你终有一日会成功的。哎呀！小雨，你怎么好久不来找我们玩了？你在干什么呀？我在练功，没时间玩了。小雨哥哥，你歇一会儿吧，你这样会累垮的。别担心，小鹿，我挺得住。师傅还在等我呢，再见。小雨他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呀？正好拿你练练手。原来上次这家伙没有施展全力，小瞧他了。师傅，知道自己的本事了。我现在就去练武场，加练1个时辰。知耻而后勇，这就对了。师傅早。师傅，您这是？
教你的1年之期已到，今日回边关。师傅，您不要走好不好？那个，我去跟父王说。极限训练之法都已传授于你，日后你可自行训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是，秦羽，你的意志很坚强，记住，上穷碧落下黄泉，翱翔9天跃龙门。师傅。谁在迷雾中悄守我？想看到你的身体要随时保持警觉性。他望着他人定的眼神有多倔强？星星唱的歌温暖安详。拿。戴上天蚕4手套。他的脸庞，天空也将它涌入胸膛。师傅，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迷雾中有花开放，大丈夫当如是也。天际掠过那道光，它打不去往流星坚持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王爷，末将赵云星归营复命。啊，云星，你终于回来了，快说给我听听，玉儿在外公一道上到底有没有前途？王爷，三殿下他非常刻苦努力，一力之间许多成年人都不及，再加上云雾山庄的温泉和药膳滋养，只要能一直坚持下去，还是很有希望达到外公极致的。需要多少年？外公已到。越到后期就越难进步，估计需要30年的时间。辛苦你了，云星。先回去吧。是。30年，太久了。小雨，命由天定，但事在人为，努力啊！已经很久没有去山顶看星星了，不过在这里看看也不错。小黑，你说是吧？小黑，你到底是什么鸟？为什么头顶上会长金毛？不跟你闹了。这些日子我一直照着师傅教的方法训练，虽然身体越来越强，但进步速度却变慢了。我想
也许是到了一个瓶颈吧。接下来也许要增加一些新的方法，才能有所突破。小黑，你还真是和我心有灵犀。走，我们这就请教另外一位老师去。不对，应该是另外几十位老师。这么多，应该先请教哪位老师呢？对了，现在我进行了1年多的极限训练，身体比过去不知强了多少。会不会丹田问题自动消失了呢？不管怎么样，再试一试，反正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果然，身体强健，吸收天地灵气都要多和快不少。难道？还是失败了。啊，不对，虽然我的丹田还是无法积蓄内力，但是肌肉和骨骼却开始能吸收流散的能量了。1年的苦练果然没有白费。父王，您看着吧，我一定会成功的。八门成度，伤、静、修、生、死、经、开，3气分天门地3盘，即为3才。我内力可用，那就借助外力，顺势而行，无物无我。实战最根本的是身形步伐，但是练轻功需要内力，我必须另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身法。小雨啊，小雨！刚才那个是风势，对呀，水势、风势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流动的外界力量。我能够记住水势，为什么就不能够记住风势呢？小雨啊，你刚才怎么了？严爷爷，有事以后再谈。嗨，又见面了，再打一场吧。来得好！我的身法应付树狼这种级别的对手，看来已经够了。可惜攻击力太弱，无法解决致命一击。3年不见，原来他也进步不少啊！刚才一直隐藏着实力，狡猾的家伙！不浪费时间了，接下来试试我从风势中领悟的新身法吧。喂，你不会就这几招吧？太炫了！若就一个字，我就说一次。
收工回家。我秦羽终于自创出独门的身法了。对了，得起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就叫北斗七星月光舞好了。王爷，连先生来信。王爷之前安排暗中保护三殿下的3位高手，已经决定要回军队了。什么原因？信上说，这3位高手现在根本跟不上三殿下的身法速度，无力再承担保护之责，所以……什么？怎么可能？我也难以想象，但连先生绝对不会打诳的。啊，好，那3个高手可以回来，从现在起不用再派人保护玉儿了。是。玉儿她长大了，已经不需要我的义护，也该去经历一点风雨了，这样才能振翅高飞，翱翔9天。还有几天就是静怡的忌日了吧？希望很快就能告祭静怡的在天之灵。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对敌时，每一分力量，每一次攻击，都要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所以最有效的就是直击关节和入穴要害。医书上说，人的身体软弱处共有396处，必须全部击牢。而且实战中还要懂得利用天时地利和对手的心理变化。除了拳脚功夫，还有兵器。我喜欢近身战斗，就选短剑好了。本门虽为杀手之剑，但若论暗杀近战剑术，仍然要数于氏一剑。杀手于氏从未有失手记录，当年更是刺客组织天网的第1杀手。嚯，还有这么厉害的剑术！那天网势力遍布乾隆大陆，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于氏竟然是他的第1杀手，杀人手段肯定了不得。于氏一剑，于氏一剑，好像哪里见到过这个名字。没有记载剑谱吗？太可惜了。你能打开这个封印，证明你拥有秦氏家族的血脉。这跟我说话。下面我说的话一定要仔细听好。原来只是个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式传授于氏剑法，是因为于氏一剑杀气太重，而且训练之法残酷诡异，实不可让大奸大恶之人学得。于是每一个男婴刚出生时都会被毁掉容貌，然后由仆人送去最贫贱、最凶恶的人家中收养，从小便让其受尽折磨和歧视，所以变得极为愤世嫉俗。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才带回于氏家族进行剑术特训。首先是用短剑无数次的刺击死尸，每具死尸都要被刺烂了才能扔掉。待闭眼都能轻易刺中人要害后，就开始不断杀人以求精进。正是这样的非人训练，才让于氏一剑具有最诡异骇人的杀气。只因他们心中早已充满了戾气，一旦爆发，可怕可怕！皆惊。这设计出于氏一剑训练法的一定不是人。算了算了，还是别听了。事实上，于氏一剑剑法本身非常简单，一共只有2招：藏剑和出剑。藏剑要藏得让人感觉不到剑的存在，出剑则要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去除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至简至强，一剑杀人。师父也说过，最高明的武功最简单，果然武道是相通的。如此剑法，再配合特训所造就的可怕杀气，
于氏一剑千年荣居暗杀第一剑的秘密正在于此。下面我来演示于氏一剑。首先是藏剑。于氏一剑的训练法虽然很变态不可学，但是藏剑出剑的剑法本身却没什么问题，而且正好符合我近身之战的心意。道持剑锋，惊天一万。我需要更成熟的兵器。小黑，我们已经多久没有来这里看星星了？5年还是6年？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一个人来到云雾山庄也快7年了。我知道这些年父王一直在苦心经营那个计划，所以才没有时间来陪我。但他是关心我的，我能感受到。大哥、二哥也在帮父王，只有我一个人无忧无虑在云雾山庄享福。父王和兄长那么劳累，我却帮不上一点忙。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爷爷却说，父王一定要等我成为先天高手，才准许我加入计划。先天啊！流星雨，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流星雨了。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最强的光芒，耀眼夺目。人也应该像流星一样，在有限的生命中燃烧激情、澎湃热血，让生命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才会死而无憾。哼，不就是先天高手吗？终有一天，我会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小黑，明天我们就去延津一趟，把王府的那把鱼肠剑取回来。有了真正的宝剑，于氏一剑一定会威力大增的。小雨，于哥哥，于哥哥，小鹿，大半年没见，长这么大了。小雨，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啊？我天天练功苦死了，你们还好吗？都还好。于哥哥，我倒碗水给你喝。大山，我马上要去延津，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帮你买。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把好战刀。放心吧，交给我了。给你钱。什么话？我堂堂3殿下，一把刀还收你钱？这怎么行？战刀很贵的。于哥哥，喝水。小鹿，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布娃娃，那种头上绣大红花的。好，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等回来再把东西带给你们。哎，小雨，钱。于哥哥，再见。见过3殿下。诸位亲戚，不必大礼。3殿下，你怎么回来了？已经是个大人了吗？葛总管，您还好吗？还好，还好。那父王，
王爷有紧急军务，刚刚去了铁峰城。你是专程回来看望王爷的吗？为什么不事先叫连先生写封信来呢？不要紧，我只是来取一件东西的。哦。这里是王府禁地，所有仙品以上的兵器都收藏在内。哇！你要的鱼肠剑就在那里。这就是传说中的鱼肠剑啊！这材质好奇特，估计是用天外云铁打造的吧？那好，你就慢慢看吧，我先走了。还有一件事，您能不能帮我再准备一把玄铁战刀？行啊，小事一桩。对了，我还有一个布娃娃，要头上绣大红花的那种。布娃娃大红花，哈哈，马上办，马上办。葛总管，您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鱼肠剑和鱼氏一剑，果然是天作之合。好，好嘞。阿哥，歇会儿再种吧。好嘞。小鹿真是懂事能干，是该给他找个活家了。阿爸阿妈，你说什么呀？小鹿，你看秦公子怎么样？阿哥，你也这么说我，我可是把秦公子当哥哥看待的。提升小鹿，快跑啊！小鹿，你没事吧？小鹿，你醒醒啊！小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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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小鹿，小鹿，你不会有事的，小鹿。原来是个高手，失敬失敬。在下黑风寨三当家白三，不知这位少侠怎么称呼啊？小鹿，不怕，有哥哥在。有哥哥。小鹿，你醒了。小鹿，不疼，不疼。有哥哥在，哥哥会保护你的。为什么要杀他们？
朋友，你好歹也是武道中人，不可能为一群村民和我们黑风寨为敌吧？我们老大可是……出手！我让你向我出手，这样我才好杀你。哎呦，小子，按道上规矩，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我们黑风寨出手！小雨，你为什么放他们逃走？罪魁祸首已经受到惩罚，那些小喽啰就算了，难道真的要把人都杀光吗？杀人确实不好受，可是你要明白，他们是恶魔。如果你不杀他们，村子里的人早晚都会被他们害死。如果杀一个恶人就能活100人，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杀，而且要大杀特杀。杀一恶人可活100人。伤势太重，等天亮后送去云雾山庄，请翁大夫医治吧。现在家里只剩下你和小鹿了，你和小鹿以后就和我们住山庄吧。不用，我能重新撑起这个家。大山。你就当是为了小鹿。马贼又来了！快带小鹿去山庄。为什么不走？有难同当。白三，是他杀了你吗？哎，三弟呀，三弟，叫你不要贪杯，这一下可好？嘿嘿。我会照顾好弟妹的。快把猪牵出来！大山，你说的对，是我错了。父王曾经也说过，乾隆大陆的人万万千，什么样的都有，不能滥施善心。但我一直不以为意，现在我懂了，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就应该杀。杀个干干净净！喂，小子，老大在给你说话呢，不要目中无人啊！你就是他们的首领，黑风寨舞团，嘿嘿，你胆子不小啊！我的人都敢动，也报个名号吧。不用，你马上就要死了，何必多此一举？屠村吗？擒贼先擒王，只有在最短时间内杀了他，
才能阻止这帮禽兽。快上马！好。这家伙实力太恐怖了，估计和之前的8大外公高手是一个级别的，我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怎么办？还是改变战略，解决这些小喽啰再说。可恶，居然耍我！快声东击西！啊，这家伙太强了，不能被他缠上。达到后天极限，那个拿长剑的家伙武功也在我之上，无论哪一个，我都绝对不能正面交手。小子，受死吧！风！混蛋，有种别跑！小子，如果你再跑，我就屠掉整个村子！小雨，快走！不要管我们了，你打不过他们的。不错，很有侠义心肠嘛。为了这些没用的人，竟然愿意一死。小雨，小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拳头。
小黑，谢谢。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修炼的方法了。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你想要的风景？跌跌撞撞阳光曾经，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天地，那里充满自由的空气。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三殿下，您回来了。黑叔，阿天。终于到家了，这玩意儿总算可以解脱一会儿了。哎呦！哦，帮我收一下，谢谢啊。哎呀，你这孩子，这几个月又跑哪儿去了？咦，再过几天，王爷就要为你举办成人礼了。乾隆大陆所有重要人物都会来。我真怕你在外面玩过头。哎呀，您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哼，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自己的生日怎么会忘记呢？于哥哥。小鹿，大山哥呢？阿哥，成人礼之前我还要去办件事情，所以先回来看看大家。什么？还有什么事比成人礼更重要的？哎呀，小雨啊，别贪玩了。真误了事，王爷那儿可没法交代呀。哎呀，放心吧，连爷爷，我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那个，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先走了啊。
不要！皇上，怎么了？滚开！是你。皇上，臣以为梦之一物虚幻缥缈，不能当真啊。不行，不查清楚秦德的目的，朕夜不能寐，食不能安呐。那皇上的意思是，秦德过几天不是要给儿子办成人礼吗？到时所有人都会去，正好派甄徐潜入东郡打探情报。这次必须给朕彻彻底底的查透了。是，皇上。秦德，你最好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否则，浩贪，你搜刮民脂民膏，作恶多端，早该料到有这一天。准备好，我要出手了。口气不小啊！你就是这几年江湖上声名鹊起的天网杀手刘星吧？不错。所有杀手都藏于暗处，听说只有你总是正大光明当面出手。哼，过奖。可惜见面不如闻名，充其量只是后天极限的程度。如果你偷袭我，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你竟然当面挑战一个后天大圆满高手，你准备好了吗？小子，太狂妄了！喜三殿下成人大礼，多谢，请进。上官大人到。点时间吗？好。秦风拜见上官世叔。原来是秦大世侄啊！多年不见，出落得一表人才呢。世叔谬赞，父王以后驾多事，请。秦老兄这几年果然是风生水起，这镇东王府可要追上华阳宫喽！啊，世叔说笑了，楚王贺时已到，这样的玩笑可开不得。你说什么？小雨还没回来？孩儿已派人多方接应，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而且案件刚传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楚王相广已经派遣了甄徐潜入东郡。甄徐？不错，随行的还有纳兰兄妹。精锐尽出啊！看来相广也坐不住了。这家伙鼻子还算灵。我在想，这个节骨眼上，三弟突然音信全无，会不会？不可能。相广虽是个笨蛋，但他背后那个人可老奸巨猾得很。这种微妙时期绝不会轻举妄动。
何况小雨根本是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没道理首先选他下手。父王说的有理。父王，上官红到了。好。父王，怎么？刚才孩儿听上官红的画风不善，我们真的要跟他谈吗？今天乾隆大陆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来了，是难得不引人注目的好机会。以后要专程找他，就太招摇了。你们放心，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玉儿，你到底在哪里？好惊人的速度！他真的只是阴派杀手？足尖藏刀还未剧毒，快！掌力够强，速度也很快，可惜想要杀我还不够。真的吗？就算寿命大损，也要出那招了。灭魂爪！速度还可以，可惜爆发力太差。中招了！我看你快，你再快，有我灭魂惨死快吗？要死了，有什么话要说吗？什么？谢谢。怎么可能？杀一人，可活100人。果真是实战修炼，才能提升近身战斗之术啊！小黑，我们走。秦德兄，我千里迢迢赶来延京，你不陪我喝酒，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上官，明人不说暗话，我也不绕弯。你帮我，我们一起取了楚国天下。秦德兄，你这笑话实在不好笑，我就当没听过哈。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如果联手，你有多少把握？8成。秦德兄，你可别忽悠我呀！单相广的西域4郡就有80万大军，南方穆家还有60万，而你我加起来才100万，怎么有8成啊？我既要灭了项家，怎么会只有表面上的这点实力？哦，看来秦德兄早有准备啊。但你暗中人马一多，瞒我是简单了，又岂能躲过项家的情报侦查呀？
太多当然藏不住，但东郡天大地大，藏个20万还不成问题。20万，倒是不少。可是据我所知，黑水山脉的山贼至少也需要你20万军队震慑吧？否则你这一出兵，有可能老巢都被他们端了。这点无需担心，山贼终究是山贼。 只要多给点好处，并不难搞定。你别忘了，我还有5万猎户军，战斗力抵得上20-30万大军。而我其他的军队也常年驻扎在无边洪荒，和妖兽作战练兵，绝非西域和南方那种上百年没打过仗的兵可比。这样算下来，倒还对得上账。 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又如何保证你灭了项家以后，不拿我开刀？很简单，事成之后，西域紧靠北方海洋的2郡归你，加上你原本的地盘，你有了4个郡，又背靠海洋，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北海4郡，我答应你。不过，我的军队绝对不做先锋。 好，一言为定。还没回来，唉。时辰快到了，主角怎么还没露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听说3世子不成才，便是害怕出来见了吧？不会吧，这么悬？三殿下，三殿下到了！小侄秦羽拜见各位叔伯贺使，有失远迎，万望海涵。好威风啊！父王，时辰到了，开始吧。今日成人大礼，儿臣却险些来迟，让父王和王兄担忧了。 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成人了，一切事情都可以自己决断，不用向我解释什么。起来吧。谢父王。哇！雨儿，孩儿在。你不是一直疑惑父王这些年在干些什么，总是没时间陪你吗？今天我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你。你可知道出国之前是谁第一次统一了乾隆大陆吗？孩儿在书上读过。 是千年之前的左龙朝，秦皇的大名直到现在还如雷贯耳。好，今天我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就是，我们秦家就是秦皇的直系后代。可是，秦皇直系不是都被杀了吗？祖龙朝灭。 天下追杀秦氏一族，改了名，但还是姓秦。
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先祖是秦皇。玉儿，我在问你，你可知道秦皇是怎么死的？据说秦皇功力极高，已达上仙境界，最终却被楚国的绝世强者项皇所杀，也就是楚国的第一任皇帝。对，正是项皇。当年正是项皇杀了秦皇，然后靠着项家经营多年的西域4郡起兵作乱，夺了祖龙朝的天下。要不是此贼，我们又怎么会成为丧国之犬？虽然后来项皇被祖龙朝2大上仙合力打碎金丹，坠死吴江，但是秦氏一族被灭之仇却一直未报，所以我们才要还之以礼，夺取楚王朝。夺取楚王朝？三弟，我和大哥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协助父王为这个目标努力。身为秦皇子孙，必要重现秦皇的荣光。我们剿灭项家，并不仅仅是为了祖先的荣光。玉儿，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第2个秘密。父王，我以前一直跟你说，你娘是死于14年前的一场大祸，其实她是被人害死的。娘是被人害死的？没错，那场大祸只是凶手为了掩盖罪行制造的假象。娘，娘，谁害死了我娘？到底是谁？当今的楚国皇帝项广，他以为一场大火就能让一切烧得干干净净，但是天不藏奸，当时10岁的风儿就躲在静怡的房间里。那次如果不是风伯伯，我也会死，娘被害的真相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父王，我要带兵灭楚，为娘亲报仇。带兵？你知道千军万马厮杀是怎样的场面？没有先天高手的实力是9死1生，哪怕10死无生，我也要。够了！玉儿，我告诉你这些，只是让你莫忘国仇家恨。你娘最疼你，如果你有个3长2短，我如何对你死去的娘交代？父王，三弟，别任性了，你加入只会让父王更加担心。你已经是大人了，要学会考虑大局。是啊，三弟，报仇杀项广的事，有父王和我们去做就足够了。我明白了，我不会影响你们的。父王，大哥、二哥、徐庶，我娘的仇就拜托你们了，谢谢。雨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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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小鹿。我听连爷爷说你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有。你骗人！你以前回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能告诉我吗？跟你说了没有？
对不起，小鹿，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心很乱，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谢谢。小黑，我感到自己很多余，非常多余。对于父王，我或许真的是一个累赘吧。我真是恨我自己，恨自己没有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先天境界呢？3年、5年？不管怎样，父王大哥、二哥一直在努力，我就更要加倍。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啊，那是什么？小黑，去看看。啊？这是水晶吗？小黑，看来没你的帮助，还真搞不定啊！连妖兽都在抢，这肯定是一件宝贝啊！到底是什么呀？哎呀，不管了，既然是像流星一样飞来的，又是眼泪的模样，就叫流星泪吧。咦，哪儿去了？见鬼了！难道这流星泪钻进了我的身体里？今晚的灵气好多呀！灵气实质化，可这不是只有上仙才能达到的境界吗？为什么？难道是那颗流星泪？
灵气太多了，我的经脉受不了了。原来吸收太多灵气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老天，你这是要我经脉尽碎而死吗？不好，经脉破裂了！我要死了吗？我终究是一个没用的儿子，最终还是一点都没帮上父王。他是在修复经脉呢。看来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这流星泪，原来是助力修炼的至宝啊！就刚才这一会儿，我吸收的灵气比之前多10倍都不止。哼，真是天助我也！父王，您说我只有达到先天水平才能加入。好，我很快就会让您知道，我也和大哥二哥一样出色。我不会躲在你们身后苟活的。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想要的风景？跌跌撞撞回望，水流再也不是阻力。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天地，那里充满自由。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至少30年才能成为外功高手。可是有了流星泪，才半年我就达到了后天极限。现在离先天境界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啊，小黑，你是要和我比赛吗？你好像输了哦。不服气啊？那就再比一比。你啊！哇，你的羽毛都比得上玄铁了。谁快？哎呦！
接得住我几拳？千金坠！这是什么？哎呀，还是热的！哇，这家伙居然还没死，命挺硬啊！哇，好重啊！哎呀！哎呀！小黑，上！小黑的鹰爪比玄铁还要坚硬，于长剑都比不上，连他也无法撕裂。这石头的坚硬程度绝对比得上顶级矿石了。这究竟是什么宝贝啊？听说下个月又要操练了，哎，又来，累呀！微臣真徐奉旨查探东域3郡，现已查明镇东王秦德不但厉兵秣马，广积粮草，而且暗中多召兵20万，恐有异动。哼哼，好你个秦德，果然想造反！20万，哼哼哼！皇上。虽然秦德多了20万军队，但有黑水山贼在那里牵制，他不敢全军进出，应该也不足为虑吧？你懂什么？山贼终究是山贼，谁敢保证不会被秦德收买？一旦这20万精兵全部投入战场，足以影响大局。皇上英明。启禀皇上，镇北王上官宏有密信上呈。上官宏的信完全证实了真徐的情报。秦德这老匹夫竟然想拉着上官叔叔一起造反，哼！他怎知道我们项家和上官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秦德向来用兵如神，想不到竟然会轻信上官宏这只老狐狸，哼，真是自寻死路啊！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你马上派人去和黑水山贼交涉，务必让他们在大战开启时去端了秦德老巢。如果那些山贼胃口太大，乱开价呢？哼，笨蛋！只要能把他们拉拢过来，就算答应给他们一个郡，又如何？属下懂了，出价是出价，也要看他们有没有福分享受。真徐那边也要加紧收集情报，
特别是军备和战略方面。要不要让甄须直接去杀了秦德？千万不可！秦德二子都是人中龙凤，除非父子三人一起全除掉，否则换个家主对他们影响不大，反而会打草惊蛇。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真是五体投地呀！这个草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聪明？莫非后面有高人指点？我们表面上什么都不要做，就任凭秦家造反好了。告诉上官叔叔，一定要好好帮他们，到时候，连我的剑都伤不了丝毫，绝对是仙品上级。这么大体量的矿石，至少可以炼成10几把上品仙品。上了战场，就能提升极大的战力。小雨啊，你想用来打造什么兵器？我还没想好，不过我用1/10就够了，其余的就全交给父王吧。1/10？原本以为只有在无边洪荒中才可能有如此重宝，可三殿下竟然是在东兰山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呐！运气好而已，是大运气，天大的运气！黑先生，您是当代炼器宗师，可否有把握炼制这块石头？并没有因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块头这么大、品质这么高的矿石啊！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蓝盐水，哇，很久没有看到师傅这么郑重其事了。是啊，师傅的焚天诀已经达到了极高境界，不知道全力出手会有多厉害。这石头果然厉害，连蓝盐水都留不下丝毫印记啊！师傅的焚天火焰加上蓝盐水都没有用，怎么可能啊！好强啊！这是特殊的先天真气化成的火焰吧？这样都融化不了啊！我还不信了！黑先生果然名不虚传。着火了！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屁股，我的屁股！救我！水！没事吧？黑先生，你没事吧？我不要紧。对不起，三殿下，对这块石头我是没招了。黑先生，几年前你不是还为我炼制了一把仙品上级的战刀吗？今天怎么……这还不懂吗？当然是因为这块石头已经超越了仙品上级了。仙品上级不是已经是最高级了吗？哎，你们晓得什么呀？凡品、仙品都只是我们凡人用的东西。如果仙品上级是最高，那上仙们用什么？如果我料得不错，这应该是炼制上仙武器的材料。炼制上仙武器，那能找谁去啊？连黑先生你都不行。三殿下，您怎么了？炼制上仙武器嘛，当然是去找上仙呐。只有上仙的三昧真火，才对付得了这块石头。风伯伯，
风伯伯，小雨，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玩啊？奇怪，看着顶冠应该是鹰中皇者金焰鹰啊，可是羽毛不是金色，也没有护体金焰。风伯伯，你也看不出小黑是什么鸟啊？金焰鹰实力极为强大，刚出生几年就能对付金丹期的修真者。可是这黑鹰却最多只能和先天级别的凡人一比而已，奇怪，奇怪。风伯伯，你刚才说金丹期的修真者，那是什么呀？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修真者就是上仙呐，金丹期是上仙修炼的一个阶段。你风伯伯我就是一个金丹期的修真者。对了，小雨，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到底所为何事啊？哦，是我得到了一块火红色的晶石，本想请黑先生炼制上品的仙冰，可是黑先生尽全力也无法融化这块石头，所以……什么？那块晶石现在何处？啊，就在王府里。好，我们现在就走。哇，这就是上仙的飞剑啊！站稳了。果然是石中燕赤铁，竟然这么大！石中燕赤铁，好怪的名字，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炼制上仙飞剑最好的材料啊！我们门中有一位大功的元婴期前辈，所得赏赐的飞剑用到的燕赤铁还不及这块的1/10。起，小雨，你想要什么灵气？我帮你炼制。灵气？所谓灵气，就是本身具有灵力的武器，不但锋利程度远在仙品之上，而且还能融入体内。虽然你没有真元力，无法使用灵气的一些特异效能，但护身绝对没有问题。这么厉害啊！那就请您帮我炼制一把鱼肠剑大小的短剑。对了，还有一副可以保护指关节的拳套。就这么点儿？足够了。外公修炼太过依赖外物并不好，还是给我父王多留点吧，他比我更有用。好小子。还有一件事啊，不知道是否可以？风伯伯，您说。就是我也想要一点石中燕赤铁，只要拳头大小即可。嘿，当然没问题，风伯伯尽管自取。我取了你的燕赤铁，便是欠你一份大恩。你如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风伯伯都会答应你的。什么要求都可以？对，只要我能做到。那就给我说说上仙的世界吧，什么修真者、三昧真火，还有什么金丹期、元婴期，我都快要好奇死了。就这个要求？其实我最想要的是让我的丹田变得可以正常积蓄内力。这2个要求，风伯伯可以选一个。你丹田的事，我可没有任何办法。好吧，那我就和你讲讲修真者的世界。实际上，乾隆大陆所谓的上仙，并不是真的仙人，而只是追求成仙的修真者而已。一个凡人想要成仙，要历经无数的劫难，首先要达到先天境界，这一关便10不存1。而达到先天大成时，将会遇到4、9小天劫。劫？修仙乃是逆天，当然要受到天谴，这一关更是百步搏一。
只有渡劫成功，才算正式踏入修真者的行列。可是这49小天劫跟之后的2大天劫比起来，还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还有天劫啊？当然，修真阶段共分为金丹期、元婴期、洞虚期、空明期、渡劫期和大成期6个境界，每个境界还要分前、中、后3期，要历经无穷劫难，才能飞升成为一名真正的仙人。我不过是刚刚踏入修真者的行列而已，却在乾隆大陆被称为上仙，实在汗颜得很。我的天哪，那要修炼多少年啊？一旦进入金丹期，寿命便会长达上千年。元婴期的修真者更是能活5000多岁。可是这时候，6、9天劫就要来了。渡得过，就能元婴出体，长生不死。渡不过，便灰飞烟灭。太可怕了！可怕，和最后渡劫期的99重劫根本就没法比。那才是世间最极致的大恐怖。能够度过3劫，最终得道成仙的人，无不天资极高，还要有灵气和灵丹的护持才行。原来灵气还有这个作用啊！当年若不是恩师赐我一把飞剑，想要度过4、9天劫都是难上加难呐。可惜那把飞剑只是下品灵器。等到6、9大天劫时，就当不得用了。好在现在有了你发现的这块燕赤铁，至少能炼出中品以上的灵气，我渡6、9之劫便多了一份把握。风伯伯，能帮到你，我很高兴。对了，风伯伯。您说修真必须经过6个境界才能达成，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途径吗？小雨，我知道你的心意，但自有修真以来，无论是人修仙修魔，还是飞禽走兽修妖，居内丹都是必经之路，概莫能外。这样啊。啊，等等，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乾隆大陆曾发生过一次群仙大战，那个神秘人很可能就不是结金丹修元婴的。群仙大战？那是当年修真界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参与大战的有数十个空明期、渡劫期的高手。1个大成期修真者，还有好几个散仙。散仙是什么？散仙是渡99重劫失败，肉体被毁但元婴幸存的修真者，一般比渡劫期高手还要强一些。我的天啊！1个大成期，数十个空明期、渡劫期，几个散仙，这堆人打起来还不把天给捅漏了？不是他们之间打，而是他们联手杀一个人，只为杀一个人。什么？这么多超级高手在一起，
就为了杀一个人？那场大战不知打了有多久，最后那个神秘人发了狂，爆发出一种最炽热的力量，就仿佛太阳一样，这焚天灭地的力量，一下子把现场所有的高手全都杀死。那些躲在老远观战的修真者突然看到那个神秘人，他竟然开始渡劫了，99重劫！天哪，杀了大乘期高手，杀了那么多散仙，他竟然还没有渡劫！这个神秘人没有渡过劫就能强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说明他修真的方法和别人不同呢？没错，无数的前辈都和你一样想法。那个神秘人虽然也是修真者，但绝对不是修魔修仙，也不是修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单单从他体内爆发出的太阳一般的力量，就不是正常修真者所能有的。就算大乘期也远远不行。那后来呢？他渡过99重劫了吗？也许是之前的大战消耗了太多的真元。当第9次天雷轰下，神秘人终于没能扛住。不过在死之前，他聚集最后的能量，留下了3幅图，并向整个乾隆大陆说出了一段话：纵横寰宇无限，体验宇宙演变，奈何天不助。这个大陆的人听着，星辰之变，骄阳启示终点。今日我传通天3图，汝等自可参悟，福兮祸兮。修真者的世界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御剑遨游9天，不断挑战极限，绝天斗地，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样的生活才叫痛快。虽然我天生不能修内力，但又如何？那个神秘人的故事证明一定还有其他的修真之路。风伯伯炼制灵气还需要几天功夫，我就用这几天也来挑战一下极限，看能不能跨过那一步，从外功进入先天境界。京城那边有什么动静吗？不起波澜。哼，那便是有问题了。属下也觉得，真虚到东郡这么长时间，多少能打听出点东西。向广也不是能沉得住气的人。向广不是，但他身后那人是。报，王府有密信传到。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玉儿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回去一定要好好奖励他。哎呀，苦修3天，完全没有一点进步啊！现在的修炼方法，看来已经穷极极限了。可是不用现在的方法，又能怎么办呢？内功修炼，从后天到先天，有各种前辈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从外宫突破，却是旷古未有之事，实在是漫无方向啊！啊，对呀，既然无法借鉴外宫经验，那就向内宫修炼者取经好了，何必画地为牢呢？哎呀，真是笨啊！快想想，林爷爷说内功达到先天境界是怎么做来着？成为先天高手，一是达到后天大圆满境界，二要对天道自然有所领悟。很多人始终无法突破最后一步。后天大圆满，我已经是了。至于感悟天道自然，这个确实悬了。反正多想无益，我就直接来感受一下好了。这自然到底为何物？这就是我的灵魂吗？它在蜕变。这是什么？啊！我的目力怎么一下增强了这么多呀？是幻觉吗？真是棘手。此人确实是个收集情报的天才。这是大哥二哥的声音。他来东郡之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真虚和他手下的纳兰兄妹必须早点清除掉，否则太危险。耳力也提升了100倍有余。这不是幻觉，但也绝不是正常的感官，倒像是传说中的先天灵石啊！对风的感受也比以前清晰了数倍。难道在流星泪的帮助下，我已经突破了后天到新天的门槛？恭喜王爷，石中燕翅铁已经全部炼成了灵气。您手下的先天高手有了这些兵器，联手对付项家2大上仙里金丹中期的5行，绝对没有问题。而我有了这把中品飞剑，也足以对抗金丹后期的武德，对项家一战的最后障碍，可以说扫清了。太好了，风兄，你可是解决了我的心头大患呐！多谢，多谢。王爷，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小雨，我其实也沾了他的光。对对对，该赏，该赏。小雨，哎，小雨呢？小雨怎么没来？小雨刚才拿到风先生为他炼制的短剑和拳套，就离开了王府。也许是回云雾山庄了吧。短剑和拳套？哼，有这么多燕翅铁，为什么就给小雨炼制了那么点东西？至少应该炼一件护身战甲。小雨说他不要，
说是有了护身战甲保护，会生侥幸之心，妨碍练功。胡说！他一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们也跟着他胡闹。小雨只不过是为了给父王多留一些燕赤铁而已。小雨，这难道是先天胎息？小黑，我们走。这就是高空的感。糟了，这里的温度和氧气。呼吸了，还漂浮在空中，这说明，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柔韧、力量、灵敏，都融为了一体。我终于跨过了那道界限，我秦羽终于成为了一名先天高手。看见了吗？你们都看见了吗？金牌第12条任务。银牌杀手越级挑战金牌任务，可惜这个任务可是很有难度的，已经有位金牌杀手死了。这块通天图我看了半年都没有任何结果，还是给皇上吧。再拖下去，估计要龙颜大怒。通天图，外面是哪位朋友？深更半夜来此，所谓何事？被发现了吗？果然厉害。银牌杀手，准确的说，天网银牌杀手刘星。原来你就是刘星，近来在江湖上名头不小啊。不过你连金牌杀手都不是，也敢来杀我？哼，试试吧。但话说回来，你确实有点奇怪。你应该也是先天境界吧？可为什么我就完全看不出来？也许是因为你见识太少了。你的话太多，杀手不应该话多。哼，纳兰小姐，看起来你的见识也不怎么样。哦，哈，对不起，据说你已经上百岁了，也许应该叫你一声大娘才对。找死！好，身为世上第一个外功先天高手，我也正想知道那是怎样的境界，就拿你做试验了。小心！这家伙是怪物吗？力量太强了。左右不过是莽牛剑一类专注力量的心法。小弟小妹，你们一起上。灵气吗？滴血认主后，灵
灵气便能收入你的体内，藏用随心。电视拳！不要硬打，利用你们的速度。哼，原来所谓的内功先天高手，也不过如此。不对劲，这家伙的实力，就是在金牌杀手中，也绝对能排在前列。我们上当了，退，快退！小弟小妹，其实我最强的并不是力量，而是速度。你错了。受死吧！好强！速度确实不错，可惜还不如我。力量也不错，也不能和我的先天真气抗衡。攻击、速度、防御，你都远远比不上我，所以你这次一定要死！不愧是先天后期高手，速度好快，真气也强到可怕。哼，不过我真的样样都比不上你了。抱歉，请稍等一下。看来我确实要重估一下你了。这只血魂爪是用妖兽的爪子炼成的仙品圣级兵器，你能顶住它的一击也算不错了。接下来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吧，万爪穿心，找死！电视拳！小子，以为这样我就杀不了你了吗？因为这是中品灵气，不是你的护体罡气能抵挡的。不愧是流星先生。禀报首领，真须已死。执行任务的是谁？银牌杀手刘星。银牌杀手，现在已升任金牌了，
虽然也受了重伤。我要回燕京了，你们准备一下。是。玉儿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废物，废物，废物！真虚被杀，等于折了朕一翅啊！好你个秦德，此仇不报非君子！这秦德也真是狡猾，还在现场布置了天网银牌杀手的银色面具粉末，估计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和天网结仇死拼，用心何其歹毒！叫易峰来。是。美人儿。御龙军统领易峰奉旨叩见陛下。哎呀，哼，易峰，之前你禀报乾隆大陆第一富豪朱三想用妖兽剑齿虎来换朕的一块通天图，是不是？是。不过前次皇上似乎无意交易，所以不告诉朱三，朕答应了，而且要快。剑齿虎身上的16根利剑绝对不可以少1根。皇上为何是要起兵了吗？因此皇上想要多收一些仙兵利器。哼，聪明。那块通天图就是个鸡肋。多少天才人物集齐了3块，也参悟不透其中奥秘，还不如拿去换10几把仙品上级兵器有用。不过，朱三是在无边洪荒捕到的剑齿虎，他不敢冒险穿过东域，只肯在临近洪荒的地方交易。那里是秦德的地盘，恐怕有点麻烦呢。我自有安排。流星泪果然是修复身体的无上至宝，这么重的伤，才几天就完全好了。啊？哼，不用你提醒我，这2天我虽然在养伤，但脑子里一直都在琢磨那通天图呢。不过完全参不透这些图是什么意思呢？不像是什么内功修行法，只是一些怪异的动作而已。难道模仿这些动作就行了？这么简单的话，乾隆大陆岂不是人人都会了？啊？你叫我不要想太多。好吧，信你一次，反正试试也没有坏处。哦呀！嗯，嘿呀！嘿呀！好，好，好。这几道灵气是怎么回事？之前修祖龙诀，灵气不都是先要聚集丹田后再流向身体各处的吗？可这次怎么一进身体就直接渗透了，而且竟然全部被吸收了？难道这就是通天图的奥秘所在？这通天图不管有什么奥秘，
单是表面的这些图案，已经带给我如此大的变化，这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小黑，我们先去交任务，然后去元京城找父王。小黑，你难道忘了吗？父王曾经说过，只要我能成为先天高手，就同意我参与计划。而我现在已经是乾隆大陆第1个外宫先天高手了，回家找父王喽！来了。在下玉龙军统领一封，奉楚皇之命前来交易。哼，东西呢，没问题吧？和朱三先生交易，你们还用担心吗？嗯，抬上来吧。妖兽果然是妖兽，我们的货你也验一下吧。不用验了。难道我们还会怀疑皇家的信誉吗？那就合作愉快了。嗯。不好，烟雾有毒！秦德的人，秦德，皇上的事你们竟然敢插手，难道是要造反吗？一峰，现在还说这种话，不觉得可笑吗？何况你们马上就要死了，相广抓不到把柄的，放心。不要误会，我们可是朱老板。哼，果然有点实力。不过就凭你们3人就要在玉龙军手上抢东西，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师兄，父亲大人，是你，青羽。莲颜，风采不减当年呢。我出手稍慢了点儿，你就连杀了我几个高手，好讨厌呢。自从上一战之后，已经160年没见了吧？居然记得这么清楚，那你应该也记得当初你有多弱了吧？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儿、妻子都保护不了，要不是镇东王这厮多管闲事，连你自己都死翘翘了。不过这次你再也跑不了了。跑？我为什么跑？找了你100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太好了，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呢。你杀掉其他人，易青羽我来对付。是。
没想到这些年长了些本事吗？父亲大人，不用管我，快搞定你的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160年呐！李，今天我一定会报你和燕儿的仇。这家伙真的变强了很多，看来不出最强绝招是不行了。好强的真气啊！而且，为什么感觉好熟悉？小黑，快下去看看！林爷爷，小黑，加速！万箭穿心！小黑，快点儿！怎么会？不可能！父亲，林爷爷。林爷爷，怎么是你？你怎么了？林爷爷，你快醒醒啊！林爷，你醒醒啊！是你呀，小雨。林爷爷，没事的，你一定会没事的。小雨。林爷爷，我要学武功，我要修炼。你要修炼？林爷爷，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自己的生日怎么会忘记啊？林爷爷。林爷爷，没事的，我马上带你回王府。林爷爷，把连野老贼千刀万剐，祭奠我父亲大人。得令。谁在迷雾中翘首而望，想看到满天的星光。他望着他人定的远方，眼神
有多倔强。星星唱的歌温暖哀伤，雾霭轻抚她的脸庞，天空也将它涌入胸膛，它眼中却燃着火光。迷雾中有花开放，像一轮朝阳，滚烫了天际，掠过那道光。它大步去往流星剪纸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谁在迷雾中放声长啸，惊动了满天的星光。他相信只要歌声嘹亮，就会传来回响。鱼儿，父王，让我平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要让人来打搅我，就给我这段时间，可以吗？只有那紧紧握在指尖，是撼动命运的力量。迷雾中有花开放，像一轮朝阳，滚烫了天际，掠过那道光。它大步去往流星剪纸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可以了，青羽，可以了。人已死去，再伤心也是无用。林爷爷，你在天上看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练功。气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远比我之前吸纳的灵气更精粹。不，这绝对和以前不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破解了修炼通天玄功的诀窍，但是这诀窍又是什么呢？好，呀，原来如此，诀窍就在速度的快慢之间。练习通天玄功并不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有动静变化。我原本只是想借荧光入体的剧痛来麻木悲伤之情，没想到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不，这不是运气，这一定是莲爷爷在冥冥中的保佑。第一块通天图对我已经没用了，就藏在这里吧。等父王发现这块通天图，不知哪年哪月了，绝不会怀疑到是我以天网流星的身份从真虚那儿夺来的。气息，难道是错觉？不对，就在左后方。第二块通天图竟然会在这里，一定是我练成了第一块通天图。所以才对第二块通天图产生了特殊的感应。不过这也太神奇了，完全承继了第一块上的练功法式。这么说来，练法也应该是一样的。怎么回事？通天图明明在我手上，但为什么铁盒中还有气息存在？难道？不会吧！我的运气也好得太过分了。开密会的时间到了。如此紧急将大家召集来此，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过此事是好是坏，我也是难以说清。之前在我闭关中，突然预感到我的4九天劫就快要来了。我也知道这实在不是时候，但天意如此，又当奈何。当然，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所有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而且一旦成功，我方又多了一个修真者，翻出大计也就更有把握了。不过更有可能是坏结局，我渡劫失败，灰飞烟灭。父王，风儿、正儿、雨儿，你们都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怎么还这样经不住事？既然老天要考验我，那便来好了，怕什么？男人必须勇于面对，可以死，但不可以逃避。接下来，我来安排一下之后的事情。正儿，从今天起，东郡政务皆由你来负责，我只做幕后指导。是，父王。风儿，我们秦家的军队完全是由军功来决定地位的，你可知道？父王，孩儿会努力的。雨儿，父王，终于召唤我了。雨儿，我不对你做任何要求，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王只送你一句话：我们秦家的男儿，从来认为对的就去做，勿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我记住了，父王。军政大事既已定，你们几个到时就和风先生一起保护我去洪荒秘境，迎接天劫吧。辛苦各位了。遵命，父王。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不行，你们兄弟3人一个都不许跟去。为什么？2位兄长各有重任，不去是应当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小雨，保护王爷渡劫的人选，我已和王爷商量好了。
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放心，这可是我的父王啊，我怎么可能泰然处身事外？雨儿，不要胡闹！你可知道渡劫是件多危险的事吗？危险？难道要畏惧危险？父王，你可还记得刚才你说的话吗？认为对的就去做。秦家男儿勿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现在这便是我认为对的事。死亡我并不畏惧，我只想和父王在一起。小雨，男子汉不畏死亡，但也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做无谓的牺牲。相广手下高手云集，更可怕的是还有2大上仙。如果他知道了王爷渡劫的消息，一定会派人来的。哼，那又如何？如何？你一个修炼外功的，连先天都不是，拿什么去跟人家拼？你去了，不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会在危险的时候连累大家。哼，先天。对了，父王曾经说过，只要我能达到先天境界，就允许我参与计划。得罪了。三殿下。父王，孩儿秦羽，现在已是乾隆大陆有史以来第一个先天外功高手。什么？啊！三弟，闻所未闻呐！好强啊！三殿下如果动用中品灵气，属下是否是其对手都难说。父王，不行。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行？父王，你不是说过只要先天境界就可以了吗？我现在实力远超一般先天高手，即便是先天大圆满境界高手，我也有一拼之力。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小雨，冷静点。好，我冷静。父王，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你说服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你靠自己的苦练，竟然从外功达到了先天境界，很好，很了不起。但就算是先天大圆满高手，在修真者面前也不堪一击。而项家有2个上仙，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现在你明白了吗？小雨。父王，你还记得吗？6岁那年，你突然将我送去了云雾山庄，在那里我孤独极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山顶看天亮，看日落，期盼着父王能够来看我。可是，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整整2年，父王你只来过1次。我就想，为什么父王不常来看我呢？是我不听话惹父王生气，还是我太讨人厌了？后来才知道，父王是因为有大事要做，没时间浪费在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身上。于是我就决定修炼成一名高手，这样我就可以帮到父王，就可以经常和父王在一起了。因为我的丹田天生有缺陷，所以只能修炼最苦最累的外功。多少次我已经撑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有一天会重新获得父王的关注，我就又站了起来。尤其当父王说，只要我能达到先天境界就能参与计划，我不知道有多兴奋。那时我就发誓，不惜一切，哪怕是生命都要成为先天高手。10年，整整10年，我一直在努力，我终于做到了。于是我赶紧回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就是想要从此留在您的身边。可是我错了，错得很离谱。玉儿，现在我才知道，在父王您心中，我这个儿子永远是没有用的，对吗？可是，您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为什么？为什么？
对不起，我失态了。您放心，我不会再来烦您了。玉。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通天玄功吧。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又失败了，明明和第一块通天图完全一样，怎么就不行了呢？ 我真是笨死了！就算不同通天图的练法一样，但是快慢节奏变化未必也一样啊！哎呀，哼！再试一次，这次是快快慢快慢，再来，快快慢慢慢，快快快慢快快。 有了，快快，慢慢快，快快慢快。是谁？有字。皇上，蓝先生，老祖宗又有什么训教了吗？东郡暗棋有密信。 秦德马上就要渡49天劫了。什么？如果被他渡劫成功，东郡岂不是也有2个上仙了？那还得了？所以老祖宗让皇上趁此机会除掉秦德。这件事想要有绝对把握，一定得请5行5德兄弟出手才行。但那2个老怪物可贪心的很呢，没点好东西恐怕……放心，不会是制胜丹吧？老祖宗怎么舍得？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如此。所以皇上明白老祖宗的态度了吧？放心吧，蓝先生，朕绝不会让老祖宗失望的。2位上仙。 那秦德狼子野心，要造反回我楚国万世基业。如果被他渡劫成功，不但对我们项家是祸，对2位也不利呀。啊，那皇上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2位上仙是否可以帮忙杀了秦德？师弟，你说呢？师兄，当年我们和项鞅约定的，好像只是守护项家吧？我也想起来了，似乎确实如此。这2个贪心的家伙！只要2位上仙肯帮忙，这颗赤圣丹不成敬意。皇上，都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是啊，不就是个秦德吗？包在我们师兄弟身上，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呸！
小黑，你看，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通天玄功。可是我却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练它有什么用呢？我想啊想，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小黑，你说好笑不好笑？啊！小黑，你说什么？你说我不是男人？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连父母都没有见过，根本什么都不懂。我的父王马上就要渡劫了，面临生死考验，而我却只能像个废物站在一旁看着，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吗？你知道吗？做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花明月暗，漏轻雾，碧纱窗外尽无人。流星先生，不如明早再走。放开！难道嫌弃奴家？明日天网长老约你一谈。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流星先生既然已经到了，为何还不进来？好快的速度，而且没有风声，至少达到了先天大圆满的境界。怪不得3个月内连杀9名先天高手。怎么会是他？父王的手下竟是天网大长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流星先生？流星先生果然厉害，老朽佩服。大长老，这是在考教我吗？流星先生，请多包涵，实在是这次任务太过艰巨重大，如果实力不够，不但会白白误了性命，而且还会拖累旁人，所以我这也是为彼此负责呀。听起来这次任务很了不得呀。当然。所以首领才命我们必须请来像流星先生这种程度的高手。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么难？难道是刺杀上仙？这次不是杀人，而是保护一个人。哼，居然叫我当保镖！流星先生，请放心，
这次不是一般的护卫任务，绝对不会有辱您的身份，而且将以一件仙品上级神兵作为报酬。哦，这倒还有点意思。好吧，你说吧，到底保护谁，又要去哪里？我只能告诉你，你要保护的人叫赢先生，其他的事必须你答应加入才能透露。赢先生，姓赢吗？而且需要这种程度的护卫？难道他是？不可能，哪会这么巧？可是不是父王又是谁呢？天客连剑，天客连剑，是老天爷终于怜惜我了吗？刘星先生，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答应你。赢先生，刘星先生到了。刘星先生，久仰大名，幸会。赢先生果然就是父王，而且蓝衣和灰衣既是天王大长老，那父王岂不是天王的首领？原来天王背后竟是我们秦家。赢先生，幸会。我已听过太多关于你的事，所以一定要他们把你请来。这次有劳刘星先生了。我既已接受邀请，就会全力保证赢先生的安全。好，爽快，请。这次狙杀秦德事关大楚国运，所以朕特地派遣楚国的顶尖高手四方杀神，来助两位上仙一臂之力。皇上多虑了，2个上仙出马还杀不了一个秦德，岂非笑话？你只要等着收秦德的人头就好了。太好了，那朕就静候佳音了。好高啊，父王！好玩呀！出发！越来越厉害了。这飞天黑虎虽然大小和小黑差不多，但其他各方面却是远远不如。前方就是无边洪荒吗？是的，洪荒之中妖兽众多，
妖兽在渡劫，怀疑不到父王头上。下去！今晚在青石城中歇息，明天大家就要步行进入洪荒了，好好养足精神吧。葛总管，安排一下大家休息。是，营先生。大家随我来。想不到历经波折，我还是跟着父王来了。世事真是奇妙，当日强求无所得，谁想杀手刘星的身份却让我如愿，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吗？可是如果真的一切都随波逐流，那我自己又在哪里呢？这绝对也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做自己。是了，或许一开始我就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所以人本就应该为着自己而活着。我又凭什么要求父王一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呢？待得父王渡劫过后，我便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吧。可是，我自己的人生又该是什么呢？修真界，当然是修真界，与天地抗衡，追求生命的极限。刘星先生，这么晚还不睡，有什么心事吗？我只是在想，此次进入洪荒，如果遇到接近上仙层次的妖兽，我和他来场生死之战，到底是我活还是妖兽活？哦，刘星先生，如果你觉得此行太过危险，现在完全可以放弃。我们并不会责怪你的。殷先生，您误会了。其实我是希望能有此一战。为什么？因为这是印证我苦修成果的最好检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天赋不够，那死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能冒昧问一下，你如此苦修，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苦修，一是为了亲人，第二个便是想要追求修炼的极致。因为我向往修真者的世界。那修真者的世界又有什么如此吸引刘星先生呢？修真者动则御剑飞行万里，逍遥天涯；怒则一剑出，杀人于千里之外。与天地斗，与妖兽斗，岂不快哉？你这番话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可惜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实现你的目标的。谢谢，或许吧。尹先生为什么对我的事如此感兴趣？因为我很欣赏你。欣赏我？不错，打第一面起，不知为何我就对你一见如故，所以很想和你交个朋友，而不仅仅是雇佣关系。并非客套，我也不必客套，真心话。真的已经很晚了，不好意思，我要先回去休息了。是我打搅了先生，先生请便。冯兄啊，你看这个刘星先生如何？为什么在他身上，我竟然感应到了雨儿的气息？刚才王爷在交谈的时候，我在暗中观察，后来又用灵石探测过他的身体，发现他体内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先天真气。小雨是外功高手，不可能有内力。易容术只能改变容貌外形，改变不了内在，所以
应该不是一个人。这就好。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位刘星先生是值得信任的。无边洪荒果然是处神奇之地，令人大开眼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探索一番。无边洪荒之中，实在太多奇诡难解的东西，不亲眼所见，难以置信。真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刘歆先生以为然否？我有妖兽保护宁先生。快查看一下，是否有人受伤。是。洪荒中的妖兽果然好生厉害。诸位，我们的目的地到了。青莲山便是我选定的渡劫之地。宁先生的谋略真是让人佩服，连我们自己人都觉猜不到，竟然会在这里，更不要说敌人。刚才的熔岩瀑布也会自动消除我们路过的痕迹，就更神鬼难测了。接下来具体选择在哪个位置布阵，便有劳风先生了。位置确定了，比预想的更为理想。好，请跟我来。
到了，便是此处。山洞。这难道是想借助山体抵挡天雷吗？奇门遁甲之术，这里的格局似有不同寻常之处。原来里面别有洞天呐！野草丛生，杂花片片，确实不错，不过也算不上太特别。此处暗含八卦之形，实为天然幻真，不修奇门遁甲者看不出来。待我稍微修整一番，你们就懂了。好了，山谷周围的8座山峰正好组成一个天然八卦阵，再以消落下来的力量，在谷底布置一个反八卦，正反结合，互相推动，便能自动运转，生生不息，吸收天地自然之力，形成护障，并隔断内外信息。终身而求索。阵势已成，请迎先生入阵。不错，很会找地方嘛。这应该是风玉子的主意吧？风玉子，区区金丹中期而已。等我的灵石摸到他脑门上，估计他还目知目觉呢。各位听着，今晚迎先生便有可能迎来49天劫。什么？这么快？49天劫一共有4道天雷降下，在此期间必须保证迎先生不受任何干扰，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迎先生。是。大家也别妄想帮迎先生抵挡天雷，天劫乃是针对渡劫之人。旁人插手，不但没有任何帮助，自己也会遭到天谴，可懂？还有，万一敌人来袭，
我会全力启动此巨型八卦阵势阻挡，到时阵中之人皆会生出幻境，所以，我先在你们身上都布下一个手印，你们就不会再受幻境影响。一定要抓紧时间杀敌。我说的都记住了吗？记住遵命。好，那便各就各位。来了！想不到第一道天雷竟已如此可怕，父王，一定要成功啊！这天然八卦果然够强，单凭反八卦阵的禁制气罩，便可以抵御第一道天雷而不溃散。只要不出意外，王爷这次渡劫应该是有惊无险。这秦德真是有狗屎运，竟然被他找到了这天然八卦之所，度过了第一道天雷。哼，49天劫一共有4道天雷，一道比一道厉害。这第一道不过只是开胃菜而已。两位前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出手了？急什么？时机未到。是。这么快就要降下第2道天雷吗？这是祖龙诀的先天罡气，父王竟然已经修炼到了如此境界，反八卦阵有此罡气加持，应该能挡得住第2道天雷了吧？有敌袭！要明修真者。父王，开！八卦阵，父王的护持。
艮镇迅离坤队，修生伤度，青死金开。哼，风玉子，你这点道行也想阻挡我们师兄弟，真是做梦！你们4个去杀掉那些先天高手。是。这不好，大家小心了！这阵法蕴含幻境，闭眼杀敌。这阵法只能暂时困住先天级别的高手，对方有2个修真者，怎么把我破阵？必须速战速决。师弟，动手！好。阁老，依计行事。是。一个小小的金丹中期，也妄图和我一战！风玉子，你竟然派几个先天高手来对付我，真是欺人太甚！完全听不到任何动静啊！敌人还没有进攻吗？有什么东西过来了？打扰我父王渡劫者，死！父王！2弟、3弟，是谁？出来，跟我光明正大的打一场！这小子厉害呀，移动时竟然完全没有一点声息，攻击力也非比寻常。先杀了他！小子，速受死！是修真者，看来一定要使用灵气抵抗了。可是我的身份……拿头来！要不就……五行部将，布阵！你的飞剑！哼，武德，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下品灵气和中品灵气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品灵气。天哪，5把，有5把，这么多中品灵气，金丹期上限的护体真元力挡不了中品灵气的攻击，而且他只有1把飞剑，大家一起上！嘿嘿，师兄，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这一趟真是没白来。咱们回去得好好谢谢向广这小子。狂妄！第3道天雷！幻境已破，为你们兄弟报仇去吧！就是那个白衣小子，哼！小子，不要走！父王，我把敌人尽量引开，你一定要顶住啊！
气。没想到我的燕赤铁野猪父王挡住了一道天雷。小子，有本事别逃！现在是收拾你们这两个小丑的时候了。流星先生，我们来帮你。不用，这两个家伙我一个人收拾就足够了。你们都去帮阁老收拾那个修真者吧。好，那就全都交给你了。我们走。是。臭小子，这点本事也敢小看人？撕碎了他！大哥，这小子确实有点道行呢。这样打起来才够味儿，只不过他会死得更惨。一人对一人的背靠背而立，双幻五行阵。搞什么鬼？虽然梅族两人的面相一正一反，但是行动起来步伐却完全一致，而且挥刀攻击的时候，两人会随即旋转换位。那把镰刀永远都在面向攻击我的人手里，这样我就完全无法从四角发动攻击。那么只能暴力破阵了。转换为防御阵型。不愧是中品灵器，居然让区区一个金丹中期一边和我打得有来有回，还能分出心神，控制飞剑，照应秦德。太棒了，实在太棒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是自然。你的那把中品灵器我要定了。不愧是四方杀神，长期配合出来的默契确实不容小觑。受死吧！但是你们现在只有2个人。流星先生，我来助你。小子，来帮手了。只不过你会死得更快一点而已。哈哈哈，那就看看谁先死吧！夜魔石沙斩！糟了，原来这小子留了后手。这通天宫的先天真气果然玄妙得很，不但可以离体攻击，还能融入肌肉内部，让我的速度再次递增。
父王，小心！秦德，我看你这次是死也不死。革命！葛总管，来年的潜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今日立了大功了。革民，你这乱臣贼子！不要搞错了，谁才是乱臣贼子，你们自己比我清楚。我实在无法相信你们其中之一会背叛我，只没想到。对不起，你虽对我有知遇之恩，但和项家对我的恩情比起来，又如何能等同？再说，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不如安心的去死吧。不好，第4道天雷要来了！绝不能死在此地，死在我宿敌的脚下。哦，就这么点伎俩吗？可笑！刘星先生，你只是个外王杀手而已，为什么要给秦德这样卖命呢？你的任务奖赏不就是一件上级新品武器吗？只要你来帮我们，皇上给你的赏赐一定会多得多。住口！你罪无可恕。天龙劫！
道王爷的祖龙诀已经练到实质化的大成境界。可恶！原来这老匹夫还藏着一手啊！原来你是小雨。父王渡劫成功了，父王，您一定要快点修复伤势，一定要快啊！大家拼了命也要挡住敌人，给王爷争取时间。是。不好，天有异变！师弟，别玩了，抓紧去干掉秦德，等他结成金丹就麻烦了。好，哈哈哈哈，那就这样一次性料理了吧。蝼蚁们，去死吧！跑！跑！跑！伐阵已败，不能再让灵气也落到他手里。这是我的！一介凡夫也想要夺取中品灵气，简直是白日做梦。好，师弟，做得好！风玉子，如今这中品灵气进入我手，看你还如何神气！阵法失败，长老要重伤，看来只剩下我和风伯伯了。滴血认主，这家伙已达金丹中期，现在又有中品灵气加持，怎么办？怎么办？冷静，秦羽，冷静，你必须冷静。慢，照顾好王爷。也给我去死吧！还没有炼化，但速度就比我那柄飞剑要快得多。一旦炼成，那威力……这家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唯一的机会就是燕池剑和燕池拳套了，一定要找准时机。如果失败，不但我命堪忧，父王也……镇东王秦德，在人间你的权势也算是极大，在1万人之上了。可惜，还是要死在我手上。哼，有人逼近，好快！不对，这家伙来路古怪，会不会也有灵气？不能冒险！去死！失败了。燕池剑，那是燕池剑。这个杀手刘青难道真的是小雨？不对，小雨身上哪来的真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子，竟然暗算我！幸好我反应及时。给我上！哼！
天真的要断绝我父王的生路吗？你们统统去死吧！啊！金丹进入了上星行列。秦德匹夫速度很快嘛，可惜这也救不了你。你刚刚结成金丹，实力还太弱，而且身体伤势也重。再看看现在谁还能帮你，所以认命吧。估计你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修真者了。王爷，开！找死吧！父王。一个刚刚踏入修真界的家伙，我要猖狂，我就好心送你一程。放弃吧，废物！终于要解脱了，秦哥，开心一点好吧？住手！父王，父王，玉儿，开心吗？嗯，只要能跟父王在一起，我就开心。有我在，父王绝不会死，绝不会。抓住他！抓住他！岂有此理！燕翅全套，这不是玉儿的东西吗？你，父王，玉儿，真的是你！再见了，父王。现在看来，我还是有缘由的。
玉儿。你不是说过只有先天境界就可以了吗？我现在实力远超一般先天高手，即便是先天大圆满境界高手，我也有一拼之力。为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就算是先天大圆满高手，在修真者面前也不堪一击。而项家有2个上仙，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你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为什么？为什么？再见了，父王。现在看来，我还是有点用的。王爷，小心呐！秦德，我要你的命！计划提前，3个月之内，我定要叫相广偿还这失妻丧子之痛。是。我没死，我还活着。小黑，别闹了，我这条捡回来的命又要被你啄没了。啊，我们这是在哪儿？是你把我带过来的吗？欢迎来到雷山居。灵石传音，你是谁？是你救了我？小心可救不了身体被刺穿的人，是主人你救活自己的。小心？
你为什么叫我主人啊？这得从小星和雷山居的创造者雷卫说起。他来自一个科技宇宙，是银河系一个帝国的皇子。为了寻找修真世界，他冒险穿过黑洞，来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找到了紫玄星，也就是你所在的星球。那里竟然是完全修真的。于是他留在此处，迎来了天劫，却最终渡劫失败。雷卫主人在身死之前，命我守在雷山居中，等候第二任主人的到来。终于，传送阵法启动，送来了你。哎，等等，我有些乱了，什么宇宙，什么黑洞啊？这就是宇宙啊！主人，你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呢。雷卫主人特意准备了一本书，你看完就明白了。你不是说秦家不会这么快造反的吗？啊！你倒是说话呀！黑水山贼呢？他妥了吗？这黑水山贼提出的条件，小的不敢轻易答应。区山贼竟敢狮子大开口，要这么多的军队物资，贪婪！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滚！是。答应他们，既然敢要朕就敢给。等秦家被灭，朕不仅要这群山贼全吐出来，还得加倍奉还。没想到，通天三荼竟然是来这里的关键。正是，将通天三荼修炼到极点后，气柱铠甲一旦形成，传送阵便会感应到，将主人送到雷山居中。哇，竟然能做出如此精妙的设计！哎，这雷卫前辈究竟是何许人也？说了这么久的话，小心好累。雷卫主人留下了一段影像，给后继者自学。如果你看到这影像，说明我真的渡劫失败了。偶然间，我得到一本秘籍《通天三荼》，一共3块，每块36浮屠。我放弃皇位，坐着飞船在星际间冒险，同时也不断地修炼通天三荼，历经磨难，幸运地度过了49天劫。然而，在之后呢？我该修炼什么？我知道修炼是追求天道，那么何为天道呢？难道天道
就只是结金丹、修元婴。我认为天道那是最原始、最自然的东西，而不是庸人所定的不变之理。关宇宙星辰自然演变，我有了独特的见解，创造出了一套前无古人的修炼功法——星辰变。是你，在群仙大战中杀死大成期高手，好几个散仙，还有几十个渡劫期、空灵期的神秘高手。星辰变难道就是那个神秘的功法？没想到星辰变的创造者竟是雷卫前辈。我独创的星辰变堪称旷世杰作，它分为星云、流星、星河、行星、渡劫、恒星这6大境界。虽然恒星境界只是我的想象，但是只要修炼到流星境界，也远胜那些修元婴的庸人。幸运的小家伙，修炼星辰变可是一条九死一生的窄路。你现在退缩还来得及，但你若想接着恒星境界继续创造功法，一旦失败，形神俱灭、魂飞魄散的代价，可得你自己承担。记住我的告诫，然后用尽全力来超越我。形神俱灭，魂飞魄散，想要闯出一番天地，岂能畏首畏尾，畏惧死亡？连位师尊，我定会将星辰变继续创造下去。小黑，等我渡劫踏上星云期，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去了。帮助父王完成秦家大业之后，便可安心踏上修真之路，继承雷卫师尊的遗志。这是雷卫主人留给主人的，好让主人练气。只有到达先天大圆满之后，才能感受到天劫来临。修炼星辰变，必须修炼通天三途为基础，使外功达到先天大圆满。渡天劫时，用天雷淬炼身体，会有奇妙之功效。渡劫是在7日之后，在此之前得找些妖兽练练手。小瞧你们了，还会喷水啊！哼，这么快就跟上来了，还不赖嘛！
呀！你最近怎么专杀厉害的妖兽啊？唉，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先天级别的青火狼，又被你打跑了。好像把他们惹毛了，此地不宜久留。小黑，我们走。天劫，是我的天劫到了！如此靠近雷神君，啊！小黑，居然是你渡劫啊！比父王渡劫时的气势还要强，难道不同的人物妖兽，49天劫的威力也不同？难道是我的？可我从没听说过双重渡劫啊！这下糟了！小黑，当心呐！小黑吃下去了！痛快！利用天雷淬炼身体，雷位师尊的想法果然独特呀！有杀气！果然激怒了他们，这么多青火狼，小黑渡劫被打扰就不妙了。小黑，你撑住，我去把雷引开。大意了。这才是第2道天雷，真正厉害的还有第3道、第4道。小黑。
还剩最后一道天雷，一旦动过，我就可以修炼星辰变，踏上修真之途了。想拦我的路，就尽管来呀！小黑，你安心渡劫，我来挡住他们。太好了，小黑渡过4条天劫了。没结束，必须干脆结果了他们。
的修真者了。你好，你是谁？是我啊，小黑。小黑，是你？小黑，我想起来了，你渡劫成功会灵石传音了。看来你还没有被雷劈杀。不过第一次灵石，我还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你说的很好，就是声音没我的好听。不过我分明记得你在渡劫成功后没有变成人形，怎么现在在我脑海里又变成小黑了？因为在你心目中，我小时候最可爱，你在我心中也是小时候最可爱。我虽然现在是金丹期，但真正变成人身，还需要度过99重劫。渡劫的时候，我的脑中出现了许多传承记忆，都是适合我修炼的妖兽功法。根据修真书籍记载，妖兽越强，修成人身便越难。哎，小黑，你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妖兽。那是当然。对了，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取你的羽字，叫做黑羽。取得好。但是我可比你大7岁，你得叫我大哥。你们俩干嘛呢？星辰变共分为6大境界。先论第一篇，星云篇。星辰变第一道便是散，将先天真气重新变成气态散开，不但散遍丹田，甚至于要散到体外。星云旋转，乃秉承宇宙自然之道，真气散成星云轨迹，此乃星云期重中之重。从小这个丹田就是将我的内力都散掉，又得是这样吗？当初修炼内功不成，如今还要阻挡我修炼星辰变吗？
聚集到丹田，散开到体外，又回归丹田，竟是完美的循环。哼，没想到我这丹田怪异，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星辰真火，我到达星云前期了。师尊创造的星辰变果然厉害。小星，我练成了。那真是恭喜主人了。啊，大哥，我修炼功法也有成效，正想着你什么时候出关呢。如今我星云前期已成，咱们再另做些准备，就回乾隆大陆。哎，你们俩抱这么久，不觉得肉麻吗？小星，切换炼气房模式。大哥，你要练气？我打算将燕赤拳和燕赤剑再炼制一遍。小星，拿些上品晶石给我。真命。竟然有这么多商品晶石！哎，你也想要吗？我的传承技艺中有一种利用妖魄真火的炼气之法，可惜我没有商品晶石。哼，我送给你。鸟类的智商确实不如灵长类啊，才选这么小一块。我也找个地方练气去。金属性、暗属性，这下燕赤拳套和燕赤剑的硬度都会大增了。好神奇啊！师尊的炼气之法果然了得。这升级的燕赤拳套和燕赤剑对我大有注意，可惜要等到对战中才能真正显露他们的威力。真想见识见识。在雷山居这段日子，一直不知道乾隆大陆的情况，我担心和项家的战事。大哥别担心，管他刀山火海，不管什么情况，我都陪着你。父王，孩儿这就回来，您可千万要平安无事啊！飞鹰计划准备妥当了吗？是。
入夜，秦风领3000破坚军连破雷血郡4城，首开胜局。另一边，黑水山贼揭竿而起，化作秦家黑水军攻入雷血郡，与南域的穆家对峙。秦德则亲率大军入驻盟友上官鸿的镇北郡。短短半月，秦军便势如破竹，重创了项军。王爷，飞鹰计划已启动。秦家爱养的3鹰之一庄军，潜伏上官家多年，他刺杀上官鸿，并嫁祸项家。如今庄军成功独揽上官家大权。相光派人杀了我家王爷，请镇东王为王爷报仇。上官家的军队比西庭调遣。这厮把朕的计划全给毁了！你这个废物，
成事不足，问事有余。老祖宗，这都是过儿的错。景德这厮诬陷我厮杀上官红，还策反穆家倒戈，我强词夺理。你当皇帝，真是误我项家江山。景德一定早就觊觎皇位，存有异心，要造反。为什么会有异心？你还不清楚吗？当年他秦德一家和美，若不是你害死秦家王妃，岂会让他有此心？自今日起，一切要事由我亲自决断。你给我好好反省。广儿这就去反省。放下。走。等等，他给我留下。啊！陛下，陛下，陛下，好一个秦家！不但看穿了我项家与上官家的里应外合之计，还和穆家如法炮制，反将我项家一军，妄图倾覆我项家江山，还得问问我答不答应。多谢五兄相助，待事成之后，我必会将达到元婴期的经验传授给你。此事不急，这些猎户军正好高祭师弟五行的在天之灵。这就是秦家最精锐的猎户军。
秦家小儿，速速现身！王爷，帐外武德和那来历不明的高手突袭我军，您怎么还能气定神闲的舞文弄墨？那是项鞅，项皇之子，最优秀的项家子弟。当年项皇战死，是他成就了楚王朝。该来的总会来的，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万全之策。王爷，徐元愿听候差遣。此事必须我亲自去了结。若是我没有回来，你就打开锦盒，遵照我写的去做。哼，总算是回来了。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东兰山，我又回来了。小黑啊，还记得当年我们的比试吗？这次咱们比一比，看看谁先到家。好。小黑，你就这点能耐吗？太弱了！你耍赖呀！这是你新练的招数吗？我一。小黑，我们点到为止吧。这里是白沙镇，要是林爷爷也能看到我的修炼成果就好了。小黑，别闹了，我们赶紧回去吧。不知道父王最近如何？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大哥，不知道他们见到你会是什么表情？难道已经开战了？手脚的麻利点，王爷还等着我们上前线呢。是。小心，有敌袭！难道是？三殿下，真的是你吗？你明明就已经……黑叔，是不是已经开战了？父王呢？大哥、二哥他们又在哪儿？王爷几个月前就已经对项家发动战争了，如今已在镇北郡前线了。三殿下，请先稍事休息，
我立刻派人将喜讯禀王。我立刻去找父王。孙殿下。 秦德见过向央前辈。秦德果然是个人物，怪不得能够短时间就占据了楚王朝大半地盘。你是聪明人，应该猜得到我来这里为什么。向央前辈，总不会是为了自家？秦德，现在就退兵。 既往不咎，秦家依旧是我项家之臣，东域3郡还是你秦家的，我项家从此不闻不问，让你们做国中之国。退兵，国中之国。向央前辈，没想到楚王朝的一代圣明之君，竟也是个痴心妄想之徒。秦德。 没有看到我的实力吗？我修成元婴灭你一支精锐，易如反掌。包括你秦家的将军统帅，我都可以一一捏死。睁开眼看看现在的形势吧。我如今拥兵100万，你只身一人，难不成要在这千军万马中讨得便宜？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让秦家大乱？如果我死，秦家军队将不惜代价，1日之内踏平霸楚郡。 当然，我也可以下令不攻入霸楚郡，但你也不得伤我秦家一人。好，记住你的话，否则独自一人灭你秦家一族。退！ 项央虽与秦德达成沙场协定，却趁秦军退兵回城之际，指使项家铁骑四处屠戮落单秦军，提振项军士气。 江山由我看护，不管是谁，休想从我手上夺去！一时间，秦军只得屈守城内，
以待秦德想出对策。父王，您怎么下令不许反击？我和气魄逼人，速度极快，高手远超你我二人的高手。先是向阳，这回又来2个高手。父王，我回来了。三弟回来小了，雨真的是三弟。三殿下，小雨，你这渡劫的过程非比寻常啊！是啊，更凶险的还在后面。我们离开洪荒时，居然被龙岩师盯上了，一路追杀。龙岩师，那可是传说中的稀世神兽啊！元婴期修真者即便有了上品飞剑，也伤不了他们分毫。可你和小黑是怎么脱险的？中途啊，又杀出了神兽红鸾，幸亏我机智，让2兽相斗，才给了我们逃脱的时间。否则啊，就真要成那龙岩师的盘中餐了。如果成不了参天大树，不如把它种在风平浪静的花园中。我们整整飞了3个时辰都不敢停下，终于穿越洪荒回到了这里。小雨还不到20，就度过了4-9天劫，小黑也过了。这一人一鹰真是怪胎，怪胎呀！啊！小雨，你这黑鹰当初我就无法判断它到底属于什么种类，如今早早进入金丹境界，看来这只黑鹰绝对是只罕见妖兽。小雨，想当年咱们3兄弟还在云雾山庄的温泉中彼此嬉闹，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但那场面似乎就还在眼前。来，为兄敬你一杯啊，平安无事便好。好，来，二哥、大哥，我也干了。玉儿啊，你第一次喝酒，量力而行，切勿贪杯啊。玉儿啊，父王对你亏欠太多，不管你有什么心愿，父王都满足你。现在还真有一事，希望父王成全。现在？哎，玉儿啊，你为何要带我们来这屋檐之上啊？是啊，小雨，这儿没什么特别的呀。当初我练习外功身法，便是在这屋檐之上。相比屋檐下的热闹景象，此处安安静静，不会被打扰。只是有
些孤寂。那时我便想，若能和父王一起在这里赏月谈心，那真是太幸福了。啊，玉儿啊，是为父失职了。这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啊！当今天下，若论在屋檐修炼功法的王子，你可是第一人呐！是啊，如此美景，岂能无美酒相伴？王爷，好，眼下无战役，小雨，先为你的安全归来干一杯。接着。大哥，你先来吧。好，小雨，你我三兄弟又重新团聚了，真好。来，二弟。来，小雨，风伯伯。王爷，父王，此次你下令只守不攻，到底是为何？是啊，父王，我们势如破竹，攻下楚王朝应该不难，为何临阵止戈？向央回来了。向央？不会是那个真正开辟楚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向央吧？是他，如今他已到了元婴前期。怕什么？我们三方大军杀过去，他一个人再强又有何用？他这次是直接冲着我们秦家来的，普通士兵奈何他不得。我和小黑联手，应该可以与向阳一战。小雨，虽然你能杀死金丹后期的高手，但是金丹后期和元婴前期差距太大了，那是境界上的差距。玉儿，切不可再以身犯险。如今你平安无事，为父已经心满意足。你们两个也是。至于向央，就先以退为进吧。一切听父王安排。大哥，大哥。哎，小黑，你怎么了？向阳未除，你却有闲心在这喝酒，你是害怕了吗？我是秦家男儿，岂会畏首畏尾？我不再提，是不想坏了父王的心情。小黑，我问你，如今我星云中期，你金丹中期，你我联手对付向阳，胜算几何？胜算不好说，不过我已经用传承技艺修炼了暗月第一招，在月全食之夜可以施展开来，威力比我的雷火要强上许多。我这一招再加上先前炼制的灵气，至少重伤向阳。剩下的就看大哥你了。好，我有数了。境界上的差距，流星泪每时每刻都在缓缓滋润着我的灵魂，我的境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缓缓提高。向阳，
我非除不可。亦有此理！父王，鱼儿，父王，父王，不好了！小雨留下一个玉盒，就不见了。父王，孩儿保证，此次一战，向阳必败无疑。我留的3本秘籍是修真顶级功夫，从金丹境界到大成境界都有详细描述。孩儿能做的就这些了。玉儿，你让父王如何待你？你一次次为父王牺牲，先是为父王不惜和五行同归于尽，到了此刻，你又……正儿，这封信和这3本秘籍是我秦家最重要的宝物，你一定要保护好。风儿，即刻命烈虎军包围项家王城。父王，您这是要……我秦德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有你们这3个儿子。父王，父王，父王！大哥，小玉肯定找向阳拼命去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马上集结军队，快！和向阳一战，必先除掉武德。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吗？就敢杀武德挑衅！就是因为知道你是向阳，才会直接向你挑战。你到底是什么人？秦家3子，秦羽。秦羽，你元婴期都不到，也敢向我挑战？哼，向阳，当年你父亲向皇就是被我秦家上仙击败。今晚，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
雨儿，王爷不能去，不行，我要去帮雨儿，万万不可。向阳实力太强，你我二人贸然过去，只会让小雨分心，那将更加危险。猎户军已奉命埋伏妥当，一切就看小雨的了。玉儿，千万要平安无事啊！不跑了，受死吧！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竟然有中品灵气级别的战甲。来人，快来人，赶紧把军队集结起来！大哥，我们一起联手对付他。向阳，你实力果然不错，但未必是我兄弟二人的对手。兄弟，竟然与妖兽为伍！小黑，快月食了，你去准备，我来争取时间。好。此枪为我父亲纵横天下的绝世神兵霸王枪。砍出！一寸短，一寸血，近身！逆贼！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霸王枪的厉害！
快月全食了，我就能施展暗月第一招了。大哥，撑住！小黑，你炼制的灵气竟然如此厉害，我也不能输。星辰领域，流星一击，这是什么招数？九星合一。臭小子！什么？小黑，快逃！老祖宗，老祖宗！滚！都给我滚！完了，全完了！陛下，全完了！玉儿，玉儿，玉儿，王爷，我用灵石探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小雨他们。哼！命猎虎军给我踏平八州郡。是。玉儿。
王爷，小雨他还活着。父王，再没有什么可阻拦我秦家了。玉儿，难道你在水下这么久，就为了这霸王枪？父王，玉儿，玉儿。王爷，我们先护送小雨回去休息一下吧。好。埋伏已久的猎虎军应秦德之命，如排山倒海之势杀入霸楚郡，一夜之间便消灭了项家军队，直逼皇宫而去。相广，你的皇城已经被攻陷了。秦德。见了朕还不跪下？相广，该跪下的是你，好好向静怡的在天之灵忏悔。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永远无法威胁我，命令我。连你的女人也保护不了。陛下，陛下，不要丢下臣妾。静怡，我和孩儿给你报仇了。来，为了我们的胜利，干！干！干！王爷，小雨这次可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是啊，父王，小雨这次为我们秦家差点再次丢掉性命。等回去后，可否让他与我们一起共谋大业呢？父王，有3帝折1等1的高手，我秦家何愁霸业不成啊？3殿下来了。小雨，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多谢二哥关心，我已无大碍了。小雨，你这次真是立下大功劳。等回去后，咱们一起帮助父王打理政事吧。多谢大哥，我准备要离开乾隆大陆一段时间。什么？怎么好好的要离开我们呢？小雨，你才刚回来，我们兄弟才重新相聚。大哥二哥，我想去修真的世界里闯一闯。啊？你做这个决定，父王他未必会答应啊。玉儿，这么多年是为父亏欠你，
你自小丹田有意，我只盼你平安长大。秦家大业，往日仇怨，我对你是只字未提，甚至还让你一个人孤独地在云雾山庄长大。我自以为这是在保护你，但是这却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自顾自地替你决定了人生，却从未问过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我没有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不顾一切的刻苦练功，默默付出，屡次犯险，都是为了回到我的身边，得到我的认可。然而，我却总把你当孩子看待，一次又一次忽视了你的蜕变。尽管如此，玉儿，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协助秦家大业，甚至不惜舍命，救下为父性命。长大了，玉儿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是我们秦家的骄傲了。这一回，你就好好为自己的目标，去轰轰烈烈闯上一遭吧。为父，相信你。来，干！大哥，萧玉，你走之前拿着我宗派的海图。修真一般分为修仙、修魔、修妖。修仙注重清净无为，修魔注重力量至上。修仙者居于仙岛，修魔者则居于魔岛。在南方无边海域数亿万里，便有仙岛核心蓬莱仙域，以及魔岛核心紫焰魔域，二者名气相当，彼此斗争也激烈得很。修魔者为了追求飞升，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阴险的手段吞噬别人的金丹元婴。萧雨，不可在海域盲目乱跑，万一误入魔岛，被人吞噬了金丹元婴，可就惨了。还不知道是谁吞噬谁的金丹呢。不过，萧雨，我告诉你，在无边海域中，势力最庞大的不是修仙者，也不是修魔者，而是修妖者。小黑，愈是大海深处，修妖者就愈强。而在万米深的海底，就生活着一些恐怖的修妖者。大哥，我能应付。
嚯，小飞啊，你怎么回事啊？连金丹后期的八爪鱼都给你吃了？谁让他们攻击我们？我传承记忆之中正好有吞噬血石的办法，就干脆炼化它的精血，融合生命精气。嘿嘿，这可是只有我才会的绝招。12只金丹期妖兽，我们被包围了。大哥，元婴期，这可比向阳厉害多了。一共16头金丹期八爪鱼，没有布阵的那4头，应该是金丹后期。杀了我儿子，还想从我桑墨的掌心逃走？桑墨前辈，如有冒犯，请见谅。但是令郎袭击我兄弟在先，这只是个误会。哼，误会！我儿在自家海域想抓个修仙者，有何不可？金丹期的飞禽和修仙者，还敢来这儿撒野？小黑，别冲动。桑墨前辈，不如这样，我交出金丹，你放我们兄弟2人离开。我们再不踏足这片海域，如何？杀我儿子就想这么了事？我要你们偿命！我看你们怎么逃出12门天罗地网阵！守王！逃是逃不掉了，那就奋力一搏吧！拼了，杀一个是一个！给我上！
没出手，再不逃就没机会了。小黑，准备噬电九闪！大哥！受我这一击竟然还活着，也算有点本事。小黑，你为什么不逃啊？大哥，你逃不掉，我也宁愿被他们抓住。你只有想办法脱身，才会有机会回来救我。如果再有一次逃走的机会，无论如何你都要抓住。喂，你真的不想要你儿子的金丹吗？交出来的话，我给你们留个全尸。你儿子的金丹在此，想要就来拿吧。给我干掉他们！小把戏！你这飞禽，竟敢破了我的护甲！我要活活了你，让你魂飞魄散！你们给我追！小黑，快走，别让我失望！大哥，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你快走！小黑，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桑族虽然算不得大族，可是这赤血洞府岭下，方圆800万里，还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一族。这次我的儿子竟然败在了一个修仙者的手上，那小子最后还使用了类似于修魔者血遁的方法，定会重伤加身，实力实不胜一。而且赤血洞府800万里水域，也就这么些修仙者、修魔者，
那个小子还拥有那么炽热的能量，一定能轻易找到。桑族族人听令，传令赤血洞府800万里水域，击败修仙者替我而报仇者，必以上品灵气风雷相赠。修仙者，就算寻遍海底，我也要把你揪出来。流星泪果然没让我失望。不知道小黑如今在什么地方？他脱险了没有？小黑，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主人，雷山居怎么热得发烫啊？哎，你竟然用了流星盾，这可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式啊！只要能保全小黑，我在所不惜。小黑目前失去联系，我要加快炼制金丹，提升实力，再与小黑会合。我想你也不必太过着急，无论小黑此刻身处何地，他自己都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你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海底世界高手如云，我和小黑再这么如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是行不通的。哎，小邪，有什么办法可以了解海底世界吗？哦，对了，魔道秘技搜魂，控制灵魂之力，形成漩涡状包裹灵魂，便能习得搜魂。运用搜魂吸取修妖者的记忆，海底世界概况一目了然。9杀赤血令牌者，皆为我赤血洞府麾下，不可内部争斗。赤血洞府中央听令，击败修仙者替我而报仇
者，必上品灵气风雷相赠。先想办法将令牌搞到手。哎，虽然有了玉牌，可我身上没有妖气，终究不是办法。主人，修炼北冥可以解决没有妖气的问题。北冥结合灵魂之力和星辰之力的一种魔道秘技，一来可以收敛气息，二来可以加速修炼。主人，你用了北冥，他人感应不到你的气息，或许会认为你修炼的是某种特殊修妖之法，反而对你忌惮3分呢。我必须要在短时间内修炼好北冥，不然的话，即使找到了小飞，以我俩现在的实力来说，也只会成为那些妖兽的盘中餐。恭喜三弟，有青眼鱼族相助，崩雷是唾手可得。扎破，大哥已经送了你一件上品灵器，这崩雷我势在必得，别来掺和。兄弟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作为二哥，肯定是要帮你的。本事不大，架子倒挺大的。一个受了重伤的金丹期修仙者，还能从我的手掌心里逃走不成？你倒是动动脑子。桑墨好歹是13护法之一，那个修仙者若是没点过人之处，逃得过桑墨的追捕？三弟，你信我一回，只要你我联手，那修仙者绝对插翅难逃。灵魂之力虚无缥缈，星辰之力却是实质的力量，这两者到底该如何结合？不好，有2只妖兽过来了！修仙者，你果然在这儿。三弟，千万别马虎大意。局面不利，得赶紧想个法子脱身才是。元婴戟。
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施展剑术改造了自己，大敌当前，先不说这个了。好久没尝到飞禽的滋味了。二哥，飞禽留给你，修仙者留给我，正合我意。大哥，我现在能和元婴期勉强一战，我来拖住他们，你趁机快逃吧。小黑，还记得我们在对抗桑墨时说过什么吗？我们分头走，谁有机会，谁先逃走。一言为定。一个金丹期的飞禽竟敢伤我，有实力的妖兽吃起来更过瘾。小黑，往西边去，我们在赤血洞府外的海域汇合。飞禽，你的对手是我。乖乖投降，我还能给你个痛快。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哼，逞口舌之快。这是小黑在施展绝招。
确实低估了你。区一个修仙者，肉体力量竟然强横到逼我动用护体鳞甲。真是妙极了！你竟然有上品灵气，这下不仅可以得到桑墨的风雷，连你的灵气都会是我的。糟糕，这条蟒蛇真是难缠。小辉，不要忘了答应过我的，别逞强，等我去找你。大哥，我听你的。到最近的任务，绝不放过！修仙者，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逃。就在这片毒沼之中，迎来你的终结吧！天无绝人之路，想击败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不到1个时辰，你就会毒发身亡。修仙者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有意思，要不是为了上品灵气，我还真舍不得杀你。来吧。变幻阵诀，繁星点点。
体灵气。修仙者，去死吧！我看你还能不能活？
过是一道简单的去尘符印，竟花了我上百年的时间去破解。待我大开玉盒，我赤血洞府就要成为海底修妖界第4大势力，和青龙宫、九煞殿、碧水府平起平坐。谁不懂闭关勿扰的规矩吗？大哥，三弟死了。桑诺护法以崩雷悬赏杀他儿子的修仙者，我主三弟追杀那修仙者，不成想他竟惨遭杀害。他不过是想要一件上品灵器。那个修仙者实力如何？他不及元婴期。你和老三联手还治不了一个金丹期的修仙者。是我一时疏忽，光顾着追杀一只半路杀出的黑鹰去了。可那修仙者怎么能凭借一己之力弄死三弟？废物，还不快去查！是。洞主，臧墨，我三弟的死因你而起，你该当何罪？副洞主被修仙者所害，属下着实悲痛万分。废话少说，告诉我怎么才能抓住那个修仙者？洞主，那修仙者狡猾且机警，想追踪他着实困难。不过，他与那只黑鹰关系甚密，若是利用黑鹰来诱捕他，他必然自投罗网。众妖听令，全境抓捕黑鹰。小黑在很远的地方，不过很安全。小兄弟，你醒了。在下流星，不知道先生你……你是人类？不错，你也可以将我当作修仙者，叫我蓝叔就好。多谢蓝叔救命之恩。不必谢我，救你的另有其人。
流星，这位是丽儿，是她救你回来的。流星，流星。啊！丽儿姑娘，方才的情谊实在是大家水准，在下不经意间便听出了神。啊，多谢丽儿姑娘救命之恩。流星先生不必谢我，我不过是将你带回这里休养罢了。即便我不出手，你也可以自行痊愈的。怎么回事？流星泪发出的热量，竟是过去的2、3倍。我先去采些药草，流星先生和兰叔慢聊。兰叔，我还不曾在海底见过修仙者，而且丽儿姑娘只是金丹前期，这……丽儿喜欢海底，所以我陪她留在这里，并且她有特殊技能，安危无需担心。嘿嘿，架势倒挺威风嘛。嘿嘿，但实力嘛，嘿嘿，比假侯费还是差了老大一截。元婴中期，怕了吧？好好，休得无礼！师尊，这谷中的妖兽都不敢跟俺交手了。虽然眼前的人功力不算高，但起码可以跟俺打上一通啊！嘿嘿。流星，让你见笑了。你别看侯费他顽皮嬉闹的很，他可是神兽火精水源。没错，俺就是火精水源，是这海底独一无二的存在。可是师尊呐，你为啥总说俺功力太低，不让俺离开山谷呢？元婴中期的神兽，竟称兰叔为师尊。兰叔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你生性顽劣，贸然出去肯定只会横生事端。这一点，好好向你流星大哥学学。出去闯荡，靠的不是蛮力。人家流星虽然实力不及你，心性却远胜于你。光凭这一点，你就得叫他一声大哥。大哥。兰叔，不知可否借竹屋一用，让我修炼一阵子？尽管用吧，我给你的竹屋设了禁制，除你之外，没有人可以进入。多谢兰叔。师尊，凭啥他一来就能住竹屋，俺却不能？啊！侯费，等一会儿啊，麻烦把酒具洗了啊。切！俺堂堂独一无二的火精水源，没屋子住，孤苦伶仃，还要给你们擦屁股。不关俺的事啊，是杯子不结实。
跑不远，给我搜，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北冥究竟何时才能修成正果？难道我修炼不成，就必须龟缩在这儿啊？主人，戒骄戒躁，宽心则成。嘿，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小心啊，还有文绉绉的时候。不过，主人，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呢？你看，这座主院因为静止，即便院外是无尽的涛浪，凶险异常，院内却不受丝毫影响，风平浪静。兰叔一行人能在这世外桃源清修，一定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有这样的机缘，在炼成北冥与小黑会合前，这里就是最好的落脚点。俺从来没住过竹屋，师尊说是为了让俺在外磨练心性。你一来就受到优待，俺不服。再说，俺明明实力就在你之上，师尊还非让俺叫你大哥，凭什么？除非你胜了俺，俺才认你做大哥。是个有趣的直性子。我先占个便宜，你这个兄弟我认了。要是被打哭了，俺可不会安慰你啊！你要是被打哭了，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会安慰你。速度还挺快的，不过只会躲可赢不了。你上当了！这琴声似乎……丽儿姑娘似乎在给我提示。喂，俺撞到你了，一定很疼吧？再使点劲儿啊！
这防御力实在太恐怖了。你要拿出真本事了！在这个谷内，俺就是无敌的。这黑棍还真是玄妙啊！就算是无敌的猴子，也说什么？天天拖俺后腿，要你这棍子有何用？丽儿姐姐，不带这么玩的呀！俺听出来你借着琴声提点流星了。师尊也是，破棍子总失灵，还非得让俺自己悟，俺悟不出来。这回不算，下次再来。知道俺认你这个大哥。哎呦！丽儿姐姐，救命呀！谢谢莲儿姐姐。流星先生，流星先生，流星先生总盯着我看，难道我脸上有什么？我只是惊讶，丽儿姑娘释放的青色能量，竟对伤势有如此奇效。这是我族的独门秘技，不足为外人道。不过，疗伤效果确实非常好。如此善良的姑娘，绝不会是因为觊觎流星泪才救我的。哎呦，看得可真入迷呀！喂，上回你还没打赢俺呢。唉，真是阴魂不散啊！喂，哎，胆小鬼，比试都不敢！哼！你呀！嘿嘿。喂，还给你！这回放低要求，只要追上俺，俺就服你。嘿嘿嘿嘿。休想跑！哼！
二姑娘，我绝非有意闯入，如有冒犯，我愿受任何惩罚。我的衣服呢？都是侯妃在捣鬼。你先穿我的，我替你把衣服找回来。流星，兰叔，你怎么这副模样？我近日修炼不得要领，这才想赤裸上身，更好的汇聚天地万物之灵气。谢谢你的衣裳。兰叔，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屋修炼了。流星，我提醒你，你可千万别对丽儿抱有什么希望，最好别喜欢上她，否则。修炼北冥也并非一朝一夕，等明日再尝试吧。
往我这里突围。小黑，大哥，自从我们那日遭遇2条水蟒之后，追捕我的修妖者数量激增。他们如此大动干戈，一定与我那日杀了1条水蟒有关。那就说得通了，他们大举搜捕我，肯定是想利用我来诱捕你。看来外头情况很复杂，还是得做足准备，以备万全。大哥无需多虑，我修习秘术后早已脱胎换骨，如今对付元婴前期是轻而易举。随我一同出谷吧，我们联手足以应付元婴中期。赤血洞府内没几个超过元婴中期的妖兽，我们只要小心点。不着急，等我先练好北冥吧，只要假以时日。嘿嘿，军大后期的杂毛鸟有点意思，快和我比试下。啊，又来了。啊！咦！哈哈！嘿嘿！哇！有心事？练功有段日子了，始终不得要领，迟迟无法练成。好在有丽儿姑娘的琴声时时宽慰，让我放松不少。多谢丽儿姑娘先前为我兄弟打开禁制，多有打扰，我继续练功去了。大哥，我要走了。啊？为什么这么突然？这里太过安逸，不适合我修炼。小黑，不要鲁莽。谷外危机四伏，等我。等你练好北冥吗？我在的这几日，你没有一丝进展。你扪心自问，留在这里，真的是为了修炼北冥吗？你还记得离开乾隆大陆时，你对我说过的话吗？大哥，后会有期。
你留在这里，真的是为了修炼北冥吗？我应该和小黑在一起，追求修真的更高境界。那是我喜欢的，激情澎湃的生活。修炼北冥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再这样下去，别说什么闯荡修真界了，就连小小的赤血洞府都走不出去。啊！我怎么竟忘了炼化这水蟒的原因？嗨，但我吸收了它的能量，就能提升灵魂境界，肯定对修炼北冥有所助益。修仙者，你竟敢杀了赤血洞府的副洞主！你和黑鹰就等着迎接洞主的怒火吧！这水蟒竟是赤血洞府的副洞主，赤血洞府必定对小黑布下了天罗地网，不能让他孤军作战。星云后期了，体内的能量比过去更加纯粹雄厚，灵魂境界也大大提升。接下来，将灵魂之力与星辰之力融合，领悟北冥，收敛气息，改变容貌，甚至于气质。这里就是青眼鱼族抱抱那只黑鹰消失的地方。他和修仙者就藏在这附近，即刻展开地毯式搜查。是。丽儿姐姐，不好了！竹院附近有好多赤血洞府的人，我担心。燕子别担心，那些人找不到这儿的。丽儿姐姐，你快看！是赤血洞府的人，丽儿姐姐怎么办呢？燕子莫怕。是我，流星。
你。燕子姑娘莫怕，我修习了北冥，这才改变了真实面容。好，功力有成。给丽儿姑娘和兰叔添麻烦了。赤血洞府追杀我与小黑多日，我担忧他在外遇险，即刻便出发去找他。你也是该在修真界好好闯荡一番，留下好名声吧。流星先生客气了，你修得如此之妙的秘法，外人必然无法识破，是非恩怨定能妥善解决。等等！啊！咱们还没分个胜负高下呢。你这易容倒也稀奇，不过改变了样子又怎样？看看你能精进多少！我功法达到星云期，加之流星泪长久以来的滋润，我灵魂之力的韧性也变强了，有一战之力。能让人考虑叫你一声大哥。承蒙兰叔、丽儿姑娘这段日子的照顾，我流星永世难忘。在下告辞。哎，流星大哥，俺跟你一起走。哎，师尊。 那黑鹰功力比我差，都能来去自由，你就让我闯一闯吧。修真界的凶险远不止功法差异，岂是你这沉不住气的心性能应付得来的？流星大哥，你倒是帮俺说两句呀！你这顽皮的猴废，为了出去竟然不惜叫我一声大哥，那我也不能白担这个名头。 以猴废的实力，在海底世界闯荡，遇不上什么危险，更何况有我在其左右，他也是该经历些风雨的磨练。您就让他跟我去见见世界吧。罢了，若你们一直受我庇护，那必然止步不前。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流星一起出去吧。切记。 若非必要，不要进入狂暴状态。俺知道了。不管你在外如何闯荡，莫要忘了黑棒的8字要诀。好了，俺记着呢，不就是降服其心，其利断金吗？降服其心，其利断金。这8字要诀，不知道侯废领悟了多少。
修真界险恶残酷，还有许多事来不及同你说。如果遇到危险，随时回来。兰叔，丽儿姑娘，在走之前，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真名叫秦远。丽儿，你在担心什么？青羽，你的修真路刚刚开始。我们先去找小黑会合，再同赤血洞府做个了断。嘿嘿，哦，哇，嘿嘿，哇，嘿嘿嘿嘿，哇，啊，哇，哈哈哈。外面果然比住院好玩啊！不过这一个个的修妖者都是些虾兵蟹将，我当有多大能耐？哼，没劲。侯飞啊，这海底修妖者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他们一言不合就可能彼此厮杀。若被他们发现你是潜力惊人的神兽，说不定会为了避免后患直接杀了你。所以你要懂得藏拙。哼，就算俺用3成力，也足够把他们砸成肉饼了。海底各大势力错综复杂，无不有高手坐镇，切不可肆意杀伐。哼，俺可是火精水源，桀骜暴虐才是天性。俺要占据一处宝地，再弄一批手下当老大，看谁还敢惹俺。别好高骛远，当老大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的。哎，必须想个办法管束下侯飞才行。哼，你不信，就用俺的火精证明给你看看。哼！喂，侯飞，回来啊！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小黑啊！你别节外生枝啊！巨神禁制终于要破了，待我取得河中玉剑，再有强劲在手。哼，九煞殿，到时你又能奈我何？大哥，那修仙者和黑鹰实在狡猾，这800万里水域连他们一点踪迹都没有。比起抓那2个小贼，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网络高手为我所用。可是三弟的仇，以小吃大，三弟的仇我没忘。我赤血洞府在九煞殿之下俯首称臣多年，如今也该自立门户了。等我们制霸无边海域，何惧报不了仇？此事事关赤血洞府存亡，别搞砸了。是燕连峰传来的动静，我这就带人去查探情况。到了破解玉河的最后关头，绝不能有任何差池，谁也挡不了我一场百年夙愿。传说中的九剑，这便是第6把了。果然好剑呢！单用中品灵器材料，便能炼制出极品灵器。这仙人的实力简直强到超乎想象了。而且，九剑不过是开启仙府的钥匙，仙府中到底藏着什么宝贝，实在是让人畅想啊！大哥，关于九剑的下落，目前蓬莱仙域的修仙者得了1把，紫焰魔域的修魔者运气好，得了2把，青龙宫的那头青龙得到1把，碧水府的3眼老怪得到1把。另外，青龙和3眼老怪正在争夺第7把。蓬莱仙域修仙者门派众多，1把玉剑够他们乱上一阵了。那第7把玉剑，就让青龙和碧水府3眼老怪那2个老家伙慢慢斗吧。老八正在追查第8把玉剑，至于第9把玉剑，暂时无人清楚。此番老八亲自出马，那玉剑必定是手到擒来。青云，嘿嘿，怎么样？俺一出手，那铁定差不了。你看，这五叶紫花可是炼丹的宝贝，价值绝对堪比一件上品灵器。唉，现在和小黑会合才是要紧事啊！你这人真不识趣，你不要，俺要。住手！是他，2个元婴中期，2个元婴前期，1个金丹后期。这五叶紫花是我赤血洞府之物，还请你们物归原主。呸！放屁！它藏在山石之间，是俺发现的，凭什么算你们的东西？我乃是赤血洞府副洞主扎破，五叶紫花既开在我们的地盘上，那就是我们的，速速将其归还，否则就是与赤血洞府为敌。难道这小道石子，大道海水，只要同你赤血洞府沾上边的，都是你们的？什么扎破赤血洞府，我流星不认。副洞主，那个流星没有丝毫气息，想必修炼的是某种特殊功法，还是小心点好。哎，赶紧滚蛋，否则俺直接将你们打成肉饼！动手！侯费，我和那扎破有过节，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身份。这5个人就交给你了。嘿嘿，喂，
5叶紫花在你侯爷手上，有本事就从俺手上抢啊！玩偷袭，也不问问你侯爷答不答应？二人不知底细，万不可掉以轻心。各位护法，我们一起上！侯费，小心身后！你这根只会摆谱的废物！只会耍阴招的小人！相负其心，其利断金。后妃，别忘了阐述交给你的口诀。你呀！后妃，控制住你的力气，将其传送至黑棒中，它才能发挥最大威力。急躁是没用的。被压在山底下动弹不得，怎么能不着急？哼！黑棒的口诀需要你自己理解，我去引开他们，帮你争取时间。降服其心，其利断金。降服其心，其利断金。竟然藏拙，这兄弟二人都不简单。
在下实在喜不自禁。都给俺听好了，俺叫侯费，谁敢再招惹我俩，休怪俺不客气。小弟对大哥是钦佩至极呀，多亏大哥提点，俺才能自如驾驭黑帮。请大哥收下这5叶紫花，原谅俺之前的冒失。往后悉听大哥吩咐。刘星兄弟，你们2人实力高超，可否赏脸做我赤血洞府的护法？我保证，方圆800万里内绝无人再敢惹你。好，但这还要看大哥刘星的意思。他答应，俺就答应。刘星兄弟，洞主惜才，只要你们加入赤血洞府，那地位必然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我再安排1000护卫，随你们调遣。这不妥啊！我兄弟2人暂时居无定所，承蒙副洞主赏识，如在赤血洞府有一番作为，倒也是莫大机缘。好，2位高手加入我赤血洞府，可谓是如虎添翼呀！副洞主，刘星兄弟，豪费兄弟，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赤血洞府的护法腾壁，我赤血洞府护法中的第1高手，实力接近洞虚境界。在下桑墨，在下刘星，这是我兄弟侯费。何等诡异的修炼之法，竟吞噬一切气息！刘星兄弟，今后你我将一同为赤血洞府效力，何不取下面具，彼此坦诚相待？事出有因，恕难从命。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莫非是另有图谋？我刘星行事无愧于天地。桑墨护法，你若信不过我，我离开便是。这护法不当也罢。哎，刘星护法且慢。桑墨，刘星和侯费是我请回来的人，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副洞主，属下全是为了赤血洞府着想。这2位兄弟来历不明，我等也未曾见识过他们的实力，不得不防啊！你给我住口！
桑墨护法的言外之意，是想与我切磋一下。休妖世界实力至上，流星护法，请赐教。护法诚心求教，我又怎会让你失望呢？得罪了。即使外表气质再怎么变，修炼了数十年、上百年的能量性质也不会改变。我看你怎么藏！竟是黑剑，用的也不是炽热性能量。桑墨，没想到吧？星辰真火，一体两面。我的星辰之力在贯穿炎赤剑时，用相反的阵法，就能将太阳属性的能量转换成太阴属性的能量。变换剑诀第3式，疾风幻影。这哪是切磋，分明是把桑墨当猴耍呢。奴家燕青，小女子有礼了，今后要多仰仗流星护法呀。奴家惜愿。不过雕虫小技罢了。放肆！拜见卷宗。果然出类拔萃，敢当大任。大哥，他们就是我向你举荐的流星和侯费兄弟，方才只是寻常比试，桑墨自不量力，才遭如此奚落。俺叫侯费。见过洞主。流星，你学了何等功法？为何不散发一丝气息？此为我师门秘籍，不可外传。我兄弟二人因午夜紫花与副洞主不打不相识，既然入了赤血洞府，自然是诚心归附。请洞主收下午夜紫花，不追击我。好，英雄不问出处。我扎红用人向来是能者居之。尔等听令。从此，流星和侯费便是赤血洞府的第14、15护法。哇！全死了，就剩我一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联手围剿黑鹰，谁想那黑鹰大开杀戒，我们死了50来号人。都没了，只有我。把他带下去，好生休养。是。大哥，那黑鹰可恨至极，先是伙同修仙者杀了3弟，如今又屠戮我洞府护卫，新仇旧恨，非得一一清算不可。属下愿意前往捉拿黑鹰。属下也愿意前往。属下也愿意前往。洞主，属下方才只是小试牛刀，然而他一味戏弄属下，对自己的本事遮遮掩掩，如此诡谲之人，实在难当大任呐。桑墨，你这厮……哼！洞主，我流星绝非贪恋权位之辈，既然做了护法，自然要以实力服众，免得落人口实。好，流星护法理所应当，此言深得我心。白银、冉兰、木须、庄中、流星5位护法听令，命你们即刻出发，定要将那黑鹰抓捕。属下遵命。属下遵命。大哥，方才在大殿之上所说的黑鹰，莫不是小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小黑出入海域时，不慎杀了桑墨的儿子，遭到了桑墨和赤血洞府的追杀。我在竹院修炼北冥，也是为了躲避追捕。那你怎么还主动提出去抓捕小黑啊？小黑独自面对4大护法，未必有机会。好在我的灵魂境界已经堪比元婴后期顶峰，靠我的灵识范围比白鹰他们广，提前通知小黑，我们便可夹击他们。那和你一起去？不，狒狒，我对你另有安排。啊？狒狒，此事对你定是易如反掌。哎，大哥，先前燕连峰一战，你是不是为了让俺掌握黑棒的诀窍，故意隐藏了实力？若不让你讨点苦头吃，你几时才肯叫我大哥呀？哦，青眼鱼族通报了黑鹰的行动路线，我们4人加上流星护法，只要守株待兔，必定手到擒来。这可不见得。桑墨，怎么又是你？此事关乎各位生死，在下特来警告。此话怎讲？各位护法千万要提防留心，这等功法诡异之人，偏偏在那修仙者消失后横空出世，此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修仙者。他隐藏气息，掩盖身份，为的就是伺机将我们统统除掉。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不是修仙者，那也是个来历不明之人，主动请缨捉拿黑鹰。可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啊！万一他为了你们的原因，勾结黑鹰，从背后袭击你们呢？诸位护法，你们谁能逃得了啊？不过，我倒是有一个1石2鸟之计，既能判明流星身份，又能稳妥地捉拿黑鹰。丧魔护法，速速说来。待到围剿黑鹰之时，冉兰、木须、流星3人可打头阵。届时2位护法正在流星左右进行牵制，白鹰护法居中，庄中护法殿后。一旦发现流星有任何异常，4位便可合力杀之。白鹰护法，捉拿黑鹰为我而报仇，就全仰仗你们了。好说。流星护法，我们已掌握黑鹰的行踪，阵型已安排妥当，现在即刻出发，全听白鹰护法安排。流星，我倒要看看你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各位，我们在此按计划伏击黑鹰。虽然我们是5人合击，但千万不可大意，还需开启护体，以防不测。冉兰和木须不过元婴前期，
先杀他们2人。白银虽是元婴中期，但是与小黑联手，对付他和庄中2人不算难题。小黑，警惕起来，大战将至。大哥，怎么回事？你身边怎么会有4位高手？你被困住了吗？你先冷静下来，听我安排。我身边正有4位赤血洞府的护法，准备截杀你。立刻全力从侧翼冲杀头阵身穿白衣战甲的人。我会同时出手，让他们措手不及。是桑莫所说的修仙者。好一个流星，主动起因抓捕黑鹰，原来是早有预谋。庄周，快去杀了流星！ 算计，也免不了一死。斩老虎法，火雷诛你！我进局。 庄周，你这是？流星护法，这是我投诚的礼物。庄周，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流星，你果真就是害死我儿子的修仙者！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让你血债血偿。小黑，大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要去和赤血洞府决一死战了吗？不着急，我们眼下之事还没处理完呢。大哥，这家伙怎么处置？流星护法，我自知与白银等人联手，也绝不是你和黑鹰前辈的对手。既如此，与其送死，不如拱手而降，为二位效犬马之劳。若札红问责今日之事，在下愿在众护法面前做个人证，保流星护法安然无恙。庄周，你见不敌我二人，便倒戈投降。若他日我不敌札红，你又如何能让我相信你不会做墙头草？我杀了冉兰，已是自断后路。若流星护法还不信我，我可对天起誓：若我背叛流星护法，那就天打雷劈，魂飞魄散。修妖者违背誓言是会应验的，我暂且信你。小黑，赤血洞府势大，今日之事必然不会简单收场。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那札红虚与委蛇，委屈你再躲藏一段时间。但我大哥，东躲西藏的憋屈日子我过够了。如今赤血洞府折损3位护法和副洞主札哥，正是虚弱之时。干脆你我直接杀进赤血洞府，结果了札红，说不定还能占身为王，谋一个立足之地。我也受够了被人当作猎物追捕的日子，可是想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绝不能冒进的。当初父王为成就大业，尚且筹谋了100年，我们就更不能急于一时。哎，大哥，你是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吗？谈不上周密，谨慎行事，见招拆招罢了。待时机成熟，我立刻通知你前来。大哥，我相信你，我等你的好消息。大哥真是料事如神，你谨小慎微，必定会亲自回来集结人马。他特意让我在此等候，绝杀你！胡废！我实力虽不敌你，但我也不会束手就擒的。
事态紧急，流星就是修仙者，他和黑鹰、庄中联手杀了白鹰他们。我被后废。严密把守此处，不得让任何人进入。是。终于要一场百年夙愿了。大哥，流星和侯废勾结黑鹰造反，庄中叛变，白银、桑墨、冉兰和木须都死了。大哥，您再不出关，赤血洞府就要变天了。退下！大哥，大哥！事态紧急，休要怪我硬闯密室。小心！啊！大哥，你怎么受伤了？这白鹰他们人呢？我真没想到，白银、冉兰他们竟然背叛洞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庄中，你快说！先前白银和冉兰就曾私下说过要夺了流星的原因。在下本以为那不过是句玩笑话，可我实在没想到，他们竟不顾洞主之命，勾结黑鹰，图谋我们的元婴。我们奋力还击，杀了他们，击退了黑鹰。但木须护法还是不幸被害，我便带着重伤的流星护法立刻回来了。啊，还有桑墨，此人最是可恨，他遭流星护法戏弄，耿耿于怀，便埋伏在赤血洞府入口处，偷袭重伤的流星。我们二人联手，拼尽全力把他杀了。桑墨竟然也死了，死了也好，反正没人待见他。哼，就是。往日里，我与白银、冉兰私交甚好，可勾结黑鹰就是背叛赤血洞府，我岂能姑息？哼，片面之词。若是你们勾结黑鹰，杀了白银、冉兰、木须和桑墨，如今也是死无对证，我们怎知事实真相？是啊，白银他们为人如何，我们都一清二楚。他们虽然奸诈狡猾，但也不至于做出背叛洞主之事。可是这流星护法，该不会是故意演了出苦肉计吧？喂，无凭无据的少污蔑俺大哥！哼，你们都算老几？侯废护法公然想动武，既然不服，那就请副洞主来定夺，如何？腾壁护法，我们方才找遍了洞府上下，副洞主他不知所踪。唐老大，现在一连死了4位护法，洞主闭关不出，副洞主不知去向。诸位护法中，就属你实力最强，我们剩下这些人还是要仰仗你拿主意了。事发突然，我自然是当仁不让。流星护法，你们没有意见吧？有腾壁护法坐镇，在下自然没有异议。很好，来人呐，将庄中、流星二人关押起来，严密监视。谁敢？俺看谁敢动！狒狒，住手！那黑鹰掠走了木须和白鹰的原因，但这颗染蓝的原因，我愿意献给洞主，以证清白。若是我和庄中勾结黑鹰，夺了白鹰等人的原因，又岂会回来涉险，将战利品献给洞主？
赤血洞府折损4位护法，此事非同小可，还得洞主出关后亲自定夺。在此期间，流星护法先在毒院中静养，不要随意走动。好，多谢藤壁护法。众护法护卫，自今日起严密监视各处，尤其是流星护法的毒院，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赤血洞府，违者杀无赦。是，小心点。大哥，怎么样？俺厉害吧？对付桑墨简直是小菜一碟。扎红闭关不出，扎破不知所踪，局面比预想的还要混乱。我猜测，还有另一股势力在赤血洞府内活动。另一股势力，也许与密室有关。哎，大哥，你倒是夸夸俺呐！再给俺讲讲你那边的情况。嘿嘿，哎，那只大毛鹰怎么样了？密室？哎，怎么回事？哎，在100年之前，扎红可没那么频繁的闭关修炼。属下猜测，那密室中必定藏着一个惊天秘密，才让扎红如此着迷。如今赤血洞府局势不明，要想不任人鱼肉，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才能有十足把握应对。啊，狒狒，我这儿有木絮和染蓝的元婴，你选一颗去炼化。我可是到了元婴中期，炼化吸收他们的元婴对我无用，相比之下，还是你更需要。那好，我先闭关修炼，你帮我在外护法。好，好，好，你是大哥，俺听你的。不过闭关出来，你可得给俺好好讲下经过。就先炼化这颗木须的原因，突破流星境界，融合万千银色星辰，淬炼一点金色精华，变为体内核心流星。只要到达流星期，届时大可不惧强敌。传说中的御剑属于我的御剑，九杀殿算什么？我要让你们统统臣服在我的脚下！提童，是你！扎红，可真是要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上百年的不辞辛劳，我又怎么能这么容易拿到人心？把御剑交出来！如今我御剑在手，先取你的性命，再血洗九杀殿，自立门户。你也太天真了，有了御剑就以为能骑到我头上。这御剑不过是开启仙府的9把钥匙之一。
就凭你的实力，也想自立门户、集齐九剑开仙府，你这是找死！狒狒，我感受到了扎红密室的能量波动，我要去探查一下。你继续替我守着院子，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好，大哥，谁敢闯进来，俺一棒子砸烂他！不自量力，差点忘了告诉你，你那蠢笨的二弟早就成了我的枪下鬼了。一统，今日我就算是死，也要带你一同上黄泉。
刘星，我不管你是谁，有什么目的，帮我杀了狄童，我们一同集齐九界，打开仙府，多少奇珍异宝任你拿。仙府，生活真不行。就凭你们，还想染指仙府，痴人说梦！玉界归你了，不是我要杀你，而是天要灭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要付出代价。这是你逼我的。就是死路，我也要破开一条生路。接下来就是你。快！
伤不了我多少。他的抗击打能力太强，我要智取了。还想以速度取胜，看我怎么抓到你！什么？怎么可能？低头，没想到吧？欺人骗我！没想到今日栽在无名之辈手中。这就是让扎红遭受杀身之祸的玉剑，能开启仙府的9剑之一。能得到它，可太意外了。但是，觊觎玉剑的绝不止狄童一人。这也是好东西。九煞殿，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就是九煞殿那个狄童洞虚中期的原因，密室里果然有玄机。狒狒，小黑我已经联系过了，他目前还吸收不了这颗元婴。我将赤血洞府的事情稳定了后，会传讯让他过来的。这颗元婴先给你吸收。哎，这颗元婴能量太庞大，我的灵魂境界目前最多达到元婴后期就不能再吸收能量了。剩下的元婴由我来吸收。我相信，藤壁等一众护法很快就会找上门。届时我们一同应对，我来守着，你先抓紧吸收，等你到达元婴后期，再帮我护法。大哥，真不知道你的灵魂怎么进步那么快。如果我的灵魂境界有你高，那我也一口气将元婴给全炼化了。是九煞殿的人。我刚才强行破开禁室，查看了洞主和副洞主的灵魂玉简，玉简全部碎了。洞主和副洞主一定是触怒了九煞殿，这样我们可如何是好？要不我们逃吧？不行，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洞主，凝聚力量，以备不测。我同意，不过新洞主的人选一贯是实力至上。试问，这里有谁能胜过我？这可未必。侯废护法，洞主和副洞主在地下古墓群惨遭九煞殿毒手，
为求自保，我们必须选出新洞主。按照规矩，实力最强者就是洞主。只有庄中护法认为我实力不如侯费和流星护法。既然如此，你我就地决个胜负，高下立判。嘿嘿，这真是送上门的机会。新任洞主是谁，俺已经有数了。俺大哥就是新任洞主。这怎么回事？流星护法，自他上次回来就蹊跷的很，现在迟迟不露面，谁知是不是心里有鬼？俺大哥正在进修，洞主的位置俺替他要了，不服来战。我看他是不在屋内吧。梧桐，你让开，我倒要看看流星究竟躲在里面搞什么名堂。这是。居然在突破！你也是该在修真界好好闯荡一番，留下好名声吧。干脆你我直接杀进赤血洞府，结果了杀火，谋一个立足之地。等俺占下一处宝地，再弄批小善，当上了老大，看谁还敢惹俺！横臂护法，请准备好，我可要出招了。修炼的这么快，前不久刚刚才是金丹后期，此时已经是元婴中期了。元婴后期的侯费，惹不得。这个洞主是我的了。我真名乃秦羽，赤血洞府的新洞主。有我在，赤血洞府就绝不会任由九煞殿欺凌。但你们在我的地盘，就得遵循我的规则。恭迎新洞主。恭迎新洞主！恭迎新洞主！自今日起，赤血洞府不再有正副洞主之别，我为一洞主，侯费为二洞主。同时撤销对黑鹰和那位修仙者的追杀，前人的恩怨我一概不管。不仅如此，我还要请那位实力高强的黑鹰来做三洞主。以增强洞府的实力，如有不服的，即刻站出来！拜见新羽洞主。
炼化了敌童剩余的元婴，已经到达流星后期了。大哥，我们回来了。嘿，嘿，哈哈。大哥，你这屋子这么大，怎么啥都不放啊？真是浪费了这么气派的地方，还不如海底竹院呢。哎，哈哈！大哥，终于见到你了，想不到你真的当上了赤血洞主。我一进洞府就听猴子说了你们的经历，可惜当时我不在场。不要紧，现在我们兄弟3人重聚上才最重要。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用敌童的长枪炼制了这把短剑，还叫燕翅剑。再用晶石重新炼制了全新的燕翅拳套。现在他们都已经是极品灵器了，竟然炼化了极品灵器！大哥，你的功力是不是也提升了？没错，我彻底炼化了敌童元婴，已经到达流星后期了。小黑，这颗是扎红的元婴，你用它炼化功法，可加速进入元婴后期。啊，还有这颗极品晶石，可以加重你的肩椎。多谢大哥。大哥，杂毛鹰都有极品晶石，俺怎么没有啊？给你极品晶石也不是不可以，那就拿你的黑棒来换喽。大哥，这就是狄童和扎红争夺的玉剑，要不你把这个给俺吧？你可不能太偏心呐。这可不是一般的灵器。它是能开启仙府的9把钥匙之一。仙府？这仙府的底细我也不知，不过扎红费尽100年心血取得此剑，九煞殿甚至派出狄童前来抢夺，说明仙府中必定藏着让修仙世界为之疯狂的珍宝。没想到他们2人争了半天，最后却被大哥拿了玉剑，嘿嘿，当真是幸运呀！哎，现在我们有了一把玉剑。之后该如何打算？那还用说？当然是集齐9剑找宝藏啊！哎，果然是不行。哎，真想试试用玉剑飞行的感觉。没这么简单呢。狄童是为了玉剑而来，九煞殿也绝不会就此放弃追查玉剑。何况修妖界皆知，狄氏兄弟9人手足情深。他们一旦查到狄童在赤血洞府被杀，定会找上门来。要应付8条紫煞蛟龙，以我们目前的实力而言，确实棘手。啊？还什么蛟龙？那几条小虫有什么好怕的？看俺进入狂暴状态！那是洞虚后期的紫煞蛟龙。洞虚后？算了，俺不稀得和他们打。叫兰叔来解决吧。不能麻烦兰叔，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扛。不过竹院我还是得先回去一趟。啊？不找兰叔帮忙，还回去干嘛？俺懂了。小黑，你头脑冷静。最近赤血洞府的大小事宜，且都帮着狒狒管理，遇事切不可鲁莽冲动。狒狒，你也是。大哥，咱们怎么出去啊？
九煞殿寻玉剑而死，而他最后传回的消息，指明第8把玉剑就在赤血洞府中。赤血洞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各位兄弟，可有眉目？大哥，我打探过了，赤血洞主扎红近日也死了，一定与八弟的死有关。扎红，这杂碎岂是八弟的对手？那他死了，现在是谁在掌管赤血洞府？现任洞主是一个叫秦羽的，他曾经是扎红手底下的护法。秦羽，海底世界的修妖者中，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立刻去查秦羽的老底，他一定知道什么。大哥，还有什么可查的？宁可错杀3000，绝不放过一人。何况赤血洞府是我们九煞殿麾下，我们要他们死，他们就得死。说得对，大哥，此事就交由我来办吧。血洗赤血洞府，告慰八弟在天之灵。大哥，我要随六哥一起去。一想到八弟的死，我心里就不痛快。各位兄弟，此事关乎玉剑，绝不可贸然冲动。若是因为报仇心切，误了调查玉剑的下落，八弟的心血就白费了。确实，找到玉剑的下落之后，为八弟报仇也不迟啊。我们兄弟同生共死，为八哥报仇，难道不比我们找那把破剑重要吗？玉剑可是开启仙府的钥匙，不必废话了。老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玉剑给我带回来。谁敢隐瞒玉剑下落，杀！老六、老七，你们随老二一同去。是。你看那个还挺漂亮的。是啊。青云大哥。丽，住院里一切都还好吧？一切都好。丽儿姐姐看你回来了，一定也会很高兴的。你说青羽大哥是来找姐姐的吧？嘘，小点声，小心让他听到了。秦羽，你来了。安叔，你知道我会来。不仅如此，你在外面惹了祸，我也知道。我杀了一条紫砂蛟龙。不，你的祸是取了玉剑。啊？兰叔，你都知道了。虽说那玉剑有些烫手，但你倒也有资格得到它。我知道你打算靠一己之力解决，但若是遇到危险，你就用这个传讯令通知我。秦羽先生，秦羽，我再给你一句忠告：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但也千万不要过度隐忍，或是逞强，独自承担一切。青玉先生，既然你回来了，想必外面的恩怨都已经妥善解决了吧？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才能回来看看你们和大家。不过我不能停留太久，现在就得回去了。这么着急？我最近正在学下棋，兰叔说我的棋艺还要再精进。正好你来了，不如陪我切磋几局，也不急于一时吧。
好啊。我赢了。就连我父亲都不一定能这么轻松的赢我。丽儿姑娘，你的棋艺已经出类拔萃了。我想到了，丽儿姑娘，再不能耽搁了，我必须要回赤血洞府了。等我回来，一定再下个痛快。好，秦羽，我等你。你刚才叫我秦羽，以后你就叫我丽儿吧。好，丽儿，等着我下次回来找你。九煞殿，就怕你不来。洞主有令，外人不得擅闯赤血洞府。外人，也不睁开眼看看我们是谁？还不快叫秦羽出来！原来是九煞殿的三位殿下，在下秦羽。三位远道而来，想必是有要事吧？你就是新洞主秦羽？你这什么功法，竟然连我都探查不清！停了功法，让我们看看你到达何等境界了。属下这捉技一旦修炼，到死才能停下。三位殿下专程赶来，莫不是只为了解我的功法？哼，少耍小聪明！快把你们洞府的护法全都叫到大殿上。那就恭迎三位殿下了。听好了，我们的八弟狄童前些日子突然被杀，我们查到狄童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你们赤血洞府。偏偏在这个时候，赤血洞府竟然换了个新洞主。秦羽，你说这当中有什么联系呢？殿下这是在怀疑我。这洞主之位是在下与众位护法比试而来。至于这扎红洞主和八殿下的死，除了这块吊在密室的牌子，属下可真是一无所知啊！哼！啊，八弟的令牌，莫不是你杀了八弟猎了元婴，才拿到这洞主之位？哼！令牌所在的密室是扎红闭关修炼的密室。正是，扎红洞主这100年来基本都在闭关，并且严令护卫层层把守。秦羽洞主如果真的要杀扎红，我们不可能察觉不到。
我曾听说扎红洞主的密室中有个爱不释手的宝贝盒子，也许这与他闭关有所关联。什么宝贝盒子？快拿来给我们！密室里除了令牌，其他什么也没有。你们若是不信，我也没辙。你什么都不知道，不代表其他人也不知道。你老实交代那日的情况。室内确实只留下一块9杀令牌。给你一个机会，好好想想有什么没交代的。藤壁护法，说起来，在我和齐云洞主比，藤壁护法受了重伤。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要是再不说，我就先杀了你。我看其他人还吐不吐实情。三位殿下息怒，我们真的一无所知，从何说起？那可未必。我只是想起来，发现八殿下令牌的那天，扎破副洞主也死了。或许是扎红、扎破他们一起和八殿下血战被杀了，但是我们真的从未见过那个什么盒子。都是废物，磨磨唧唧的糊弄我们，杀了你们给八帝祭天！想救他们，就老实交代。三位殿下饶命啊！我们真的只知道这些，青羽洞主，快救救我们啊！你们两个不要动，不要暴露你们的实力，我来对付他们。再不住手，我让你洞府尸横遍野！
狒狒，不要妄动！你一出手，赤血洞府一干人等会立刻遭受杀身之祸。我心中已有计划，你且静下心来，等我消息。打又不能打，只能眼看着他们欺负咱们手下。大哥，你的计划里可千万要把俺算进去啊！到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尝尝俺手中黑棒的厉害。那是当然。停手！再不停手，我就自毁元婴，让狄童的死和玉剑的下落变成永远的秘密。哼，果然和你有关。不过此事事关玉剑机密，我必须亲自向狄龙说明。这。秦羽，这下看你怎么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到了九煞殿，自有办法让你把知道的全吐出来。狒狒，小黑，九煞殿是强，现在不能正面交锋。我先随着3人去九煞殿，趁我拖延他们时间的间隙，狒狒，您尽快将玉剑和我的消息全部散播出去。我要这海底人尽皆知，随后绕道朝九煞殿赶去，与我保持适当的距离。等时机成熟时，我自会喊你。大哥，俺这就出发。小黑，赤血洞府先由你镇守。大哥，我听你安排。请宗主是受我的一半。快点！和我们动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磨叽？哎呀，我身法是快，可是御剑就慢了。这已经是我最快速度了。我带你飞，走。妈呀，刘殿下，你速度太快，功力太强。我身体吃不消啊，我需要休息。闭嘴！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在拖延时间，这招行不通。我这点修为，你这么赶路，我还是……这片流域视线不明，着急赶路未必是好事。六弟，保险起见，我们在附近的巨甲洞府停留1晚再走。我们兄弟都在，亮这小子也使不出什么花招。3位殿下突然到访，在下有失远迎，还请见谅。我们有要事在身，在此歇息1晚。未经通传，不得靠近。遵命。
我亲自看守秦羽，你们先在隔壁休息，随时注意各处动静。好好坐着。 别出声，跟我走。这可没这么容易。二哥，青龙宫腾山，玉剑这么重要，我应该只来一方势力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就跟我走吧。来的越多越好。我在这儿，二哥。 蛤蟆，六哥，二哥被杀了，碧水府的楼客劫走了秦羽，杀他们！联手，秦羽算你我共有。我们。 天乱！
水府都知道了。说，是不是你泄露了消息，害我二哥枉死？你们3人一路上用灵视监视我，哪里来的机会泄露消息啊？七弟，你快施玉行丸疗伤，我们即刻上路。回去再和他算账。公主大人，属下办事不力，秦羽还是被敌舰带走了，还请公主大人治罪。无妨，三眼的人也现身了，这下九煞殿可要热闹了。狄龙恐怕还不知道吧？他这方势力在海底修妖界，马上就要孤立无援了。我即刻去趟碧水府。大哥，消息走漏了，青龙宫藤山和碧水府楼柯前来抢夺秦羽，二哥被藤山杀了，七弟受了点伤，好在当即服下了藏宝阁炼制的玉心丸，恢复了伤势。你就是秦羽，当初若是杀了你，二哥根本不会死。喂，是他自己功力不济被暗算，关我何事啊？那我就先拿你来祭奠我二哥！要他死！要他死！要他死！青羽，玉剑在哪儿？还有，是谁杀了我八弟狄童？这些事情我本来不知道，是师尊告诉我才知道的。那日，八殿下在地下古墓群击败扎红，夺取了扎红手中的第8把玉剑。没想到，突然有一实力高强的神秘人偷袭八殿下，当场将他杀死，夺了玉剑。不过，至于这神秘人是谁，师尊他倒是没有告诉我。一派胡言！怎么突然冒出个师尊？笑话！你以为我会信你这莫须有的师尊？哼，师尊神勇广大，只是对我点拨一二，就让我实力大增，夺了赤血洞府。而他老人家也早就料到有玉剑藏于赤血洞府，定会引起争夺。只是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狄童扎红争夺这么激烈，最后却被神秘人得了手。若真如你所说，你师尊既然知道玉剑秘密，为何不自己出手夺了玉剑？我看这个神秘人就是你师尊。我师尊是何等人物？他老人家才看不上那个小小的仙府，他最在乎的就是我这个徒弟。老刘，你立刻把秦羽押到乾坤殿，另外去宣惊蛰进殿。惊蛰要吞噬记忆的功法，这小子说话是真是假，一查便知。六殿下，关门。喂，青龙宫和碧水府已经知道玉剑的下落，你们关着我，麻烦只会越来越大。秦羽，别说大话了。无论如何，你是出不去了。恭送六殿下。大哥，那秦羽若是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师尊，那该如何？海底若真有这样的高手，你我会不知？若不是海底的，秦羽口中师尊若是暴乱星海来的人，那就麻烦了。怕什么？咱们九煞殿杀个秦羽，还需要畏畏缩缩、瞻前顾后吗？
就算是真的，让他打上门就是了。秦羽来历确实有诸多可疑，不过眼下麻烦还有青龙宫和碧水府那2个老东西。先等惊蛰来吧。大哥，惊蛰已到洞外。好，你不好，有人坏我九煞殿根基。老五、老六、老九，跟我来！其余兄弟，严查各处要塞。逃出乾坤殿，乾坤殿守卫里肯定有青龙宫和碧水府的内应，让我去查一下。已经断了3根锁链，藏宝阁有坍塌的风险。我和六弟先设法稳住藏宝阁，老九去抓晴雨，不要再让他破坏锁链了。青龙公主命我来救你。这藏宝阁我要定了，紫煞蛟龙有本事来追我！不好，要是锁链都断了的话，藏宝阁就保不住了。大哥六弟，我一人勉强撑住藏宝阁，你2人去抓秦羽，他太狡猾了，恐怕九弟一人难以应付。拦住他！论身法速度，你们可拦不住我。不好，藏宝阁要塌了，保护好剩余的锁链，别让他得手。
你们7条小虫，有本事就来追我！给我追！ 黑石海岛，见到岛上的人你就安全了。九煞殿、青龙宫、碧水府，你们个个费尽心机，无非都是为了一己私欲。既然如此，就该自食其果。怎么这么久还没到？你放心，我们2大势力联手，还拿不住一个秦羽。 西南方的黑石海岛，你速速赶来！怎么回事？好戏就要开场了。2位大人，助我击退这7条小虫，第8把御剑的下落和九煞殿藏宝阁，我双手奉上。叫你逃出九煞殿，你拿藏宝阁干什么？你诚心给我们惹麻烦！山楼柯，你们好大的胆子！我2弟的死还没找你们算账，竟还敢暗做手脚助秦羽逃跑！赶快让开！狄龙，你们要真想动手杀秦羽，以我们的实力哪能拦得住呀？不过，若是青龙公主和我家老祖因为得不到第8把御剑的下落而不高兴了，这后果……你敢威胁我们？秦羽害死2哥8弟，夺了藏宝阁，罪不可恕。他的命我们要定。哼！大哥，别管那么多了。楼柯和藤山都和2哥的死有关，他们和秦羽一个都不能放过。那青龙宫避水府之后，就算要发怒，我们兄弟7人齐力相抗，没什么好怕的。你们今天带不走秦羽，不过俗话说。打狗看主人，
我念在三眼和青龙的面上，暂且饶过你们2个，还不快滚！哼，秦羽，你笑什么？我笑你们窝囊。你们口口声声手足情深，为了报兄弟之仇，硬错杀3000也不放过1人。现在杀了嫡亲的人近在咫尺，你们却忌惮青龙宫和碧水府而不敢出手，真是欺软怕硬，贻笑大方啊！我看你们九煞殿以后还是叫九重殿吧。秦羽，你欺人太甚！抓住他！不能让九煞殿的人抓住秦羽。他们要带走秦羽，不能让他们得逞。想抓我，没那么容易。七弟，七弟，老去。大哥，这秦羽身法极快，还有藤山楼客干扰我们，不如布下天门阵去困住他。大六合天门阵，布阵。内三合，外三合，六合一统。我。水。滚。上。休想从我的掌心逃走！
哼，青羽，这大六合天门阵一旦结成，不仅是坚固难破，甚至连天地灵气都可以隔绝。你消耗了这么多体内能量，却无法补充，我看你能撑多久？我们兄弟9人若是聚齐组成大9合天门阵，威力更强。不过秦羽，就以你的实力，就是这大6合天门阵也破不开。别高兴得太早，谁胜谁负还未可知。嘿嘿，总算轮到俺出场了，可把俺逼坏了。哼哼。菲菲，我先随他们去九杀殿，你立刻将我持有御剑的消息散布出去，随后立刻绕道朝九杀殿赶去。我在九杀殿西南方的黑石海岛，你速速赶来。你们几个小虫都给俺听好了，快把这什么狗屁阵法撤了，放我大哥出来，不然我就让他魂飞魄散。我等紫煞蛟龙绝不会被你这毛猴威胁。老五，由不得你自爆。嘿嘿，你们要打，俺奉陪到底。真是可笑，5条紫煞蛟龙如此大费周章，却连个功力不到洞虚中期的小子都抓不到。谁说不是呢？真是看不下去了，噼里啪啦打了半天，吵得我头都疼了。总算来了。拜见公主。
你这猴子居然是个神兽啊！藤山，你们退下，此处由我和三眼亲自出面。是。什么这个猴子那个猴子的，本侯爷大名侯费，给俺记好了。你们是不是也想打架？来就别废话了。青龙公主，这是我们和秦羽的恩怨，不要多管闲事。把你的人带走，杀我二弟的仇，我们就一笔勾销。笑话，还说什么恩怨？无非是想要得到御剑下落。你们这帮小蛟龙，不过区区妖兽，能与我们并列海底3大势力已是天大的荣誉。如今你兄弟死了4个，怎么还敢和我谈条件？你这臭蛤蟆算是什么狗屁神兽？秦羽这笔仇我们算定了。你想多管闲事的话，我就让你陪秦羽一起去见阎王。祸从口出，当心你这张欠教训的臭嘴！刚才困于阵中，没法放开手脚。现在兄弟联手，终于能好好教训你们几条小虫了。大哥，来大闹一场！啊！呀！兄弟们，变成本体，杀他们！狂暴状态！就是狂暴状态，果然厉害。这个侯费的资质，竟能与我龙族最强的超级神兽五爪金龙匹敌。若是让他成长到我们这个境界，必定后患无穷。没错，绝不能留他，不能放任他的实力将来超过我三眼碧金蝉。唉，没法安心看戏了。动手吧！什么？秦羽，你可留，但侯费绝不能留。阴险！
我们一起。狒狒，你怎么了？大哥，我控制不住。狄龙，我知道你想要秦羽的命，是我们杀了后废，秦羽的命归你们。第8把御剑的下落，算我们3方共有。狒狒，狒狒，我是秦羽啊！大哥，不要，大哥！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但也千万不要过度隐忍，或是逞强独自承担一切。狒狒，大哥就是凭着信任，也不会再让他们伤你。受死！星辰领域，救星闪耀。竟然是瞬移，难道是隐世的四阶散仙？失算了，消息传出去了，动手太慢了。
仙，来人这气势，依我看是仙界的人。都怪你，杀什么猴子，耽误了大好时机。好强的功法，难道真的是秦羽说的师尊？多谢兰叔。世子，你咋才来呀？臭小子，行事还这么鲁莽！小青龙，小蛤蟆。啊，龙族阎王见过前辈。碧水府三眼见过前辈。不说过，关我越久，你们麻烦越大。你们重伤我的2位徒儿，险些要了他们的命。你们说，我该如何处置你们呢？前辈息怒，想杀秦羽和侯费兄弟的是九煞殿的几条小虫，我们其实是想出手救他们呀！你们2个老家伙！前辈，青龙所言极是啊。先前九煞殿将秦羽兄弟抓走，还是我们暗中派人将他救出来的。刚才我还故意破了九煞殿的大六合天门阵。若是我们有意要害秦羽和侯费2位兄弟，又何必要搞这些小动作呢？你们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我清楚得很。处心积虑争夺秦羽，还不就是为了先府御剑？不过，没想到你们不仅贪图御剑，还忌惮我徒神兽资质，出手重伤。至于你们九煞殿，更是为了得到御剑，视他人生命如刍狗，一路残暴弑杀。如此行径，你们还有辩解的吗？你们如此这般费尽心机，御剑却自始至终就在小雨手中，而且如今你们谁又敢动它？我们兄弟几人确实杀戮无数，但为了御剑，兽族兄弟也都接连殒命。如今技不如人，无法手刃仇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好，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们。前辈，修真世界故来弱肉强食，前辈杀我们自然也无可厚非。我只求前辈开恩，放我兄弟们一条生路，所有的罪责全由我一人承担。由你一人承担，荒唐！狄童死后，你们九煞殿便以怀疑为借口，接连滥杀无辜。如此行径，你如何能够承担？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当初狄童杀扎红抢御剑，确实是我做了螳螂捕蝉的红雀，最终拿到了御剑。我等兄弟争夺御剑，也是为了有朝一日9人一同飞升。如今兄弟死伤大半，我作为大哥，不惜一切也要保下剩下的其他兄弟。你们虽然残暴可恶，可如今也死伤惨重，付出了代价。兰叔，如若再犯，定斩不饶。
青玉兄弟以德报怨，胸怀宽广，在下实在钦佩不已。狄龙，多谢青玉兄弟。青玉兄弟，以你的领导才能，手底下只有一个赤血洞府，实在不符合你的身份。这样，赤血洞府西边有我青龙宫黑霄6日2大洞府，就交给青玉兄弟了。赤血洞府东边，我碧水府麾下城赤血雨2大洞府也交给青玉兄弟了。我九煞殿麾下的芒角扶风洞府离赤血洞府最近，都交给青玉兄弟了。安叔，今日能有此番结果，全靠您的力量。若是仅以我自身实力，恐怕……小雨，你跟我来。糟了，4阶散仙才有的瞬移能力，这前辈竟能一次带2个人，恐怕实力早已远超4阶散仙。现如今有如此变故，我要马上回去禀明长老。黑石岛一战，一定很快就会传到蓬莱仙域和紫焰魔域。看来海外修真界要变天了。安叔，您究竟达到什么境界了？小雨，你就暂且将我当做一个散仙高手吧。宇宙天地，天道难寻，有许多你想不到的千奇百怪，并非如那些修真书籍所说的那么循规蹈矩。所谓强者如云，人外有人，很多修真界的奥秘，你以后会慢慢发现的。你手中那把玉剑，无论修仙者、修妖者，还是修魔者，都为之狂热，甚至不惜拼死相争。可是它最后还是到了你的手里。究其根源，并非是我帮了你，而是因为得到它就是你的命。我可以去追寻仙府吗？当然。不过，你既然想拥有这玉剑去追寻仙府，便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考验。在暴乱星海之南的腾龙大陆上，修仙者、修魔者宗派林立，散仙高手无数，个个都觊觎仙府。你必须对他们保持警惕。除了散仙的威胁，你可能还要面对暴乱星海的复杂环境。暴乱星海的天地灵气异常狂暴，无数凶兽和散仙高手层出不穷。凶兽灵智极低，只修内丹不化人形，但却无比强悍，有些甚至能与神兽匹敌。而那些在暴乱星海闯荡、脾气古怪的散仙高手，要比腾龙大陆的修真高手还要危险，有些甚至功力已经达到了12级。小雨啊，外在的困难随着功法的提升，自然会迎刃而解；而内在的困难，无论是何境界，却始终有人无法跨越。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兰叔，狄龙一行人为夺玉剑修炼，不惜滥杀无辜，更信誓旦旦说这是修真界的常识。如此自私残暴的行为，我不愿接受。父亲教导我，秦家男儿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勿要畏首畏尾。我相信，凭借自身的努力，踏实修炼，也一定能在这修真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孺子可教。小雨，修真界之上还有所谓的仙界，眼光要放长远。你所修功法极为特殊，只要持之以恒，恐怕连我都难以判定你将来成就。如今你已有一把玉剑，不必心急，待9剑聚齐之时，仙府之路自会出现。新的一步就从这里开始。俺在哪儿？
小雨，你选择的道路必定充满坎坷，你自然也会在这条道路上遇到无数的困难。即便如此，你也要始终怀抱初心，坚持走下去，努力修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强大的修真者，遨游于宇宙天际。这周天星辰大阵是我送给你的开阁之礼，不仅在阵内能聚集天地灵气、星辰光华，阵外更有强力屏障，永不受外来打扰。这里新的名字就叫做星辰阁。大哥，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地盘了。近来海底世界的修妖者都对咱们的星辰阁仰慕不已，我趁机招揽了不少厉害的伙伴。做得好，这位是？啊，颜蕊是我在外闯荡时的相识，来历可靠，实力已是洞虚后期，是8位新护法中最强。首席可以由他来担任，护卫队通通交由他管理。看来小黑你在外也遇到了不少事啊。既然是你认定的人，我相信他。谢两位阁主，属下定当竭尽全力。既然护卫队已经有人管理了，这个总管一职交给庄中最合适不过了。谢阁主，属下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没劲，没劲，没劲！大哥，自从建好了这星辰阁，啥事儿俺都插不上手，还不如这个杂毛鸟管得多。俺这个二阁主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俺不服！狒狒，你实力是强，这次九煞殿危机也多亏了你。不过论到处理星辰阁的事务，小黑还是比你细心多了。还是大哥了解我，我自小跟着大哥，我们之间的默契，不是你这个半路冒出来的猴子能比的。再有默契，杂毛鸟终究是杂毛鸟，真要有事儿，还是要靠本侯爷出手。我在这周天星辰大阵中修炼，已经到达元婴后期了，你我实力相当，你不服，我们就来比试一下。三兄弟可真热闹啊！狒狒，兰叔一直教导你要修身养性，你要是控制不住脾气啊，兰叔他可是会让你回竹院的哦。别，俺错了，俺和小黑闹着玩呢。小黑啊，既然你已经是3阁主了，就有点气魄，别和狒狒一般见识了，啊？想去那里看看吗？这里的感觉很温馨，和星辰阁其他地方不一样。祈雨。是啊，你喜欢吗？这里比我童年生活的地方要自在快活得多。我其实是乾隆大陆。大哥，青龙公主他们来了。
青玉阁主，恭喜啊！青玉阁主，恭喜！青玉阁主，恭喜！青玉道友，我等代表蓬莱仙域特来恭贺星辰阁开阁。我乃清虚观大长老延续真人，这位是紫阳门火田真人，这位是蓝阳门狄风真人。多谢。啊，此处当真是福地呀！老朽都从未欣赏过如星辰阁这般仙家美景。就连远在腾龙大陆，我清虚观的本家都远不及这里呀，不像那些修妖者和修魔者。延续，你们修仙者都习惯背地里说人坏话吗？紫焰魔域伊达，恭祝星辰阁开阁。炎魔门弟子焦九，音乐宫弟子司徒显。哼，一个无门无派的毛头小子，竟能代表整个紫焰魔域说话，看来修魔者真是后继无人了。诸位，多谢你们前来祝贺，那我也该尽下地主之谊，各位里面请。庄中。备酒席。是。是啊，大家都是来为秦羽阁主庆贺的，别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嘛！进去一起喝两杯。来，青玉阁主，咱们来喝一杯。啊！哎，光喝酒多没意思。青玉兄弟，这位伊达兄弟有个外号叫紫发玉王，你猜猜他这外号是怎么来的？你要猜对了，我自罚3杯。既然伊达兄是紫焰魔域的第一人，自然是玉王。他又是紫发，所以叫紫发玉王。这当初焦九司徒血争夺紫焰魔域第一人的位置，结果这个无门无派的伊达直接抓了焦九和司徒血，封了他们功力，关了他们整整3年后，伊达才问他们是否承认他是紫焰魔域第一人，所以他被称为紫发玉王。青龙，你每次都拿我开涮。我不善和别人说废话，封了功力关上几年，单单是寂寞都会让人发狂。到时候我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场面话就不必来来回回了。各位相聚于此的目的，想必都是相同的。我就直说了。还请各位把玉剑借我一用。果然，你们是为了9剑仙府来的。我就直说了。还请各位把玉剑借我一用。延续，你这老糊涂是不是疯了？玉剑可是能随便借给你的。荒唐！哎呀！凭什么给你玉剑？伊达，你赔我衣服！哎，有话好好说嘛！哎，嘿嘿。
大家稍安勿躁，真要动手，先听我说完也不迟。我知道这仙府宝藏各位都有所求，不过如今8剑虽然聚齐，可唯有第9把剑依然音讯全无。我之所以向各位借玉剑，其实就是为了探索这第9把剑的下落。莫非真人有秘法，可利用这8把玉剑去搜寻第9把？不愧是秦羽阁主，正说到点子上。将8剑集于我手，我便可用秘法找到第9剑的位置。到时我们几人共取9剑，同享仙府，岂不是得偿所愿？共取9剑，同享仙府，真有这么简单？在座的都是高手，我若这么轻易地将玉剑交给你，难免会担心日后事情有变。你背后有师尊，有谁敢动你？青玉兄弟，你大可放心，即便是众高手在场，也不会有人胆敢与你为敌。若真有不长眼的，我必定站在你这边。我此举也只为齐力寻找玉剑，谁要敢生事端，我延续第1个不饶。哼！好。秘法施展成功，8把玉剑将会朝第9把玉剑所在飞去，一定要跟紧了。狒狒、小黑，你们随我一同去找第9把玉剑，星辰阁暂交给庄中管理。丽儿，寻找第9把玉剑，路途必然艰险。我不想让你受累，你就留在星辰阁吧。可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丽儿，我担心你金丹期飞行速度跟不上御剑呢。你照顾好我不就行了？那我们走。嘿嘿，快点儿！丽儿，你御空飞行的速度竟然比得上我们御剑飞行。丽儿姐姐，你竟然还有这本事！秦羽兄弟，你的星辰阁当真是卧虎藏龙啊！不仅有这2位神兽，还有这位姑娘，金丹期竟有如此速度，真是闻所未闻。
大哥，快看！大哥，乌江。为啥看到这乌江，你们这么激动啊？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和小黑曾经还在这乌江上有过一战呢。哈哈哈哈！秦羽兄弟，想不到你竟是人类。以一个人类之躯，竟敢到修妖者的世界闯荡，佩服。要是俺在场，肯定比你管用的多。哼！秦羽阁主原本面貌也是玉树临风啊。这玉剑竟是在洪荒！不好，快收起玉剑！小黑，我们还在这里遭遇过龙岩石和红鸾，但现在却不见他们的踪影。洪荒中有股神秘的力量扰乱了我的秘法，看来第9把玉剑的具体位置只能多费些时日，慢慢用灵石搜索了。真是靠不住，搞了半天还要自己找，这鬼地方蹊跷诡异，要找到什么时候啊？洪荒危机四伏。看来凭我们几个确实有些勉强了。行了，老家伙磨磨唧唧的，废话少说，赶紧调集人马来找就是。我清虚观下属朝阳宗的少主东方玉，在乾隆大陆明王朝搭建了一处仙境，名为众仙域。各位若不嫌弃，就随我一同前去，大家在消息和人手上互通有无，也好有个照应，如何？说是招待，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动向吧？你们过家家吧，我自会找到落脚之处。邪魔歪道，目光浅薄，敢轻视洪荒凶险。玉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不如你们就先随我一同回家吧。嘿嘿，好啊！俺要看看那些凡人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各位，我本是乾隆大陆生人，自有去处，就先一步告辞了。嘿嘿。既然来了这么多找玉剑，来得正好，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破得了这仙人留下的宝洞。不过，有道是来了即是客，我们得准备点见面礼才是。这里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切都没有变，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
我父亲曾是楚王朝的王爷，一心想要实现宏图，对我这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儿子并不关注，所以他把我送到了这里，希望我过平凡快乐的生活。但我想为他做些有用的事，所以我在这里苦练，一步步成为一个修真者。那时，有赵云新师傅，有莲颜爷爷，还有小黑陪着我。虽然与父亲相隔两地，但也是段自由畅快的日子。我现在明白，为何当初星辰阁的长廊要建成那个样子了。你和我从小所见的那些人都不一样。丽儿，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的童年和你很像，父亲事务缠身，我几乎见不到他。为了亲近他，我也曾努力地去帮他。可是，后来发生了一场变故，真的让我厌倦了，所以我就和兰叔离开了。曾经，我觉得父亲刻意在疏远我，所以我更加努力苦练，终于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后来，我才明白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是有苦衷的，总有一天，你们会相互理解的。走吧，我们去延京城。这段时间，我军加强了防守。报告陛下，将军，上算安妮，三殿下回来了。你们刚刚去哪儿了？你这杂毛鹰，给我站住！是三殿下，三殿下，三殿下回来了，三殿下回来了，三殿下。嘿，嘿嘿，嚯！小雨，小雨，小雨，大哥哥！哎呀，好久不见了，二哥，小雨，你终于回来了，我跟大哥都很想你啊。对。你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呀！哎呀，啊，大壮哥，我好想你们呀！小雨，你回来的太突然了，还好云雾山庄的守卫在城外看到了你，早早的通报，我们这才匆忙的准备了一下。大哥，二哥，你们做皇帝做将军，行事可威风了，以后啊不必对我这么隆重，只要家人团聚就足够了。啊，父王在哪里？我等不及想见他了。啊，不巧。父王和风伯伯现在正在闭关的关键时期，暂时还不能露面。闭关？雨哥哥，小雨，雨哥哥，小洛，铁山，哎，铁山如今是苏岩城的统领，小鹿啊，他是刻苦修炼，现在都已经是先天中期了。他们为了见你，可是专程从苏岩城赶过来的。你们都大变样了，哪有你变化大呀？我现在练兵，那些个小娃娃可都梦想着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传奇呢。雨哥哥，哦，这位是嫂嫂。哦，丽儿是我师妹，还不是。对了，这些年父王可好？还有赵云新师傅呢。
赵将军啊，哦，最近乌江决堤，赵将军正组织抗灾呢，暂时赶不回来。决堤？乌江根本没有决堤啊！小雨，你不在的日子，家里可是大变样了。他娶了老婆，膝下还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可是快活啊！要说快活，谁能比得上你？小雨，你大哥呀，娶了个舞痴老婆柳烟云，把他管得那叫一个服帖呀。话说，你走了这么多年，看起来一点也没变啊。小黑，自从上次港口送别，你的实力也增进了不少吧？俺叫侯费，秦羽是俺大哥。你们实力太差，不过既然是俺大哥的兄弟，好吧，就勉强认你们做兄弟了。铁山，乌江几时决堤的？小雨，你难得回来，就别操心了。宴席已经摆好了，今晚我们把酒言欢，不醉不归。对。大哥二哥，乌江根本没有决堤，你们在隐瞒些什么？父王和赵云兴师傅到底在哪儿？小雨。小雨回来了，你当真不见他？不能见。以雨儿的性格，若是知道了真相，他会不顾一切地杀到明王朝去。和明王朝一战，东方玉断了我们一臂，这事儿瞒不了一辈子。更何况，小雨要是知道赵云兴死了，父王，这些事你怎么能瞒着我？每次问起父王，大哥二哥就闪烁其词，我就知道这其中有隐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事的，玉儿，不过是和明王朝朝阳宗有点摩擦。况且，我们可是在东方玉那等元婴中期的上仙面前保住了一条命呢。不过是断了条手臂，我还挥得动剑。玉儿。你在外没受什么伤，太好了。朝阳宗，东方玉，战场上生死由命，强者至上，我输得心服口服。玉儿，你不要为了替我争这口气，冲动的去招惹东方玉，我不希望你受伤。东方玉是朝阳宗少主，宗派弟子多达数千人，是100万里内第一修仙者宗派，人多势众，不可与他们硬拼呢。强者至上。强者就可以胡作非为，欺凌弱小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东方玉不懂这个道理，我就教训到让他明白。小雨，不要！慢着，这气息，有大批高手来了。如此多数量的修妖者，怎么回事？难道是海底修妖界的大人物？不会是找雨儿的吧？雨儿会不会有危险？奉阁主之命前来保护秦家。这阁主是秦羽。
深入洪荒200万里，我们各方人马不断遭受袭击，结果你说的办法就是这个，派这些不中用的去找御剑，简直就是浪费时间。青龙，我们越是深入洪荒，妖兽就越是多，他们一定是在保护什么，必须查到底。朝阳宗扎根乾隆大陆，对洪荒更为了解，此番前去定能有所斩获。东方念，等你们传回御剑的消息，就随我一同前往蓬莱仙域。啊，多谢真人，让我们父子得偿所愿。谢真人，在下愿为真人赴汤蹈火。我早就受够了乾隆大陆这群无知窝囊的凡人，等我入了蓬莱，杀他们就是弹指一挥间。玉儿，东方玉，速速现身！秦羽阁主，秦羽阁主为何对你如此恼怒？真人，在下对这位秦羽阁主不甚了解，冒昧问一句，他是什么来头，出身何方啊？秦羽阁主是海底修妖界星辰阁的阁主，是我九剑联盟的盟友。至于出身，他倒是乾隆大陆生人。莫非秦羽阁主与祖龙朝秦德是一家？怎么，你儿和秦羽阁主真有过节？东方玉，你伤我父王和风伯伯，杀我恩师赵云星，这笔账我今天给你好好算算。就是他们伤害秦家，大哥，我们来帮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在夜中放声长啸，惊动的星光。他相信只要歌声嘹亮，传来回响。上穷碧落下黄泉，翱翔九天跃龙门。星辰闪耀却在远方，只有那静静我在大丈夫当如是也。力量，迷雾总有花开放，像一轮朝阳。快！秦羽阁主饶命啊！我们实在不知秦德是您父亲，赵云星是您恩师，是我们是万万不敢与之为敌的。可是，如今我儿已经为九剑同盟承担了探寻九剑的任务，对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还请您大人有大量，以大局为重。好一个以大局为重！难道我父王和风伯伯的手臂，还有我恩师赵云星的命，就这么算了吗？啊，秦羽阁主，这真是个误会啊！你也知道，这修真界本就是强者为尊。哎，我好歹为秦德和风玉子留了2条命，您看在延续真人的面子上，过去的恩怨就这么算了吧。
这一拳是我师父赵云星的，这一拳是风伯伯的。这一拳是我父王的。玉儿知错了，求青玉阁主网开一面呐！恃强凌弱，残暴无情，你们这样的人存在一天，乾隆大陆就永无宁日。青玉阁主不可再动手，否则就是触犯人仙殊途。秦羽兄弟，杀个蝼蚁而已，不要误了大事。不如我们就一起封了他们的元婴，废了朝阳宗，永绝后患。秦羽阁主，东方玉自作孽不可活，但你若听了这青龙的话，废了朝阳宗，是会触犯了人仙殊途的规则。啥？人仙殊途？什么玩意儿？傲乱星海的散仙们曾经定下修真者不能干涉凡人王朝争斗的规则，你的介入已经导致朝阳宗一派遭受重创，影响了赤乌朝同祖龙朝的争霸局势。若是将他们赶尽杀绝，怕也会招惹散仙高手，对秦家不利。上！我星辰阁不做赶尽杀绝之事。不过，若你朝阳宗再敢仗势欺人，休怪我无情。秦羽阁主果真是宽宏大量，还不谢过秦羽阁主不杀之恩。谢秦羽阁主不杀之恩，我等发誓，绝不再与秦家为敌。我的哼，大哥，为啥要听那个老头的？那些散仙有什么可怕的？要俺说，就该把朝阳宗那群砸碎。多嘴！若是杀了他们，大哥岂不变成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宇哥哥，你看，你的手臂，这多亏了丽儿姐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入修仙之道数百年，却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治疗之法，妙，太妙了。丽儿姑娘，这实在是……秦叔叔，虽说这手臂已经完好无损的回来了，但终究不是您原生的肢体，
要想运用自如，还需多多保养，勤加练习。丽儿，谢谢你。小月，你还记得这棵树吗？这是孩儿还小时与父王一起种下的。玉儿，你虽身为皇室，却为修炼一路走来鲜有人关心，已吃过太多苦头。自你离开乾隆大陆之后，更经历着连为父都无法想象的困难。父王，东方玉之事，本是为父能力不济所致，怕你担心，本想一直隐瞒下去。然而到头来，又是你帮为父出头，为父真是不知该怎么面对你。父王，在外面的日子虽然遭遇无数艰难困境，但每当我想起这个家，却又能获得数不尽的力量。您的存在已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就让我来保护秦家吧。秦羽兄弟，速速赶来洪荒。父王，我得走了。我留了些许修妖者，暗中保护秦家，不会打扰你们，大可放心。秦叔叔，不必担心，秦羽他在外闯荡久了，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没想到，竟长成了这般参天的大树。整整10年，六方势力都调动了过万的人马，在洪荒中仔仔细细、慢慢吞吞地搜索。因为要深入的搜索，速度自然慢。不过10年功夫，搜索的面积早就深入到100万里之内。看什么看？几年不见，侯爷我已经度过6、9天劫了，是不是很威武霸气呀？切，你度过天劫，怎么外形没太大变化呀？我哪知道？各位前辈，可是找到了玉剑？找是找到了，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马不约而同地被妖兽引到了洞前，然后那些引我们到洞前的妖兽，刹那间都消失了。那洞中散发着御剑的气息，御剑绝对就在里面。可突然间，我们的人马遭到了埋伏。神秘的妖兽袭击了一次之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了。于是我们就派了残余人马下去投石问路，但是一个都没有回来。传讯令在洞中不管用，先下去的那些家伙根本不知死活。这一看就是陷阱，要我说就赶紧走。真没想到，你们还会把剩下的人派下去送死。现在怎么办？难不成还自己去？此事确实谨慎为好。找到第9把御剑固然重要，但是保住我们手中的御剑是最基本的。既然有人邀请，那岂有不下去一说？大哥，俺跟着你。你们下去之后跟紧点。是。小心点。哎，这洞又黑又脏，实在配不上我的身份。怕了就直说怕了，
装什么装？没有我，你也就只能看到10几米远，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嘿嘿，这有什么？俺看到的比你更远。啊！你离我还近，小心！是岩浆，快跑！底部有一个黑色池子，闪开！他们果然都死了。这洞中非比寻常，大家保持警惕。要是走了神，死了可怨不得谁。我就不该和你们一起下来，这就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想出去只能往前走。大哥，你在想什么？小心！这巨石是一张巨大的符篆，一起攻击符篆！好！九死一生，非生即死。仅凭文字的气势就能让我等受伤，而且功力越高者受影响越大，功力弱的反而不受影响。留下这文字的实力至少达到金仙，甚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我的命可比这狗皮玉剑宝贵多了，我才不信这什么仙人留下的字。哼，我就在这儿静静修炼，等着99重劫劈开这里，倒还为我渡劫省事儿呢。要解开这个难题，我倒有个办法。若是有效，这第9把玉剑得归我所有。你先说来听听。你急着送死，我不反对。我们选出9人，将灵魂玉剑交给我们，然后让他们分别跳入9个通道，不就清楚哪条是生路了？而这9位的人选就在这里。各位道友，为了蓬莱仙域，
若是得了御剑，我必善待诸位的门派师兄弟。且慢，我等甘愿领命。这条是生路。这9人都死了，难道每条都是死路？这不可能啊！既然御剑藏于幽深之洞深处，那么御剑所在就一定是生路。延续真人，上次你使用的秘法寻找第9把御剑不成，这次再试试看。之前御剑指引到洪荒，就因为神秘力量干扰而失效了。谁知道这次管不管用？现在没有退路，必须做出选择。既然想得到御剑，又怎能在此畏手畏脚？狒狒，小黑，我们走。哼，又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不好，御剑留下！大哥，小心点，这通道没这么简单。地底烟火，小心！秦羽，你害死我们了！完了！龙岩石和红鸾，你们终于来了。我就是第9把御剑的拥有者，洪荒外围的掌控者，炎墨。炎墨，你说你是第9把御剑的拥有者，御剑呢？好玩，好玩，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好玩了。炎墨，在我等面前还用幻术，太自欺欺人了吧！
哦，阎郎，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竟然是空明中期的黑龙，在龙族中的地位可是比青龙要高。哼，归根到底，这第9把玉剑还是落到了龙族手中。青龙，恭喜呀！龙族，哼，与我何干？现在洪荒才是我的天地。叶墨，你一路将我们引导至此，想必也是因为9剑仙符吧？不愧是星辰阁阁主，秦羽兄弟果然如我掌握的情报一样机密过人。既然你们也通过了仙人设下的考验来到这里，那我们就坐下，好好谈谈9剑仙符之事。既然要和我们共谋仙符，那为何杀我手下人马？手下？你说的是这种废物吗？这洞穴本是仙人所立，我早先冲破了仙人设下的机关，好不容易才拿到玉剑，掌握了自由出入死之通道的能力。本想等你们踏入死之通道，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夺了玉剑，独享仙符。唉，没想到你们竟然找到了生之通道。哼，想杀我们夺了玉剑，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出来，看来我们被小瞧了呀。9剑仙符乃仙人所立，自是有实力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没有实力的废物，自是应该被淘汰。不过既然你们侥幸没死，我就姑且认可你们的实力，大家一起谈合作了。谁知道你会不会背地里捅刀子？杀了他，夺玉剑！叶大说的没错，趁现在杀了他，以绝后患。你算什么东西？区区几条小虫，认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各位不要忘了，我研墨可是这洪荒外围的掌控者。既然你们要与我拼个你死我活，那就不要怪我把这玉剑交给洪荒内围掌控者。到时候牵扯出大成器的神兽出手，怕是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既然都是为9剑仙符，那多一人也没什么。再说研墨兄既然已经提出合作，怕是也不想把玉剑让给其他人吧？秦羽兄弟说的对，我没意见。好。既然联盟已成，那就赶紧用9剑做法，找出仙符位置。紫焰魔域2把，蓬莱仙域1把，碧水府1把，青龙宫2把，九煞殿1把，星辰阁1把。兄弟，你们都看见了吗？飞升妖界指日可待。快通知9弟，与我们会合。
人在暴乱星海。万一在那鬼地方碰上功力强劲的凶兽，我们不就完了？仙府离金木岛不远，而金木岛就在暴乱星海边缘，碰不上什么有威胁的凶兽。为了久建仙府，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仙府危机四伏，带大队人马进去反而碍手碍脚，我们还是带个别高手为好。你们觉得具体几人比较公平呢？按照拥有御剑的数量决定，拥有1把御剑就去1人，有2把就去2人，如何？我蓬莱仙域不过1把御剑，但火田真人和狄风真人可是因御剑而牺牲了。若是紫阳门和蓝阳门被排挤在仙府外，我如何服众？拥有1把御剑，必须去3人。你怎么服众关我屁事？我看你是想借着人多势众抢宝贝吧？你不如大家各退一步，拥有1把御剑去2人，如何？我没意见。我蓬莱仙域也答应了。秦羽，你星辰阁高手就那么2、3个，去几人不在乎，却想要以此来束缚我等，也太阴险了。哼，狄龙，你无端污蔑俺大哥作甚？真当俺大哥好言好语好欺负啊？哎呀，这可有点麻烦了。小雪、龙岩、红鸾都想去呢。研墨前辈也觉得不妥，你们还有什么话说？1把御剑得去4个人，我9大哥，也得去。还商量什么？这不就行了？我有了2把御剑，按照规则可以去4人了。研墨，你……我没有破坏定下的规则吧？也没说不能抢御剑呢。你们至于一个个杀气腾腾地看着我？研墨，你变了！你无端杀死盟友，叫我们如何信任你？哼，所谓盟友，该是有同等实力的人物。九煞殿这几条废物小虫，配得上盟友2字？你们5方势力，要么自身实力过硬，要么背后有了不得的势力。我岂有胆子对你们下手？这3只小虫实力平平，凭什么与我分享仙府？我就奇怪了，你们为何不早早灭了九煞殿，夺御剑，反而最后便宜了我呢？九煞殿本就是我青龙宫和碧水府之间为了达到平衡而产生的，如今这般局势，确实不需要他们了。对了，既然如此，我干脆这就派人去攻下九煞殿。三爷，看你急的。秦羽兄弟，你何不也顺势而为？不然宝贝可就都没了。我对趁火打劫的事不感兴趣。九煞殿8个兄弟都死了，仅剩一个狄奈，不会善罢甘休的。狄奈那个疯子冲动偏执，无论如何他都会认为错在你哦。以狄奈的实力，虽然奈何不了我，可我担心他从狄龙口中得知了我出身乾隆大陆，转而伤害我的家人。事态紧急，我得先回家看看。是我杀了狄龙3人，后果我来承担。况且我听说你身后有一位高手，怕是狄奈也不敢冒犯。这是我自己的家事，与我师尊无关，也不劳言莫兄费心了。大哥，那我们立刻出发。哎。秦玉阁主要处理家事，正好红鸾和龙岩要渡6、9天劫了。乾隆大陆距离那金木岛路途漫长，即便是我等功力，也要耗上1年半载。不如先做好充分准备，3年后
再在金木岛会合。3年后，我在金木岛等你们。3年没问题。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如何。小雨，父王，你回来了。雨儿，你们没事就好。玉儿，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在寻找九剑时出了意外，曾与我结怨的仇家，极有可能因此找上门来。小雨，你会不会有危险？他伤不到我，可我担心他会来伤害你们。怎么会？怪我先前行事鲁莽，去找东方玉时，暴露了自己是左龙朝皇族的身份，让狄奈知道了你们的存在。玉儿，这不是你的错。偏偏我和小黑就要渡69天劫，没办法时刻陪在你们身边。虽说狒狒早就渡过69天劫，能够保护亲家，可若还是被他钻了空子，威胁到你们的性命，玉儿，别什么都自己扛，咱们秦家也不是好惹的。父王，我的仇家可是洞虚期的修妖者，你们以凡人之身对付他，太过危险了。我们虽然实力不足，可我们对岩京城了如指掌，有我们的智略，再加上你星辰阁的实力，何惧他人？我们能为你分担些，你也能安心准备渡劫。就是，咱们秦家男儿顶天立地，任谁来也不怕。小雨，我们秦家男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想当年，我们9兄弟纵横海底修妖界，那是何等风光！而如今，环顾八方世界，却再无一兄弟。雄踞一方的九煞殿，竟也被青龙宫、碧水府这些混账抢掠。这一切都是从秦羽杀了8个开始，接着哥哥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当初你们忌惮秦羽的师尊，顾及兄弟彼此的性命，不敢出手，直到如今留我一人。没想到兄弟之仇未报，我便心如刀割。如今你们也不在了，我无所畏惧。秦羽，你死期到了。我狄乃对天发誓，杀兄之仇，定要秦羽以命来还。如若放弃，天打雷劈，魂飞魄散。
朝皇子，我等即便杀不掉秦羽，也绝不能放过他秦家人。叶袭，给我召集剩余人马，把九杀殿烧个干净！我们去乾隆大怒！遵命。这是第4道天雷了，小黑应付得很轻松。可是，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到了最后一道天雷，怎么结云还会再次聚集雷电之力，增加能量？小黑，全力以赴，不然小心魂飞魄散。大哥，我成功了！小黑，太好了！你可吓死我了！没想到那6、9天劫的最后一道天雷，威力竟然会突然增加数倍。6、9天劫确实无比凶险，必须专心应对。若是遭遇他人干扰渡劫，恐怕是凶多吉少。秦羽大哥，如果我用族中秘法算得不错，你以后渡劫时天劫威力也将极大，望你小心。大哥，九杀殿的这些老鼠实在太狡猾了，他们冲击城门引起恐慌，同时散妖从河道海港上岸突袭，混进城内。这些混进来的家伙拿着星辰阁的玉牌，太难分辨了。哎，大哥，这可怎么办呢？立刻清点所有在祖龙朝境内的星辰阁护卫，为他们更换新的身份玉牌。哦，严查城内任何修妖者。知道了。亲贼先擒王，看来要彻底解决这件事，就必须要引出敌人。
还在想怎么对付狄奈。我的心境到了空明中期，渡劫将近了。丽儿，我要把渡劫的消息泄露给狄奈。狄奈知道我渡劫，一定会来捣乱的。到时，我就同他决一死战。不行，你既然知道危险，还要冒险迎来狄奈。况且，我也提醒过你，即便你全力以赴对抗天劫，都不一定能安然归来，更别说有狄奈阻挠。如果我不这么做，秦家始终会受狄奈的威胁。别担心，我会让狒狒带人埋伏在暗处，狄奈伤不到我。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玉儿，父王。玉儿，如今你已经是名震一方的星辰阁阁主了，你面临的挑战，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是根本帮不上忙。利用69天劫引出狄奈决战，此事非同小可，你可想好了？我打破了人仙殊途的禁忌，泄露了我的凡人身份，这才害得你们面对狄奈的威胁。为了秦家安宁，我一定要除掉狄奈。秦家男儿当断则断，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为父当然支持你。但是，我希望你带上足够的人马，保护好自己。可是岩京城没有星辰阁保护，我不放心啊！不要小看你父王我，还有你的2个兄长。还有，你要记着，一旦渡劫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专注，切不可受情绪影响。雨儿啊，另外，为父还有一事要叮嘱你。父王，您说。那个女孩子的心情还是要照顾一下的。秦羽要在石鹤海岛渡劫，真是天助我也！殿下，渡劫一向是绝密之事，可是这消息来得如此简单，恐怕背后有诈。如今手足兄弟仅剩我孤身一人，都是拜秦羽所赐。血海深仇，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必须去。秦羽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如此修为，再放任他度过69天劫，我更难以杀他。而他若是渡劫失败了，我甚至连报仇的机会都没了。燕星会永远追随殿下。秦羽，好好尝尝我感受到的痛苦吧。大哥，丽儿姐姐她不肯出来，不过这是丽儿姐姐让俺给你的，俺还想要呢，丽儿姐姐都不给，原来是为你留的。小黑，秦家就交给你了。好，大哥，你专心渡劫，我和颜蕊不会让你的家人受一点伤害。
师尊所说的天雷炼体的效果。不过烈儿也曾说过，6九天劫可能会大出我的意料，还是小心为好。 3道天龙了，威力竟然还没有明显变化，而且敌难也还没有出现。岩晶城儿。 报告，城外。该死！趁着星城阁人马在保护阁主渡劫，九煞殿竟然来了这么多人。九煞殿虽是修妖者，但终究是余孽杂兵。 有你我在，还怕什么？好，既然如此，就让这帮臭鱼烂虾看看我们秦家的实力。秦家将士，誓死捍卫岩晶城！誓死捍卫岩晶城！誓死捍卫岩晶城！小黑，冯兄，这里交给你们了。严瑞护法，跟我一同去摸清城内情况。是。
我们就算胜不了修妖者，也得挡住他。快带人回去支援！大哥，俺答应了要护你安全，俺不走。哎，我是大哥，听我的，快回去支援！天明了，就快结束了。守住防线，不要松懈。是。打起精神！别想过啊！迪奈呢？迪奈并未现身呢。你不是该在石河海岛为雨儿护法吗？哎呀！上路了！我九煞殿今日落得如此田地，都是因为你。若不是靠着其他高手撑腰，就凭你这种蝼蚁一般的凡人，早该被我撕成碎片。荒唐！你九煞殿作恶多端，屠戮多少无辜，如今被各方强者欺压，海底势力还有谁愿意帮你？你还不明白，你们今天的结局本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住口！你以为我们兄弟是靠什么活在修真世界的？
本就是修真铁律。那些海底小小凡人跟我们争抢御剑，就是该死。连京城的那些凡人和你为伍，也都该死。现在轮到你了。 不过你要记着，一旦渡劫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专注，切不可受情绪影响。相信我，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不管是你还是天劫，都休想挡我的路！星辰领域。 星河洞。岩京城安全了，你在哪儿啊？这小小的天劫一定难不了你，大哥，你快出来呀！啊，大哥！太好了，太好了！大哥，俺就知道你没事儿。这次渡劫实在太过诡异，前5道天雷竟然都十分弱，能量完全聚集到第6道天雷，再加上敌奈元婴自爆，多亏了流星泪和烈儿给我的6元虚无阵护体，才让我在最后时刻突破功法，挺了过来。
丽儿，我回来了，谢谢你的法阵。青玉大哥，我知道这些话应该是你家人说，但是我必须说，渡劫极为重要，也极为危险，千万不能开玩笑。你要杀狄奈，也不能利用渡劫这个时机。你要知道，如果出现失误，你很可能就渡劫失败了。放心，我不会了。不会就好。兰叔，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恭喜你度过69天劫的。此次你的69天劫异常凶险，这绝非偶然，必然有特殊原因。将来99重劫也肯定不简单，望你小心。兰叔，我会牢记于心的。我知道，过段时间你便要前往暴乱星海，开启9剑仙府了。既然拥有一把御剑可以驱2人，我看就让丽儿和你一同前去吧。可是仙府凶险，我担心丽儿她。丽儿有法宝护体，只要不是天仙级别高手，便伤不了她。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即可。丽儿在你身边，对你此行也很有好处。我愿意去。人人垂涎的仙府至宝，探宝之路一定诸多危险。况且这次丽儿会与我一同前去，出发之前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到达星河前期后，御剑速度较从前大为长进。从岩京城出发到金木堂只需要半年，我还有时间炼制灵气。黑猿
秦羽大哥，你这灵气好神奇，我还未曾见过这类灵气呢。我管它叫黑猿，这是我用了上百块极品晶石炼制而成的，可以变换成各种形态。延续真人，你怎么独自前来？紫阳门和蓝阳门两派为了仅剩的一个入仙府的名额吵得不可开交，为了公平，就干脆都别来了。我们三人到了。严师还没有感应到69天劫，我就让他待在洪荒了。三眼，你的手下也没有跟来吗？研墨3人，青龙宫4人，紫夜魔域4人，星辰阁2人，蓬莱仙域1人。有我们这么多人在，通过暴乱星海绰绰有余。哎呀，赶紧出发吧！别高兴太早，暴乱星海凶兽众多，单个凶兽我们还可以轻松应对。如若遇到大乘期凶兽，甚至凶兽群，我们这些人也一样难以招架。关于怎么分配仙府的宝贝，我们要再做商量。如果宝贝数量正好是9的倍数，那就按照拥有玉剑的比例分配；但如果无法分配，那就各凭本事。哎，行了行了，赶紧出发。前面就是暴乱星海了。暴乱星海的天地灵气极其浑厚，是历练心性、淬炼功力精纯的好地方，颇受散仙、散妖和散魔的青睐。但越是深入，灵气也就越发暴乱。凶兽正是长期在如此环境下活动，才变得诡异残暴。大家必须守住灵台清明，急速飞行，尽全力赶往9剑仙府。切记，遇见凶兽别慌乱。保持清醒。真不愧是暴乱星海，心性不定的人恐怕根本无法在此地修炼。凶兽！
前期的凶手，也妄图挡我的路，找死！是凶兽群。这些凶兽是被血腥味吸引而来的。野墨，看看你干的好事。别跟紧我。你要小心。凶兽实力虽强，但终究智力低下，别恋战，快走！就快到了，监视住！还没找到，应该就在这附近呢。找到了，仙府就在前面，冲进仙府，这些凶兽就碰不到我们了。别抢逃！
受死！这个没脑子的凶手，都到大成期了，话还是说不利索。仙府就在眼前了。仙府呢？仙府究竟在哪儿？这……还有那么多大成期凶兽！你们要谁就去抢，杀！他们要把我们当宝贝来瓜分呢？那要看看他们有多少能耐。御剑是仙府的钥匙，快点拿出御剑，让九剑合一，找到仙府位置。这就是仙府，美，这仙府太美了。世间竟有此天工造物，美不胜收啊！我终于能得到仙府宝贝了。
哼，小小蛤蟆敢觊觎仙府，死有余辜。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腾龙大陆这些高手还是来了。这位就是星辰阁的人吧？竟然能受我一击不死。在下星辰阁阁主秦羽。这就是那位散仙赐予的护身法宝吧？至少是仙器级别的宝贝，果然了得。如此高手，是我等远远所不能及呀。炎魔门弟子娇九拜见师祖、师叔祖。音乐宫司徒血拜见霍兰、霍灿两位前辈。伊达见过二位前辈，前辈真是手眼通天，我还未派人邀请，就自己来了。哼，紫炎魔域的伊达小儿还是这么没教养，不懂礼数，欠教训。二弟，别跟着小娃计较。小女娃，你音乐宫号称千变魔女的妍姬娘娘，此次可否会来呀？娘娘事务缠身，特意派老朽前来仙府。你是？啊，这位乃是晚辈同门，性格孤僻，不善言辞，还请前辈见谅。慢点儿。来。小雪，红鸾，我是看在龙族的面子上，才留你这黑龙一命，最好给我老实待着。前辈，炎魔是我炎氏一族同辈，心性桀骜，还请二位不要同他计较。青龙，这3个空明前期的是哪里来的？啊，他们乃是我一直隐藏在宫中的副公主。此次既然要开启仙府，我青龙宫自然要拿出全部实力。哼，小辈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立刻开启仙府，只要你们愿意尊崇我等，仙宝少不了你们的。御剑留下！修魔者就是修魔者，魔性不改，竟然滥杀小辈。原来是红莲散仙月燕真人。只你一个区3阶散仙，竟敢对我们2人出手？谁说只有他一人了？我们蓝阳门和紫阳门的门人为寻玉剑而死，我们来分些仙宝，理所应当。我等也来了。啊！晚辈延续见过3位师叔祖。在下前虚，在下前明，在下前善。哼，2个3阶散仙，3个2阶散仙，你们修仙者的阵仗可真是大呀。不过，你们想赶走我们2个3阶散魔，恐怕没那么容易。这次冒险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高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这样下去，仙府宝贝就全要被散魔散仙夺走了。青玉大哥，放宽心，仙宝赐予有缘人，并非实力强就能得到的。况且，
暗兄，仙府就在眼前，何必大动干戈？还是进了仙府，各凭本事夺宝吧。开启仙府，诸位还是慢点，事情说好了再开不迟。否则仙府就永远不会开启了。一打，找死！要不是我们腾龙大陆各大门派不在乎紫焰魔域这个小地方，否则你这个无门无派的小辈怎么能得到如此地位？火灿，你可想好了？刹那间我就能废掉这2把御剑，到时候你们休想进仙府。你，邪魔歪道。秦羽，你师尊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先前锁定进仙府的规矩，不妨由你来说。前辈们，如果仙府宝贝少于9件，我们1件不要；若是多于9件，则按照9的倍数和持有御剑的比例进行分配。至于余下的宝贝，大家各凭能力。我师尊对仙府并无所求，只是为了让我和师妹前来历练。也就是说，若是多于9件仙宝，持御剑者都至少留有1份仙气。可以。还有一事，不得伤害我们的性命。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们岂会做这种事？行了，我们答应了，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赶快开启仙府吧。是在此地所能观察的距离，还不如目力所及。9剑仙府真是玄妙无比。丽儿，你发现什么了？有人在这里布下了一个非常玄奥的阵法，这才让我们没了方向。但是四处走走，说不定会有发现。迷幻魔镜，这是和洪荒仙洞一样的字迹。恭喜你们进入青玉仙府，我乃这座仙府的主人逆阳。此处为9剑仙府最外围的迷幻天境，我感觉称之为迷幻魔镜好一些。小心，守住灵台清明，不要被笛声影响。想要得到我的仙宝，就活着度过这迷幻魔境吧。当然，这由不得你们了。只要进入其中，生与死已然不是你们自己所能掌控的了。
为你们报仇！杀！淹没他竟然在笛声中分心杀人，看样子也已经入魔了。阿神，醒来！修魔者，杀！父王，青羽大哥，小雨，别发愣了，你父王要渡劫了。父王小心！不行，有种冲我来！父王，这不是真的，这都是幻觉。大哥，救我！小黑，我来保护你。大哥，你这个弱者！
别来添乱！心里失去一切的痛苦滋味吧，这就是你的宿命，你永远摆脱不了。弱者受死！刚才某人很丢脸哦，竟然还哭鼻子。方才受到笛声的影响，我看到父王和小黑斗。多亏你的琴声。迷幻魔镜靠笛声制造幻觉，为的是要测试我们的心性。心性越坚定，越容易脱困。青玉大哥，你太过重情，才会完全陷入心底深处。这不怪你。谢谢。青玉大哥，这研墨心性之坚定，竟然超乎我的想象。在这最后关头，还在努力抵制笛声诱惑，救了青龙。
是先人为师太过分，却让这笛声在最高亢之处停下，这是诚心在戏弄我们。这些散仙散魔竟都受了严重的内伤。按照常理，这笛声应该婉转徐徐停下，如他这般在最高亢之处停下，这些入魔之人肯定受了无以复加的重伤。恭喜你们通过了迷幻魔境。迷幻魔境可是我苦思冥想后创造的，想必你们之中也有人入魔，任由笛声控制吧。不过你们所在之地和死亡岩湖也有一段距离，你们可能跑到中途，笛声便会停止，那便算是你们的运气。运气有时候比实力更重要。九剑仙府是我逆阳当年收纳不少珍贵材料建造而成，其中的仙宝更是无比珍贵。不过，想要得到我的仙宝，实力、运气、勇气缺一不可。你们朝北方去，便能见到仙府的外殿了。至于你们能得到什么，就看各自造化了。这个逆阳仙人来路不明，该不会拿些破烂当宝贝糊弄我们吧？如此浓郁的园灵之气，这可真是仙家福地，能入此地实在是太幸运了。园灵石，品阶还都不低，在仙界都属珍品。这整座仙府都是由一颗巨大的园灵石所铸。这逆阳仙帝果然手笔不小。这位姑娘不仅连园灵石都知道，而且还熟悉仙界。我叔叔曾和我讲过这些，他还提醒过我，音乐宫阴盛阳衰，若是有男人代表音乐宫出现，要我务必小心，因为此人必定不阴不阳。星辰阁的散仙果然厉害。这些散仙散魔为了仙宝不顾身份，实在让人发笑。他们可要自讨没趣了。走，丽儿，我们去里面看看。是我们小瞧了逆阳仙人，这么珍贵的宫殿，岂能没有禁制防护？是我们心急了。这些花草总没问题吧？那些花草炼制而成的丹药，药效一定会大得惊人。什么狗屁仙人，也太小气了吧！桌凳不让搬，连花草都要用禁制保护。我们拼了命进来，弄点花草桌凳回去都不行。那两个小辈进正殿了，走，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镇府石碑，这怎么可能？镇府石碑。这镇府石碑究竟是什么？
我在音乐宫一部古老的手札之中，曾经见过关于这镇府石碑的秘密。镇府石碑一般乃是新界高手建造宫殿、控制仙府所用。闭嘴！若是有人一旦炼化了镇府石碑，这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整个仙府。敢跟我抢！没有实力的人听着，敢来抢镇府石碑者，杀无赦！延续，你也不准进来。是，师叔祖。镇府石碑虽然珍贵，可是如果没有性命，得到也没有。是啊，还是静观其变吧。只是当初在仙府之外的誓言以及承诺，估计都没用了。我们暂时先离开这里。丽儿，我清楚自身实力难以和散仙散魔正面对抗，可是我费了这么多心力，甚至还让你陪我身陷险境，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青羽大哥，乾隆大陆可有玉石矿脉？你问这个做什么？每一座玉石矿脉都有一颗玉石精魄，也就是玉石中最珍贵的玉晶。其实，园林石矿脉也是这样。你是说园林石矿脉也有精魄？方才你说这座仙府通体是由一颗巨大的园林石构成，那么仙府其中也必定有一块园林精魄。仙界有很多园林石构成的宫殿，而那些宫殿的核心并不是镇府石碑，而是园林精魄。镇府石碑炼制复杂，控制仙府的效果也远不如秘法炼制园林精魄来得好。我想逆阳仙帝是不会舍弃园林精魄不用，反而选择地裂的镇府石碑。这么说，镇府石碑根本就是个骗局，真正能控制仙府的园林精魄，还藏在宫殿之中。以逆阳仙人捉摸不定的性格，说不定镇府石碑和园林精魄，二者只能留其一。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赶在他们炼化镇府石碑前，炼化园林精魄。月夜、水龙，清虚关永远压你们一头，你们甘心吗？这是我们修仙者之间的事，不必你们操心。仙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入你们修魔的手里。大哥！二弟，快走！
你们给我等着，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血债血偿！你们放心，我谦虚保证，我炼化了镇府石碑，那些花草桌凳随你们拿去。师祖赠予我的灵气都被毁了，拿些花草桌凳就想打发我们？我来炼化镇府石碑，外面那些花草桌凳随你们拿，你们可愿意？你们决定不出镇府石碑，谁来炼化？那我来帮你们做决定。灵机一阵魔女。莫非这就是逆阳仙人？难道他将元灵精魄放在自己的雕像身上了？元灵精魄，就是他！只要炼化了元灵精魄，整个仙府就是你的了。凭我现在的功力，炼化元灵精魄恐怕要耗费很多时间。我尽力而为。青玉大哥别着急，那些散仙散魔都留了不少后手，相互缠斗且要时间呢，一定来得及。一个个见到奴家，似乎都不高兴呢。
月焰水柔，没想到你们两个看似不亲密，竟还有合击阵法。我和水柔的关系，整个腾龙大陆都没几个人知情，你岂会知情？你死了，不能怪你愚笨，只能怪天要绝你。天要绝我？这是你们逼我的，天魔血云！天机，你这不阴不阳的妖孽，你身受重伤，元气大伤，还敢燃烧元阴增加能量，你还剩下几分实力？受死！啊！老娘是男是女，其实你能多嘴。好好尝尝血云腐蚀云阴的滋味。整个仙府都是我的。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3条渡劫后期的青龙，没想到龙族藏的比我还深，我竟然一丝都没察觉出来。他们用了幻龙珠，难怪这幻龙珠不但能隐藏气息，还能模拟出其他高手或弱者的气息能量。如此珍贵的伪装宝珠，没想到你们龙族竟然动用了3颗。如此珍贵的仙符，动用3颗幻龙珠算得了什么？我明确地告诉诸位，这仙府宫殿归我龙族了。青云大哥，我没事。遇上丽儿你，遇上兰叔，是我的运气。可是，幸得了一时，幸不了一世。
炎狼，镇府石碑呢？你炼制成功了吗？我差一点就能成功了，仙人为何要这样戏弄我？龙族，你们机关算尽，到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宝藏有缘人，这是老天不想让你们得到。青羽大哥，恭喜你，仙府是你的了。那些散邪散魔怎么都想不到，是我控制镇府石碑陷入地面，这下算是挫了他们的锐气。幸运的小辈，心性不错，竟没用正殿的禁制杀人。既然如此，我就将仙府的攻击禁制和机关撤走了，免得你胡乱操纵，伤了自己性命。这青羽仙府也算不上珍贵，送给你也罢。另有一物，才是我隐藏在仙府中的真正仙宝。不过想要得到它，你的实力、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就看你的命数了。丽儿，丽儿。还活着的人，恭喜你们过了第2关。青羽大哥，你在哪儿？实话告诉你们，镇府石碑就是个幌子，一旦被炼化，就会触发禁制，将你们传送到这里。你们为了争夺镇府石碑，死了不少人吧？好一个逆阳仙人，竟然用一个镇府石碑让我们无谓的厮杀！师弟呀！铁器妹啊，为了嘉奖你们，从现在起，你们便有了争取真正仙宝的机会。而这个仙宝可是比整座仙府还要珍贵10倍不止。3番2次戏弄人，我看根本就没什么仙宝。你这狗屁仙人还想骗我？比仙府珍贵10倍。若真有这种宝贝，你真会给我们？你就是想找个由头，看我们自相残杀，是不是？在介绍真正的宝贝前，我先郑重地自我介绍一下。我，逆阳，仙界仙帝，人称逆阳仙帝。仙界分为3个层次：天仙、金仙、玄仙。每个层次分为9级，一旦突破玄仙境界，就有资格称为仙帝。而我，则是8级玄仙。单论玄仙身份，在整个仙界都算罕见，更别说8级玄仙。这可是仙界的至高存在，能够踏入8级玄仙的仙府，即便是死也无憾。本以为这仙府顶多是个金仙留下的，没想到竟是8级玄仙的仙府，让我们失算了。逆阳仙帝，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要嘉奖我们，为何将我和丽儿分开？既然至宝如此珍贵，前路自然也是危险。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左边通往桃花源，右边通往黄泉路。桃花源中元灵之气非常浓郁，而且无比安全，是个修炼宝地。你们一旦选择进入，就会被困在其中，直到飞升才能离开。
至于右手边，便是通往充满死亡危机的黄泉路。一旦你们踏入黄泉路，便会发现身体犹如被大山压着一样，举步维艰。功力越强，重力越大，同时还会有威力极大的天火、天雷干扰你们。只有通过黄泉路的人，才有资格得到仙宝。1个时辰之内，你们必须选择，到底是安稳的在桃花源修炼，还是踏上危机四伏的黄泉路夺宝。遵从自己的心，在做出选择前，你们无法和任何人联系。祝你们好运。若是被天火和天雷击中，以我目前的修为，绝对会灰飞烟灭的。可是，选择在桃花源中等待飞升，少则也要耗费上百年。这样，找到丽儿的希望不就更微乎其微了吗？富贵险中求，这是我翻身成为最上层散魔的唯一希望。拼了！我们兄弟3人还有1步就到大成期飞升了，不必做无谓的牺牲。一入黄泉路，生死受天控，你可要好好拼命，不然死了可是什么都没了。丽儿，我一定会找到你。小贝，别以为可以靠速度穿过去，好好在黄泉路上享受煎熬吧。最先通过的人，才有可能抢得至宝。滚开！别挡我的路！该让开路的是你！
神仙迷雾时，直觉定生死。长桥的尽头就是出口。给我闪开！莉亚！小贝，你胆敢逆天而行！失去了莉儿，我要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你一心求死，我成全你。秦羽，你这个混蛋！小贝，让开！你。秦羽，你个蠢货！好好的仙宝你不要，总回头路来找死！和你不一样。你是为了那姑娘吧？真是浓情蜜意，可惜还是要去地狱做鸳鸯了。莉儿，
以后你就叫我丽儿吧。你和我从小所见的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既然知道危险，还要冒险引来敌难。况且我已提醒过你，即便你全力以赴对抗天劫，都不一定能安然归来，更别说有敌奈阻挠。刚才某人很丢脸哦，竟然还哭鼻子。啊！我陪着你。丽儿，丽儿。金玉大哥，我看到天火把你，我还以为我不会再离开你了。伊达，你刚才不是被天雷？我看到你被前须杀了。我没死。每人眼见都不相同，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有胆选择黄泉路的人，恭喜你们！死即是生，生即是死。黄泉路内岩浆河流看似厉害，但不管你们是被天雷击中，还是掉入岩浆河流，亦或是安全穿过，最后都会到这草原，不会受丝毫伤害。不过，若是去了那桃花源，那里才是真正的黄泉。我的三位叔叔。水柔、月燕，死有余辜。你们已经通过了我逆阳的考验，我逆阳的藏宝阁便向你们敞开大门，你们尽管放心取宝。不过能拿到多少仙宝，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对了，此处有一件独一无二的宝物，可比整个青鱼仙府加上藏宝阁中所有的东西都要珍贵哦。你们可要好好找找。放心吧，藏宝阁中没有任何危险。
龙族的2位小家伙，你们是不是就没必要进去了呀？严姬，你虽是前辈，可若想独吞宝物，就不怕龙族的报复吗？报复？你们龙族的3个前辈都死了。我是你，就先不想那些宝物，而是先想想怎么能让自己活下去。你，严姬娘娘，你如此行事，同为龙族，我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修为虽高，却有重伤在身，你我联手全力一搏，未必没有机会。魔道跋扈霸道，实力为尊。眼前龙族又只有你们这么2位小辈，他自然嚣张。不过，这仙府一路走来，危机四伏。那逆阳仙帝的话不可全信，藏宝阁里也不知还埋伏着什么凶险。要我说，实力不足的人也是不要进去为好。谦虚啊，谦虚！你可真让人恶心。不过我同意。所以伊达和龙族的2个小家伙就乖乖等在外面吧。我们找到了仙宝，觉得没用的，没准会分给你们几件。3位叔叔去世之时，我早已将消息传回了族中。你们想强夺仙宝，就算得手，出了这9件仙符，你们怕也无法安然离开。吓唬谁？传讯令在这仙府内根本无法使用。那你们可以试试。别忘了我们是龙族，难道就没有别的传讯秘宝？我龙族也不多要，9份仙宝，我龙族只要2份。那我们星辰阁也只要2份。2份？你们凭什么？就凭这个。赤壁雷影符？怎么可能？不是只有8阶散仙才能炼制吗？小女娃，我算服了你的散仙前辈。你说的没错，以赤冰雷印符的威力，就算是我全盛时期也要重伤。现在如此，我们该有进入藏宝阁的资格了吧？燕姬娘娘，这逆阳仙帝喜怒无常，仙府之中危机重重，你们就敢保证藏宝阁内没有其他埋伏？现在内讧是不是太早了一点？那你想怎么样？大家一起进藏宝阁，普通仙宝按照约定分配，前虚1份，霍灿伊达1份，我星辰阁与龙族各取2份。你延姬娘娘实力最强，独占3份。如此倒也罢了。可那件重。既然如此，老夫也同意。可他不能参与夺宝。你好，只要你们遵守约定，我不与你们一起进入大殿。丽儿，青羽大哥，没事的，有兰叔在，我又不缺宝贝。他们都进去了，你也快去吧，可别让他们把好东西都抢走了。这儿远离藏宝阁，应该没人会过来。要是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喊我一声，我就能听见。你就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许去，听到吗？好啦，都听你的，好了吧？哦，对了，这个给你。虽然说好了不起争斗，可重宝当前，万一有人起了歹心，你也得有自保的实力啊。这个给我，那你要是遇到危险，我还有啊。啊，兰叔对你可真好。行，我收下了。那你在这儿等我，千万别离开。哎呀，知道了，你快去吧。
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位聂阳先帝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仙宝呢？到时候真被人都拿走了，咱们不就白跑这一趟了？林寿全， 18枚，整整18枚灵兽圈。既然人到齐了，我先取走6枚。这灵兽圈我拿1个足矣，其余的归你。 这灵兽圈乃是凡间难寻的至宝，收服妖兽所用。被这灵兽圈套上的妖兽与主人灵魂相连，再无背叛可能。你有能力入暴乱星海收服妖兽吗？前辈说的是，晚辈要这灵兽圈无用，理应前辈得去。看来1层就是这些灵兽圈了，更多的仙宝应该在2层。咱们走吧。 我正担心自己有朝一日飞升，无法继续照顾家人，有了这个就好办了。丽儿，你这丫头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我飞进来的。你胡说！我刚刚查看过，这藏宝阁中布置了多重禁制，怎可能让你随意进出？只有从逆阳先帝留下的通道上来才是安全的。过了黄泉路，您还信逆阳先帝？你，这位小妹妹，你不是说不会进藏宝阁吗？丽儿只说不跟大家一起进入大殿。 什么时候说过不进藏宝阁了？逆阳先帝说过，藏宝阁中有一件重宝，你趁大家不在，偷偷摸进来，可让姐姐很是不安呢。燕姬，你想怎样？我只是想确认，那件重宝是否落到了他的手上？没有，我没找到重宝。哼，你说我们就信吗？让我们搜一搜。你敢？ 我发誓，如果我取走了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天雷之下，魂飞魄散。丽儿，要是这样你们还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料你们也留不住我。看来那重宝藏得很隐秘啊，奴家好心动，好好奇。大家快找找。 这毛笔竟是中品仙器，这剑意锋芒竟如此惊人，
如我所料不错，必是当年逆阳先帝时常用这几支毛笔作画写字。天长日久，将自己的剑意锋芒融入其中，他们才有了如此威力。难道那逆阳乃是早已绝迹的剑仙？剑仙之修威力极大，可艰难无比。想来腾龙大陆也没什么人才，所以才慢慢绝迹了。青玉大哥，青玉大哥，别看我，看墙上那幅画。虽不知有何玄妙，但我觉得绝非凡品。恭喜你们得到破天图，此图不仅蕴含3世我逆阳的成名绝技破天剑诀，还能以破天剑气护身。凭此仙宝，天仙天魔实力以下根本无法伤到你们。最重要的是，3幅破天图联合，乃是一幅地图，所指之处正是我逆阳耗费数万年时间打造而成的逆阳镜，其中珍奇异宝无数，远超这小小的9剑仙府千百倍不止。凭此破天图，你们自可各带5名手下进入。不过，至于能不能得到我逆阳境内的宝物，就看各位运气了。逆阳说只有1件独一无二的重宝，但是破天图却有3件。那重宝到底是什么？独一无二。虽说这破天图本身的价值已经超过青鱼仙府10倍了，但一共有3张，算不上独一无二吧。二位看，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首先，这破天图只有3张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地图和剑诀，但有1张根本无法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推断，在逆阳先帝看来，3张破天图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才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再者，之前逆阳先帝说话时常颠三倒四，不按常理，恐怕这次重宝的数量也只是随口说出的。有道理。想来确实如此。如若破天图不是这重宝，逆阳先帝也不会单给我们3人说了。秦羽兄弟，奴家真是佩服你的思维敏捷呢。3位确实好身法，不过可惜并不是先帝口中那独一无二的至宝。敢问这又是何种宝物啊？不过是一件仙器。何种仙器？一件唤作破天图的护体仙器，而且其中藏有一套修炼之法。只可惜是剑仙法术，对咱们倒没什么用处。对，不过那护体之法却能自动护住，天仙天魔以下的修为根本伤不了破天图之主。就算是天仙天魔在破天剑气的反击之下，也要受伤，想来不至于被人抢了去。严墨，你怎么还站着？逆阳先帝曾经说过，那最珍贵的宝贝是独一无二的。到现在，无论是灵手圈还是7支毛笔，以及3张水墨画，都不是独一无二的。那最后一件宝贝肯定藏在某个地方。好，我这就找。幸运的小辈们，
仙宝已各得其主，你们该离开了。这是金木岛。想来那3张图就是重宝了。是又如何？看来那逆阳先帝又开了个玩笑。恭喜3位，告辞。虚伪。秦羽兄弟，伊达也告辞了。研墨，随我回族中吧。近9剑仙府，族中死去3位长辈，你我总要给个交代。秦羽兄弟，见到蓝前辈，请代为问好。告辞。告辞。告辞。小兄弟，小妹妹，奴家也告辞。可真舍不得你们呐，秦羽大哥。丽儿，这不是在2楼放着的毛笔吗？你怎么？我可是第一个进入2楼的，怎么会空手呢？当然，随手拿一点东西了。可你不是发誓？我只是发誓说没有拿那个独一无二的宝贝，我可没说我没拿毛笔啊。你觉得逆阳先帝口中那独一无二的至宝真的是破天图吗？那破天图怎么会有3张呢？小子，我将这黑焰君之戒留在藏宝阁外的雕像上，常人难以发现，没想到却被你发现了，说明你的运气非常不错。你可记住，这黑焰君之戒不但是一件上品储存仙器，其中还蕴含天火领域与重力领域，善用者可借此御敌修身。我还在此物中留下了一幅地图、一道剑气和一句话。地图可助你找到逆阳镜，剑气可助你带8人进入，而那句话，你这好运气的小子，若能活着找到宝物，自会知道。丽儿，你听到了吗？只要有这黑焰君之剑，就能独自找到逆阳镜，而且可带8人进入。这岂不是说单此一项功能，这黑焰君之戒就等于3张破天图相加吗？再加上是储存仙气和2大领域，看来它才是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而且刚刚重力领域的威力可真不错。可惜我功力太弱，放出的天火才那么薄薄的一层。想来若是能达到大成期，让天火领域覆盖1、2丈的范围，才真正能发挥效果吧。看来秦羽大哥又要修炼了。9剑仙府都如此危机四伏，那逆阳镜一定更加神秘莫测，随便闯入必定九死一生。秦羽大哥，你还是好好修炼，等有了把握再去，千万别随便冒险。9剑仙府内，我收下1颗散仙元婴，正好可助我修炼。事不宜迟，丽儿，我们回家。秦羽大哥，
按照秦羽的判断，吸收了这枚2阶散仙的元婴，足够帮自己达到行星后期。可他却没料到，这次修炼会让他体内的流星泪再一次产生奇妙的变化。是梅阿姨的生命神力。禀莲月娘娘，此物就是破天图。此图共有3张，3张合并，能找到一位号玉阳先帝的8级玄仙所留的藏宝之处。逆阳境的下落，也只有持此图之人，才能带人进入。研墨愿将此图献出，以求重返族中修炼。另外2张都在何处？龙族、海底星辰阁各得1张。如此说来，腾龙大陆上的修仙各派并未得到破天图，他们定会想方设法去谋夺1张。每张破天图只能带5人进入逆阳境，如此一来，手中的破天图越多，能进入逆阳境寻宝的力量也就越强。想那魔道贪得无厌，纵然已有1张，也难保不会再打其他2张的主意。哼，看来腾龙大陆又要有一番大乱，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该活动活动了。莫急，不是只有3张合并才能找到那逆阳境吗？族长大人英明，毕竟有大人您在，想来无论是仙魔2道，还是那什么星辰阁，都不敢把主意打到咱们头上。如此一来，无论他们如何争斗，最终得到破天图之人，总要来找我龙族合作。不过现在最急迫的，终归还是仙道。那就且看清溪派如何行事吧。是。羽皇陛下有令，那破天图想必就是寻找进入逆阳境的凭借。你清虚派务必要夺取1张。启禀上仙，那龙族魔道实力皆不在我仙道之下。此事乃是羽皇陛下关注的大事，不惜代价也难成。晚辈定当完成羽皇陛下所托，万死不辞。这还像话？去吧，得到破天图再来找我。必要之时，羽皇陛下答应帮你们一次。是。1张破天图也未得到，好歹打探到了逆阳先帝的消息，勉强算你。
生命能量果然达到了星系后期。这身体的强度，怎么回事？行星的星核还在前期，可表面完全覆盖了绿色，的确代表已经到了行星后期啊。丽儿，丽儿，秦羽大哥，丽儿，你一直在外面等我。谢谢你为我护法。谁让你的2个兄弟都离你而去了呢？兰叔说带他们去一个特殊的地方修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放心吧，兰叔肯定会安排好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恐怕都度过99天劫了。到时候，没准你这个当大哥的都认不出来了。啊，我相信兰叔，也相信狒狒和小黑。不管他们了。第一次来乾隆大陆，可为了我，你什么地方都没去。我要带你出去好好转转。好。哇！大哥，你家这儿可真热闹啊！哎，你跟我来。卖糖葫芦，好吃的糖葫芦喽！糖葫芦多少钱啊？你是？草民拜见三殿下。啊？三殿下。草民拜见三殿下。三殿下。这个你认识我？三殿下威名赫赫，小人自然认识。平身。小人不敢。三殿下哪儿去了？竟有如此强大的阵法守护。三殿下威名赫赫。青羽大哥，没想到你挺有威望的嘛。还好啦，不是跟你说过，当年我修炼不久就打败过元婴期的高手吗？是那个叫向央的。我可听说开始是人家压着你们打，最后打破僵局的是小黑哦。可发出最后制胜一击的是我呀！好了好了，算你打赢的还不行。不过我还听人说，你小时候总是一个人出去疯跑哦。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和小黑出去看风景了。谁一笑一颦，与清醒去无言；谁一语一言，风暖暖吹过耳边。你一哭一言，全都是淡淡的甜。每一分一秒，只求你在我身边。心一摇一闪，如碎银布满青天。蝶一飞一簪，
十几年，说万语千言，抵不过嘴硬缠绵。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丽儿，你怎么了？哦，没什么，只是有点累了。你不是想请我尝尝糖葫芦吗？那里总该没人认识你吧？我们去那儿吧。嗯。师叔祖，是否叫那星辰阁主出来答话？一群妖孽，与他们没什么好说。斩尽妖魔，破天图自然到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弄的？有人袭击！叫所有人结阵防御。是。师叔祖，如此大阵，那散仙的实力好强。羽皇陛下的任务不容有失，星辰阁主秦羽可在，交出破天图。哼，你助我结阵。是。坚持住！阁主不在，若被他们攻进了，好强！哪里来的小辈，大吵大闹，不知礼数？妖魔人人尽可除之。小辈在仙魔妖界，你们仙道的力量不足妖界一半，想来在人间也是如此。又说什么妖魔尽可除之啊？你怎么知道仙魔妖界是同一处空间？此事只有仙界使者清楚。你们又知道多少啊？所谓仙界、魔界、妖界，不过是在同一空间内能量层次更高而已。对了，好像你们修仙者常说妖界、魔界纷争不断，污秽不堪，只有仙界是好地方。怎么，我的话戳破了你们的谎言？你就是那位蓝前辈，请问前辈是几劫散仙，可认得明良真人？我是几劫散仙，与你们无关，也不认识什么叫明良的小辈。大胆！我清虚派明良真人乃是12劫散仙，你敢称他为小辈？我就说了，你们能怎么样？说不认识就不认识。你们暴乱星海，我就知道一个蓬魔岛的小金鹏，其他人通通不认识，也没兴趣知道。你们走吧。这么说，你是蓬魔岛的人了？都说让你们走，怎么还在这儿废话呀？你好大胆子！就算是蓬魔岛，也不敢对清虚派如此无礼。我们此来只为破天图，交出破天图，清虚派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凭你！这是什么法力啊？多谢蓝前辈，幸亏您及时赶来。小事一桩。蓝前辈，刚刚那几人说要什么破天图，可晚辈根本没听说过，不知那破天图……那是对秦羽的考验。凭借护卫的能量启动阵法，威力的确小了一点，该稍微改善一下了。如此一来，就算12阶散仙来了，也可保你星辰阁无恙。多谢蓝前辈。
那侯费虽说不堪造就，可毕竟是我的徒儿，我总不好眼看着别人抄了他的老巢啊。求蓝前辈，不知三位阁主……侯费、黑羽在修炼，不用你担心。至于秦羽，哇，这个地方很热闹啊！那儿有糖葫芦。叔叔，糖葫芦多少钱一串啊？5文钱一串。1文、2文、3文、4文。2串糖葫芦，得嘞。给哥哥，请你吃。谢谢哥哥。你也尝尝吧。好甜，好酸。笑话我？没有啊，我没笑你啊。别跑！糖葫芦好吃吗？表哥，表妹，你和兰叔四处闲逛，都多长时间没回去了？姨父都快生气了。爹生气了？这是姨父的手谕，你自己看看吧。立刻就要回去吗？姨父的命令，有人可以违背吗？我去找兰叔。你想让兰叔和姨父为这点小事正面对抗吗？姨父毕竟是你族之王。表妹，别任性了。丽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人是谁啊？丽儿，
丽儿是你能叫的吗？表妹，你怎么跟个凡人混在一起？难道是兰叔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刚刚认识，只是觉得他比较有趣而已。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哥周显。表哥，这是我在这认识的朋友秦羽，功力很低，可是人很好玩的，你可别欺负他，不然我会不高兴的。我欺负他？哼！好了，表妹，快回去吧。你一打开手谕，姨父就知道了。再耽误下去，小心被关禁闭。秦羽，我要回去了，有机会再见。秦羽大哥，别生气，现在让表哥知道我们的关系，你会死的。我给你做了一套衣裳，放在王府，记得去拿。丽儿，姨父还在等着你，我们走吧。丽儿，秦羽大哥，我走了，别对我说话，我表哥能察觉到你的传音。不管如何，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说过，可你一定知道的，我爱你。丽儿，大哥哥，你怎么哭了？刚才那位大姐姐呢？大姐姐她回家了。秦羽是吧？你跟丽儿怎么认识的？只是碰巧。对了，周兄，刚刚你对丽儿说姨父是你族之王，你们不是一族吗？那又怎么会是表兄妹呢？你们都是什么族啊？警告你，丽儿不是你能叫的，我也不是你什么周兄。生气了？凡人就是凡人。我警告你是看在丽儿的面子上，知道太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毕竟凭你这种凡人的智慧，根本理解不了我们的存在。怎么，不信？让你稍微感受一下。作为凡人，你还算不错，不过要小心接下来的寂灭。吓坏了？不，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不然会惹丽儿不高兴。不。如此血债，天道循环，你就不怕报应吗？你一个凡人也配谈天道？而且我说过，你不配叫我的名字。够了！兰叔，见过兰叔。临行时家父有托，见到兰叔时，代他向你问好。啊。姨父交代的事办完了，的确该回去了。兰叔，周显告辞。秦羽，你记着，我比你更懂天。兰叔，
兰叔，周显滥杀无辜，老天不会惩罚这样的恶魔吗？小雨，天，我思考了无数年，可依旧无法明白。我只能说，天并不是你我所能猜测的，当然，也不是周显那样的人可以肆意定义的。不过有一点，周显没有说错，物竞天择，你杀我，我杀你，天并不会管。天道无亲也无情，无论是有些人口中弱小的凡人，还是我这样在普通人看来的强者，在天的眼中也许并无区别。所有的生死离别，天根本不会在意。也许我们都太渺小了吧。兰叔，你和丽儿究竟是？小雨，我曾告诉过你，不可以爱上丽儿，不然必死无疑，还记得吗？我那么说，是因为丽儿有着众多实力堪比周显的仰慕对象。这不但是因为丽儿在我族中身份地位非凡，更重要的是，她身怀一个秘密。有这个秘密在身，很多人是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接近丽儿的。可毕竟人活一世，应不违本性。唉。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小雨，我要认真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已经看到了，爱上丽儿，可能让你丢掉性命。可只要选择跟她在一起，你就必须面对这一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去过你普普通通的安乐日子。所以，关于你和丽儿，你到底怎么想？兰叔，丽儿走前对我说过，她绝不嫁别人。我虽无法对她开口，可我们的心意是一样的。没有丽儿，我不过是具行尸走肉，又谈得上什么安乐日子？我小时候的目标，只是帮助父王，得到父王赞赏的目光。所以，当我困在后天境无法突破的时候，就曾经想过，只要让我外公修到先天境，能够帮到父王，我死也甘愿。我实现了愿望，甚至杀了项央，帮父王建立了祖龙王朝。我这辈子已经够了。父王曾经说过，认为对的便要去做。我秦家男儿，务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我不会畏惧的。周显很厉害，但我也会修炼，也会进步。总有一天，我要光明正大的跟丽儿在一起。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既有此心，你也不要着急。我族岁月无限，亿万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你好好努力就是。这是我炼制的一个剑仙傀儡蓝风。剑仙傀儡？此剑仙傀儡需用极品元灵石驱动。虽然极品元灵石人间罕见，可剑仙傀儡的威力也是人间罕见。最少一颗元灵石，就能让剑仙傀儡达到1级金仙的实力。镶嵌的元灵石越多，剑仙傀儡的威力也越大。如果镶嵌足够多的极品元灵石，剑仙傀儡的实力将提升到9级金仙的水平，可称人间无敌。这是我能最后留给你的帮助。最后，兰叔，难道你也要走？我要不回去，丽儿可要遭罪了。等一下，兰叔，我到底要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去找你和丽儿啊？逆阳境，在逆阳境里，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雨，你记住，那逆阳境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如果不到大成期，贸然闯入，必死无疑。所以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如果最终你连逆阳境的考验都通不过，还是早点放弃算了。
其实就是我得到了一件名为破天图的宝物，受到不少人觊觎，里边有一些实力不弱的散仙。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父王、风叔叔和大哥，可以去我的星辰阁，那里有蓝叔布置的星辰大阵，万无一失。至于二哥身为帝王，不好离开都城，可以留下这座洞府。我将破天图也留下，万一有人前来索要破天图，不要起冲突，直接将此宝交给对方，然后进雷山居躲避就好。小玉，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所能掌控，也帮不到你什么，但总不愿成为你的拖累，所以你若不想说，我们就不问了，一切听你安排。父王、大哥、二哥，你们放心，其实就是我快到渡劫期了，这一去不知要多久，当然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了。好。三叔叔，啊？听说你要走？对啊，三叔叔要修炼。三叔叔都这么厉害了，还要修炼啊？三叔叔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修炼呢。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那你也要好好努力，快快长大，变得厉害起来。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那咱们拉钩。拉钩。丽儿，谢谢你做的衣裳，相信我会尽快拥有实力去见你。听说暴乱星海，能量混乱，危机四伏，更是潜藏了凶兽、散仙、散魔，高手无数。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短短时间，已不知经历了多少战斗，暂获了如此之多的凶兽内胆。我的功力已增长至渡劫前期的顶峰了吧？可惜要到达渡劫中期，就不仅仅需要补充能量了，而是需要提纯功力。看来，只有等太阳真核完全被炼化精纯，才能再有突破了。正好可以试试我的灵兽圈。渡劫期的人类挑战大成期神兽的威严，你是想找死吗？大成期，我看是三劫散妖吧。虽然是神兽，可你还是直接认输比较好。该死！天火，竟是天火！逃不掉的。在渡劫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速度？
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身体，你也是神兽，是什么？金睛石猿，五爪金龙，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人类。啊！看来要用绝招了。竟然不阻止我，你死定了！墨黑重水。这招威力不小，正常情况下，我的右手早就被炸碎了。可这绿色的生命能量却能源源不断地修复我身体的损伤。可你这水球里的能量，总有耗尽之时。怎么可能？我不想杀你，做我的灵兽吧。不，被你束缚，受你驱使，过这等没自由的日子，我宁可去死。我不会束缚你，也不会随意驱使你。如今你暂时当我的灵兽，等我飞升后，你只要照顾照顾我的亲人就行。我都渡劫期了。很快就会经历99重劫，飞升而去。好，我愿意。看那边，这云雷看起来是有人渡劫。走，去看看。混蛋！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不然让你不得好死！师傅，我被人偷袭，身受重伤，天劫到来，还剩最后一道雷劫，可功力消耗尽了，看来要死了。出来！不，有我在，你死不了。除非有调息之宝劫灵丹，能让我瞬间恢复功力。劫灵丹我没有，可我有自己炼制的生生造化丹，同样有让人瞬间恢复的功效。生生造化丹，吃不吃在你，反正也是死，拼了！我有救了！这是什么丹药？竟真可以帮助他瞬间恢复功力？生生造化丹，只是普通丹药，但加入了我的生命能力。蓬魔岛岛主首徒八阶散魔连冲，多谢兄弟救命之恩。
暴乱星海，散修秦羽，举手之劳罢了。连冲兄不必客气。我彭魔岛不能平白受人如此大恩，若秦羽兄方便，可否随我到彭魔岛一游？我师父宗眷必有重谢。与连冲兄一见投缘，既连冲兄相邀，秦羽理应去彭魔岛拜访。秦羽兄痛快，随我来。秦羽兄竟不知道神兽分为下级、中级、上级，以及据说在上界都极为罕见的超级4个级别。如连冲兄弟所说，那下级或中级神兽，并无传承技艺。哼，那是自然，传承技艺大多是系统的奇特功法，能够让神兽愈加厉害。自然，只有站在顶端的上级与超级神兽才可拥有。感谢秦羽公子救援我连冲侄儿。秦羽兄弟，这是我暴乱星海第2大岛黑风岛的2位岛主石变、石化。彭魔岛岛主宗俊，请秦羽小友入金羽殿一叙。请。秦羽见过彭魔岛主宗倔前辈。哎呀，客气客气。应是我感谢秦羽小友救了小徒一命。此次邀小友前来，是有一事希望小友能为我解惑。我听冲儿说，他得救乃是因为小友赠予了一枚生生造化丹，服用之后瞬间伤势功力尽复。如此至宝，可是来自于小友的师门呢？为何我却从未听说过呢？不知宗岛主为何觉得生生造化丹是来自于我的师门呢？啊，我暴乱星海连云岛也有一种灵丹，名为劫灵丹，服用之后可短时间内恢复功力。虽效果不如生生造化丹瞬间恢复，可也能在渡劫中助力不少。而劫灵丹除了原料珍稀以外，必须要天火炼制。我想效果更佳的生生造化丹恐怕也是如此。可我看秦羽小友尚未到大成期，怕是难以动用天火吧？哦，天火，哼，没想到今日我出手了，小友真是精彩绝艳啊！宗岛主言重了，此丹虽是我所炼，可丹方以及凝练天火之法，却的确得自叔叔的传授。敢问秦羽小兄弟，你口中的叔叔可是蓝前辈？你也认识蓝叔？哎呀，果然是蓝前辈！哎呀，那别说创造出生生造化丹，或者让小兄弟你在渡劫期就可施展天火，就算再多些奇迹，那也很正常嘛。小兄弟既然不愿多说，我也就不问了。可有一事，还得说明白。小兄弟拿出至宝救了连冲，我彭魔岛不能平白受人恩惠。这样，无论法宝灵丹，只要我彭魔岛有的，你只要开口，我宗倔双手奉上。宗前辈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感受到此处有大量元灵石矿脉，若是方便，我想求些极品元灵石，不知。小兄弟，我带你去个地方。弟子拜见师伯，恭迎诸位仙长。免礼。听说你们去星辰阁并未拿到破天图，还被那散仙教训了一顿。是。当日我慑于那散仙的实力，还曾提到师伯的名号，希望震慑对方。不料那散仙竟口出狂言，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明良小辈。暴乱星海只知道一个彭魔岛的小金棚。彭魔岛的小金棚，
难道是说宗卷？他还在挥手之间就把你们传送出了星辰阁范围。是，瞬息之间，我们被传送了数万里之遥。什么？如此手段，怕是师兄也难以做到吧？也许那散仙有何特殊的法宝，不过就算如此，敢称宗卷为小金鹏，此人也不可小视。此人来历隐秘，暂且不要招惹。可仙界强令夺取破天图，若不继续攻击星辰阁，无妨。我归来之时，悟空穴尚未动身，其他魔道之人无一可虑。咱们可趁机先夺取魔道的破天图，也可完成仙界任务。再说，降妖除魔也是我辈的本分。是。赤阳道友，我率人前去连月宫，这清虚派不能无人守护，可否拜托道友护持一二？明良道兄开口，老道就留下。有我在，谅也无人能惹出事端。众人随我出发，降妖除魔正在此时。小兄弟，这就是我鹏魔岛的元灵石矿脉核心，你可看看，有何特殊之处啊？竟然只有1块极品元灵石。不错，而且那块极品元灵石就是矿脉核心，若将它采出，整座矿脉都将枯竭，只有它在这儿，才能慢慢产生其他元灵石。宗前辈不要说了，晚辈理解前辈的苦衷。大哥，我和侯费已度过99重劫了，我们成功了。你和狒狒成功了，太好了！你们在哪儿？乾隆大陆附近。这次可真险呐，幸亏兰叔指导的好。我在鹏魔岛，马上出发去迎你们。宗前辈，您听见了？我的2位兄弟渡劫归来，我要告辞了。啊，当然，这是喜事。不过，我鹏魔岛总不能让你空手离开。这里的东西，你只要看得上的，都可以拿走。莫说你救了冲儿，但说你是蓝前辈的晚辈，我也应有所表达。蓝叔，蓝前辈指点过我的修行，可我修为低微，实在没什么能为他老人家做的。你既是蓝前辈的晚辈，那我帮你也是一样。小兄弟，那只是一件中品灵器，无非对普通人有些护身之用，对你我来说……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那你也要好好努力，快快长大，变得厉害起来。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那怎么拉钩？就是为了送给一个普通人，不是客气。这东西我正好需要，就多谢宗前辈了。哎呀，一个小玩意儿，你太客气了。以后若遇到麻烦，随时找我。多谢宗前辈，告辞了。魔界传令，尽量夺取更多的破天图。小妹却不知该如何做，才开口向大哥求助。连月妹妹放心，龙族不敢说。什么星辰阁有我在，不过是手到擒来。众魔听着，交出破天图，饶你们不死。好大胆子！明良，你找死！你们缠住他，我去取破天图。连月，交出破天图，饶你不死！休想！
若是悟空穴在此，我还愿留3分薄面，凭你们不自量力。好，离远！最后再问一句，破天图在哪儿？悟空穴。明良真人既然说要给我几分薄面，悟空穴领情了。你这就告辞吧，不然就算你没事儿，他们可就未必走得了。哦，哈哈哈哈哈！好，本真人就给你这个面子，走。差点遭了明良的毒手，多亏悟空穴大哥。上界魔帝要更多的破天图，你们有何打算？刚刚正在商量，正等着悟空穴大哥拿主意呢。哼，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听说魔道、龙族还有什么星辰阁各有一张，龙族有方田在，谁也别想打主意。当然是去取星辰阁的那张。你也在暴乱星海，想必也听说了，清虚派袭击星辰阁，却铩羽而归。那明良不去找回面子，却来我魔道生事，想必那星辰阁也不是好惹的。悟空穴大哥修为高超，必定不在乎什么星辰阁。可小妹听弟子言姬说过，那星辰阁主出身乾隆大陆祖龙朝皇室。想那乾隆大陆不过是一群凡夫俗子，咱们去此处索要，还不是手到擒来？若破天图不在他们手中呢？哼，那挟持了他的亲人，引他前来，可比强攻星辰阁要省力许多。好，就依你们，咱们去乾隆大陆。魔道贪婪猖狂，必定会想办法夺取更多的破天图。咱们跟上他们。啊，师伯明鉴，无论他们与哪方起了冲突，咱们都好浑水摸鱼。不，我的意思是，咱们也好见机行事。好像是个阵法。你不用过来。是。大成期都不到的修真者，竟敢出现在暴乱星海，想必你身上有什么护身之宝，交出来，我们饶你不死。宝物我有不少，可你们不配向我要。切，找死！这样。哦，你们是神兽，速度倒是挺快。布阵，别让他跑了！大哥，算距离咱们快碰上了，你在哪？抓3只灵兽玩玩，完事后就跟你们会合。哎呦，抓灵兽，嘿嘿，听着就好玩。哎，等我们一起抓呀！他们太弱，等不到你们了。对不住，没时间给你们慢慢玩。太弱！
天火领域。重力领域。你们就是靠的这个布的阵势。还我们玄眼珠！主人，还有高手。你先进青玉仙府看着他们。狒狒，大哥，狒狒，大哥，我们回来了。你是黑羽？肯定了，杂毛鸟再怎么变化，也还是阴森森的，还是我比较帅吧？帅，都超帅。刚才感觉还有别的气息在这边，就是你说的灵兽在哪儿呢？说起灵兽，你们先别急着炫耀。大哥我也有好东西给你们看。哇，怎么样？这是大哥新得的随身仙斧。随身带着，想吃饭吃饭，想睡觉睡觉。这太帅了吧！看起来跟蓝叔的秘境差不多了。时间流逝没有变化。主人，这两位是？这是我的两个兄弟，侯费、黑羽。这就是你抓的灵兽？这是我的坐骑灵兽莫麒麟，你们叫他小莫就行。啊，坐骑，有意思。哎，让我骑着玩玩。你们也有自己的坐骑哦，还有我们的。哇！本来我打算用这个强行收服，不过可能会很麻烦。可刚刚看见小莫见你的样子，我倒有了一个新计划。你和小黑都有传承记忆，且99重劫后才能换为人形，必定都来历不凡。你们对普通神兽都有天然的威压，所以小莫看到你们才那么害怕。既然如此，咱们可以……两个选择。成为我的灵兽，或者被炼化元婴。休想！对，我们才不会受你们驱使。为什么？因为我是人类。那如果收服你们的也是神兽呢？更强大的神兽。大乘期的神兽。你们就别挣扎了。我们的级别比你等更高，成为我们的坐骑，我和猴子会传授一部厉害的功法给你们。拜见主人。所以，这青玉仙府、灵兽圈，都是在9剑仙府得到的宝贝。哎，早知道我也应该去，太好玩了。以后还有机会，不是说了，你央境里宝贝更多。不过其实我更好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突破了99重劫？还有黑羽，你刚刚说的时间流逝是什么意思啊？哦，是蓝叔带我们去的秘境，那里的时间流逝速度比外界要快。对对对，外界不到2年时间，可在里边我们足足修炼了100多年呢，而且这个灵气比外界要浓郁100倍。竟有这样的秘境啊！
到现在我都没有一点要渡劫的感觉，恐怕也需要找地方好好修炼。哎，你们能带我去秘境里看看吗？我们出来，秘境就消失了。谁知道兰叔搞了什么鬼？那算了。三弟，左龙朝都城遇袭！啊，二哥！哼，有人敢袭击大哥你的家人？跟我走。三叔叔回来的时候，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三叔叔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那咱们拉钩。谁干的？只知道是两派修士。皇上了不得了，皇上！皇上了不得了，有圣仙，好几十，不，好几百圣仙包围了皇宫，说让咱们交出什么图？图？你就是秦羽的二哥？正是在下。请问诸位上仙？既知我等是上仙，破天图的下落说出来吧。受蓝前辈所托，将破天图交予前来索要的仙长。大胆！蓝前辈果然神机妙算。更是按照你的嘱托，破天图离手就开启了传送，准备即刻进入雷山区。所以虽然发现了变故，却无力再做任何事。所以你也不知道来人是谁？我修为低微，跟他们比起来，这不能怪二哥你。后来发生了什么？三殿下，三殿下，小人当时就在殿外护卫。陛下离开后，接下来。损失怎样？所过之处，死伤无数。我秦氏宗族失去8九，别说子民，连家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皇帝？二哥，此事不能怪你，是我惹来的麻烦。我本以为修真界虽然杀人夺宝，纷争不断，可只要将破天图交出，他们总不会无故屠戮凡人。我终究是大意了。小雨，
你万不可有如此想法。作恶的是那些滥杀无辜之人，你二哥。毕竟是我引来的灾祸，我星宇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大哥，小时候我住在云雾山庄，回都城的路上会路过一个小村庄。村民们都很友善，虽然不富裕，可生活平静。我还和好几个孩子交了朋友。那次我回家又路过那儿，答应小伙伴们进城会帮他们带礼物。其实也只是一些小孩子的玩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送我离开时充满希望的眼神。可是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欺负弱小，该杀！不久前，我有亲眼见到周显滥杀无辜。哼！找到夺走破天图的人，自然就能知道另一方是谁。所以咱们第一步，先要确认破天图的去向。那个计划挺好，可破天图得到的人也不会到处嚷嚷吧？你没听到吗？血云、金光，这是仙魔两道的手段。破天图必定被其中一方得去了。整个腾龙大陆都是仙魔两道吧？破天图关系到逆阳境，无论哪方得去，一定在首领手中。仙道首领清虚观，魔道首领连月宫，只要盯紧他们就可以了。那咱们该先盯着谁呀？仙道本来没有破天图，如果现在有了，就足以说明问题。先盯紧他们。狒狒，除了打架，有时你也该动动脑子。动脑子的事儿有你跟杂毛鸟就够了，我只负责看人。清虚观是吧？要是发现破天图，他们就死定了。哼！那老人是个高手。我天赋一般，可有向道之心，还求老人家成全。想修真的人多了，个个都说有向道之心。要是凭这就能拜入清虚派，那这世上就没凡夫俗子了。求老人家让我前去清虚派山门试试吧。啊，元灵石。上品，你居然有上品元灵石！偶然得来，献给老人家，以正我向道之心。不是我不放你过去，实在是清虚观有大事发生，封闭了山门。现在你去了，也不可能被收为弟子。那，拿着这块令牌去紫阳门。
就说是我赤阳让你去的。我看好你的向导之心。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怎么还不走？啊，老人家，我只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清虚观出了什么大事啊？老人家别误会啊，您知道那清虚派必定是仙道领袖，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腾龙大陆，何况就连老人家您这样的仙道高人也敢来清虚派共襄盛举，想来咱们腾龙大陆是有大事发生。您知道我们这种小人物，要是什么都不知道，很容易丢掉性命的。哼，看不出来，你倒是懂得未雨绸缪。仙道高人共聚清虚派，是为了守护一件宝物，仙帝遗留的宝物。仙帝，破天图果然在他们那儿。莫要出去乱说，小心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纵是仙帝宝物，有您这样的高人看护，谁还敢打主意啊？哼，我仙道虽强，可那些修魔者贪婪无度，残忍嗜杀。听明良师兄说，在乾隆大陆就与魔道大战了一场。现在群魔已在悟空血带领下齐聚连月宫，吃了个亏，魔道难道就算了？哼，这些邪魔歪道，早晚杀光他们。不过与你无关，去吧。是误会，莫杀我，我带你潜入清虚观。修仙的杂种，果然贪婪虚伪，又胆小怕死。这就是做清虚观走狗的下场。嘿，你敢在清虚观杀人？仙道的废物！别跑！莫追，小心中了魔道调虎离山之计。明良，悟空虚，大哥，既然知道了仇人是谁，找机会干掉不就得了？说你没脑子，你就是没脑子。悟空却敢号称魔王，许是12阶散魔，明良能与其对抗，也绝非弱者。你还是小心，别被人家找机会干掉吧。杂毛鸟，你再跟我作对，我……小黑说的对，这两人实力强大，何况还有整个腾龙大陆的散仙散魔聚集在他们身边，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那怎么办？人多势众，可也是破绽。你们也听见了，仙魔本就矛盾重重，现在又在争夺破天图，两派首领都亲自出手了，现在肯定剑拔弩张。如果咱们能让他们斗起来，那魔道都打上门了，仙道屁都不放一个，这群怂货怎么让他们斗起来啊？仙道如此隐忍，是因为他们刚刚得手，拿了我二哥的破天图，可魔道却无功而返。你们想想，魔道本就嗜杀上斗，又刚刚吃了仙道的一个大亏，定不甘心，所以才会有乌黑前来袭杀挑衅之事。要是咱们能想办法点燃魔道的怒火，那这样必会引发仙魔大战。对，到时也许就能找到机会。走，咱们去连月宫。好。族长大人，悟空血明良真人已分别回到腾龙大陆，众多散仙散魔齐聚。据青龙宫那边报道，前不久双方还在乾隆大陆大战了一场。乾隆大陆，青龙说过，那星辰阁主出身乾隆大陆。看来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族长大人，
仙魔剑拔弩张，要不要再去给他们点一把火？不用，那星辰阁背后不是有位强大的散仙吗？仙魔在乾隆大陆大战，恐怕造成死伤不少。那星辰阁主若真有依靠，恐怕不会无动于衷。点火用不到咱们，何况此次事关逆阳境，仙魔妖界纷纷插手。我龙族接到了龙皇指令，想来那些仙帝魔帝也不会做事。那些原本自相冲突不断的散魔，竟能齐聚连月宫，就是明证。可你们别忘了，仙魔妖界除了仙帝、魔帝，我们龙族的龙皇之外，还有一支势力。族长大人的意思是妖族，可他们在腾龙大陆不成气候啊。既然龙皇大人，那些仙帝、魔帝纷纷动念，我不信那些妖界的皇者会无动于衷。严墨不是说过，那乾隆大陆的洪荒深处有大群散妖高手吗？想来妖界皇者若有所图，定会在此处下手。还有鹏魔岛的宗倔，他未卷入，恐怕只是因为还没得到消息。越来越有意思了，无需担心，让他们去争。反正咱们只需与最后的赢家合作，进入逆阳境。不过，盯紧各方势力，若最终其余2张破天图都在强者手中，咱们就去与之合作。若是再被弱者夺取，或者他们2败俱伤，虽说咱们不用为能否进入逆阳境担忧，但若有机会多得到1张破天图，在逆阳境中就能得到更大的优势。族长算无一策。那明良竟敢夺走破天图，哼！咱们应该杀上清虚观，屠灭了他们。乌黑大哥，我看现在还是应以完成魔帝大人保住破天图的任务为主，不必节外生枝。啊？哎，何人擅闯音乐宫？你找死！你们这些外道邪魔敢到我清虚观杀人，这一次，本真人就让你们付出代价！住手！来得好！找死！找的就是你，敢在我清虚观偷袭击杀赤阳真人，今天我要为赤阳道友报仇！放屁！杀赤阳的老杂毛，我用脚偷袭！气死我了！你别跑！吴空穴，你为何不出手拦住他？你在问我？那人用的乃是紫色天火，绝对是高手，可你我却不认识，难道不该小心一二？算你说的对，可难道……难道就这么算了？你想怎样？此人说我在清虚观杀了赤阳真人，咱们就该真去清虚观杀几个人给他们看看。妹子，这可是你的音乐宫啊！仙道真是欺人太甚。
既然如此，那就叫上大伙儿去清虚观。我倒要看看，那明良真人是保破天图，还是保他清虚观的门人弟子。乌黑没有击杀赤阳真人，难道还有其他势力插手？哎呀，管他呢，反正他们自己也有冲突，顺势而为。对，反正对咱们的计划有利，先不用管对方是谁。何况，要让他们相信这一切是仙界高手所为，我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呢。明良前辈，他们击杀我紫阳门长辈，我仙道尚未找上门去。如今他们还敢大举进犯清虚派，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任由他们来去自如？先问明来意，此时不宜节外生枝。大胆！悟空穴，星辰阁的破天图纵然被我们仙道得到，可你们魔道本就有一张破天图，为何还不知足，屡屡上门挑衅？如此贪婪狂妄，不知好歹。莫非你以为我仙道真怕你们不成？我等就是贪婪狂妄，你又何必那么多废话？点心破空，血魔月牙刃。薛雨阳，你的对手是我。学长们，我来助你。蓝冰，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解决，咱们有咱们的事做，你说呢？灵山，去挡住血云。都别乱，挡住血云，我来做法。灵山真人，快顶不住了！好了。真人今日斩杀你！红莲，你敢偷袭！500年之仇，今日一定要报！一起死吧！悟空穴，再这么下去，仙魔两派不过同归于尽，元气大伤。明良，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修的是血魔道，以杀正道，他们死就死了。你造下如此杀业，你就不怕遭报应了？不愿造杀业，你就停手，杀了你，我让他们停止攻击。好，好，好，怪不得仙界前辈一再强调要降妖除魔，你们果然只会带来灾祸。明良，
你真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心思？你清虚派虽然号称仙道第一，可紫阳、蓝阳等大派若联合起来，比你们只强不弱，再加上众从小派散修，也自成一方势力。这次仙魔大战，你清虚派削弱并铲除异己，事后怕是能一统腾龙大陆修仙一脉。你不感谢我，还那么多废话？你血口喷人！我清虚派乃正道领袖，堂堂正正。所以到现在为止，死的都是其他门派，你清虚派众门人只躲在后面偷袭。但魔道可不在乎门人生死，我仙道有好生之德。众仙退入石眼换阵防御。快走！快点，走！快！撤退！入石眼换阵！走，快！明良真人，那悟空血说有高手前往音乐宫挑衅，故此才引发了今日之事。此事可真？绝无此事。薛玉阳掌门、蓝冰道友，莫要听信那魔王信口胡说。当此关键时刻，我修仙一脉还应团结一心，共抗邪魔才是。明良师兄多虑了，像那悟空血所修，乃是血魔一道，以杀戮增长功力，甚至以杀戮为乐。他的话，我们自然不信。只是师弟认为，那些邪魔突然大举进犯清虚派，恐怕并非是为了杀人泄愤，真实目的还是夺取破天图。薛玉阳掌门所见极是。既如此，师弟觉得咱们就更应该注意保护破天图。明良师兄实力高强，为正道领袖，破天图在明良真人身上，目标明显，恐怕不妥。不如将破天图转移，也好防备魔道再施诡计。薛掌门所言有理，善去。是指，薛玉阳掌门提醒，魔道的目的终归还在破天图。既如此，这破天图就不适宜留在你师伯身上，你要确保此图无恙。是。此事唯有我们4人知道，想来在场的都是仙道领袖，当不会有人无故泄露出去。明良真人好算计。继续给我打，打碎他们的龟壳！是。哼，再分出几个人去毁了他们的道场外围。是。嘿嘿。看来真的打起来了，咱们出发，给他们加一把火。你们这些外道邪魔，胆敢进犯仙家道场，我天火真人要替天行道！怎么回事？谁这么大胆子？背上！杀了他们！
公主，音乐宫邹熙就是上次那人，自称天火真人。公主，音乐宫邹熙就是上次那人，自称天火真人。好啊，想不到明良还有暗度陈仓之计。你们拖住他，我回去看看。好小子，你们还挺贱，看我弄死你们！狒狒，别玩了，快回来！其他人也是，快回来！算你倒霉，其他人的打心记下，下回再接着揍你们。敬先府，大哥你要小心。放心，我随时可以脱离战场。走。剑气？难道腾龙大陆还有剑仙传承？你就是魔王悟空血。能修剑仙一道，应该也不会太笨。明良真人许给你什么好处，让你愿意来送死？哼，你管不着。重力领域。月牙刃。有意思。不见了。许黑何在？悟空血大人，小人在此。破天图呢？大人说为防备明良方田暗中捣鬼，让小人暗中保管破天图。小人知道，这破天图就是小人的命，不敢有失。你的身份既已暴露，也就不再适合保管破天图了。众散魔，搜索音乐山，务必找到天火真人。是。大哥，大哥，主人，好强！大哥，那个悟空血，难怪人称魔王，恐怕凭他一个人就能杀光我们全部了。狒狒。实力再次提升之前，千万不要和他正面对敌。哦，可难道他打伤你就这么算了？本就是计划执行必须冒的风险，这样的高手脱离战场，
我不信修仙者一方会察觉不到。这样，到晚上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了。大家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也要稍微闭关一下。大哥又有突破，实力上的突破还谈不上，可跟悟空血这样的人间绝顶高手过招，怎么会没有收获呢？我感觉好像快到99天劫了，需要仔细感应一下。我们走。在5个月之后，看来有些计划要提前了。宗前辈，我是秦羽，有个关于8级玄仙藏宝之处的消息，我要告诉你。哦，秦羽小友告诉我逆阳镜这样的机密，区区小事包在我宗俊身上。吩咐暴乱星海各岛主前来我鹏魔岛相聚。是。方田，宗岛主可知仙魔两派大战已起？我鹏魔岛从来与两派都相交不深，他们打不打，跟我有什么关系？看来宗岛主尚不知道破天图现世的消息。方田，有话直说。你宗介乃是12阶散妖，元神更与我相同，皆是难得的超级神兽。这些讯息，无论你现在知与不知，早晚也会清楚。到时候凭你的实力，也必定会参与争夺。所以我愿意将消息告诉你，只有一个要求：到时候你与我合作，莫要自相残杀，让别人捡了便宜。哦。方田兄说的，可是进入逆阳境之后？宗岛主名不虚传。师伯，那个外界众散魔已许久未发动攻击了。你想说什么？师侄的意思是，联系刚刚悟空血离开，也许他们没能力再发动进攻了。胡闹，这必定是诱敌之计。啊，是，可也许他们发生了什么变故。山区，你有话直说。啊，师伯明鉴，魔教嚣张。自从咱们推入10眼幻阵后，他们越发肆无忌惮。可这段时间突然无声无息，我想。未必不是他们遇到了别的事儿，毕竟之前悟空血说过，有人袭击了音乐宫。悟空血的话你也相信？善去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也许真有大派高手弟子围魏救赵，助我修仙一脉。如此说来，也有可能。毕竟我仙道传承底蕴深厚，众道友更急公好义。既如此，不如师兄辛苦一趟，出去打探一番。啊，不可，这毕竟只是师侄妄测。妄测不妄测无所谓，重要的是，若真如此，乃是绝佳的战机，怎可错过呀？明良师兄若需坐镇10眼幻阵，我看你善去，精明强干，也可前往啊。他们的实力如何能探得虚实？还是你我去吧。若遭遇意外，起码可以自保。悟空血呢？叫他出来！怎么想悟空血大哥了？还是又打算借刀杀人？有人找死！玉良，你我怎样？告诉你，本真人我要除魔卫道。明善，率众散仙杀敌。
战一战！连月妖人，有本事莫要逃跑！找，给我找！掘地3尺，拆了音乐宫，也得找到他们。悟空血大哥，明良率人大举反攻，我们支持不住了。废物，你们！再坚持片刻，我马上就到。明良，没想到你如此阴险，竟敢再次派天火真人偷袭音乐宫。莫要再施诡计，你我正面大战一场。你等邪魔，只知以杀戮为乐，怎懂仙家兵法？若还不快快退去，本真人再施妙计，联合天火上仙，让你们有来无回。师伯，明良师伯，有人操纵天火，烧了秦须山道场。什么？到底是何人，胆敢袭击我清虚观？哼，找麻烦的人呗，这还用问？跟上我，快！看来又是邪魔，降魔！漂亮！外道邪魔都欺上门了，你们还犹豫不决？再敢如此，此事之后，我秦虚观要清理门户，给我上！你们开启十眼幻阵！大哥，你这天火可真厉害！清虚派的救援应该很快就到了。狒狒、小黑，你们先进青玉仙府。啊！又让我们先撤？上次在音乐宫，你一个就差点出事儿，这次……所以这一次，你们更要早点离开。听说那明良真人实力强大无比，如果突然出现，我怕来不及让咱们三个都脱离战场。何况，咱们的目标也不是正面对抗，而是拖延时间，等待能对付他的人。可万一那明良上来就是杀手？放心，与悟空血一战，我领悟不少，对他们的实力也有了基本的了解。想来纵然不敌，拖延一段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宗诀所说的十眼幻阵，果然不凡。你们快进仙府，不然来不及了。大哥，
你这邪魔！是叔祖救命！是叔祖，天火邪魔。邪魔。你这杀戮无辜的混蛋，还敢说别人是邪魔？大胆放肆！哪里逃？这位天火真人，听说你烧了清虚观，把清虚派弟子烧了个七七八八，真是好胆色。悟空穴，既然合作，就莫要再挑起纷争，徒逞口舌之力，又有何益处？真没想到，你们不是水火不容吗？哼！师伯，明亮师伯，有人操纵天火，烧了清虚山道场。什么？哼！再不回去，你清虚观怕是要化作焦土了。哼！明良，你放心，那天火真人也曾火烧音乐宫，你若是回去击杀他，我保证不趁机袭扰，如何？悟空穴，刚刚你说那天火邪魔也曾袭击过音乐宫，想来刚刚你离开战场就是去解决此事，可他竟能在你手下逃生，想来不是实力超群，就是有什么特殊的手段。也许在你看来，就算我亲自赶回，也未必能将此人如何。可是此人凭空出现，在腾龙大陆搅动风雨，又是在此破天图现世的关键时刻，怕也是你魔道大敌吧。既然如此，不如你我暂时合作，剿灭此隐患，如何？只是暂时合作？当然，先除此外患，再征破天图不迟。明良，看来你比我更希望除掉他。我倒是想知道，为何如此啊？悟空穴，你……他是乾隆大陆的人，号称要为那些乾隆大陆的凡夫俗子报仇，你还打算袖手旁观？做下那惨案的，果然是你们两个混蛋！此人极善隐匿逃亡，我封锁空间，你出手攻击，莫要再让他跑掉。
剑心。大哥，是不是有麻烦了？我们出去。不用，安叔临走时都给我两封解信，真有危险，我也能展开飞机逃过悬浮。你没有出来，反倒更加危险。 谁？大哥，大哥！小友，你受伤了。闭嘴！那是鹏魔岛之主宗倔，12阶散妖。师伯，他就是宗倔。听说原身乃是超级神兽，金翅大鹏。 多亏宗前辈及时赶来，不然真有些麻烦。狒狒，小黑，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宗倔前辈。宗前辈，这两位是我的兄弟，黑羽、侯狒，狒狒。 也是蓝叔的弟子。蓝前辈的高祖果然不凡呐！你的原身是超级神兽火晶水源。你的原身……宗前辈，你能认出我二弟的原身？可否帮忙看看我三弟？ 也是妖禽一族，却一直不知原身到底是何种神兽。惭愧，虽然认出世间独一无二的火晶水源，可你这位三弟，我却真说不出来历。哎呀，秦羽小友与这位小兄弟莫要失望，世间神兽各类太多。 何况，就算是神兽之中，也总有一些突然变异的，甚至可能有从未出现过的异种奇兽，我认不出也是正常。单看小兄弟的气势，定是超级神兽无疑。宗倔，何故闯我清虚山道场？哦，就是你们伤了我的秦羽小友。秦羽，星辰阁主。 怪不得要为乾隆大陆的凡夫俗子出头，你暴乱星海，难道真要为此人得罪我仙魔两道不成？哼！你们伤了我宗倔的兄弟，还谈什么得罪不得罪？交出破天图，我放过你清虚山一脉；不然，莫怪我暴乱星海，不念千万年比邻之义。师伯，这些妖邪也太过猖狂了，区数人就敢上门逼索破天图，不如拿下他们，威震四方。不可！那宗倔实力不在我之下，若是真起了冲突，平白让魔道得利。难道就任他们如此嚣张？守好破天图，完成天界任务才是重点。 先让他们猖狂一时，等到
又能逃到哪里去？悟空血，伤我小友的也有你吧？你还不走？难道还要等我出手？宗岛主，你亲自驾临清虚山，怕不是要对付我们魔道？干你的事儿吧，我们保证不捣乱，没准儿还能帮你扩大战果。宗前辈莫要为难，你我合作是各取所需，我秦羽也不会要求宗岛主平白为我出手。秦羽小友，你放心，只是按照计划各个击破。此事之后，我定会找悟空血为小友讨个说法，不会让小友白白受伤的。找他们是我自己的事情，宗岛主只要按照计划帮我破开石眼幻阵，夺取仙道破天图就好。千羽小兄弟真是大家弟子，气势不同啊！既如此，咱们就去清虚观吧。宗俊，我已率众仙退入石眼幻阵自保，面子给足，你还想怎样？不是说了，交出破天图，不然此事难了。宗俊，你实力强大不假，可也莫要如此狂妄。难道就凭你一人之力就攻破我清虚派仙家大阵？金龙，方田，明良，散去石眼幻阵，交出破天图。我约了龙族方田，既然答应帮小友出手，不如借此机会为小友扫清障碍。既然决定联手夺取破天图，不知宗岛主打算对哪方动手？魔道嚣张跋扈，不如借此机会铲除一帮。不知魔道与宗岛主可有冲突？并无冲突。宗岛主说笑了吧？暴乱星海诸岛，虽有你宗倔率众散妖称霸，可也吸纳了不少散魔。与魔道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若无冲突，你怎么会对魔道下手？看来方族长是打算针对仙道了。可就我所知，仙道也并未开罪过你龙族啊。既然合作，不如敞开说明白。仙道的确未得罪过龙族，他们也无此胆量。不过那清虚派有石眼幻阵守护宗门，你我誓不惧。可若是你我飞升之后，世间再无人能破此阵，难道你宗岛主就愿眼睁睁看着日后清虚派凭借石眼幻阵有恃无恐，称霸天下？方族长深谋远虑，既如此，你我就去破了他的阵法。宗岛主还不出手？
宗倔方田，你们竟不顾身份，联手毁我镇山法阵！明良，你在乾隆大陆杀戮无数之时，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身份？秦羽小友莫急，待我逼问出破天图的像，就将它交给你。不愧是金翅大鹏，人间速度第一。可攻破石眼幻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好处也不好让你独占了去吧？到底想说什么？我龙族自有破天图，明良也是你所擒，我自然不会出手跟你抢。你若无法审出破天图的下落，我还愿帮你一把。不劳费心。话不要说满。这样，这明良你先去审，若是审问不出，我再帮你出手审问。不过你我这样的身份，忙不能白帮。若是我审出破天图的下落，抢到此图交给你，你日后要帮我龙族一个忙。好，不过夺得破天图后，明良归我这位小兄弟，如何？我要这个人有什么用？随你处置。方田、宗倔，你们两个妖孽！破天图乃是上界先帝严令夺取之物，你们如此行事，就不怕先帝责罚吗？莫要说这里是人间，就算真的飞升仙魔妖界，先帝也管不到我们妖龙二族的头上。识相的，说出破天图的下落，尚可少受些罪。先帝定会为我报仇。想死？怎么可能？莫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迷魂法，宗岛主竟将此秘术练成了。你叫什么名字？杨山年，师尊此法号明良。到如今修炼多少年了？清修苦练数千载春秋。此次为何从暴乱星海回归宗门？主宗门夺取破天图。那破天图被你藏于何处？破天图。明良，你是我清虚观无数年来最优秀的弟子。此事羽皇陛下特意叮嘱要交给你办，足见重视。明良，你要知道，羽皇陛下在仙界地位极高，你若是办好此事，我们这些清虚观长辈在仙界的地位都将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弟子明白，滚开！宗倔，要杀便杀，你休想从我手中得知破天图的下落。若是丢了此图，莫说我本人，就算清虚派，甚至已飞升仙界的长辈都要遭难。你，宗岛主还是看我的吧。传承龙珠，正是龙族至宝传承龙珠。此宝有多重奇异功效，其中之一便是迷魂。刚刚是流星泪唤醒了我，若是我能控制流星泪，大哥，你们醒了，真的可以控制。明良，破天图在何处？我交予了。说，交予了谁？此图干系重大，万万不能有失。是。交予了谁？
山去！你们竟敢拦我！方田，你与宗俊虽并称人间第一高手，可破天图，仙道必要留存一掌，不然仙界怪罪下来，我们吃罪不起。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宗前辈不必着急，他跑不了。拦住他！是。何人敢强夺羽皇之物？一击金仙，实力虽强，你我联手应能自保。怕的是身怀仙界秘宝。此剑仙傀儡需用极品元灵石驱动，最少1颗元灵石就能让剑仙傀儡达到1级金仙的实力。拜见仙界使者。仙界使者，清虚观首领何在？仙使大人，我师兄为护破天图，被那伙妖邪所擒。师兄，快拜见仙界使者，是大人救了你。拜见仙使大人，多谢救命之恩。属下办事不力，为他们所擒。玉皇麾下剑仙化言，小人无能，丢了破天图。那边一个五爪金龙，一个金翅大鹏，都是难得一见的超级神兽。此事并不怪你。听说你是为护破天图遭擒，忠心耿耿，理应嘉奖。你清虚观一派所修应是点心诀，这柄仙剑点心就赐予你吧。多谢仙使，多谢仙使大人。是你们辱我仙家宗派。交出手中的破天图，七星剑诀，瑶光影。仗极品仙气之威，算什么本事？能斩妖除魔就是好本事。七星剑诀，天书玄。华言，就算你是金仙下界，在人间也难以横行无忌。你想立威，打错了算盘。如此冥顽不化，百击雷印符，一张百击雷印符，你以为我们挡不住？哼，那多来几张又如何？杀光你们，自然可让凡人知道，仙界之威不可挑衅。蓝风师叔，何人敢夺我师侄的破天图？哼，小雨啊，师兄交代妥善保管破天图，怎么被人夺取了？弟子无能，还望师叔做主。这位道友，以你的实力，
应也是下界之人，理应知道这破天图本就是仙界之物，此乃物归原主。何况羽皇陛下亲令我将此物带回，你若染指，日后如何返回仙界？我不管是谁下令，此破天图传承自逆阳先帝，被我师侄秦羽所得，与羽皇有什么关系？看来你是不肯善罢甘休了。剑诀？你怎么会破天剑诀？我师兄所传。你还有师兄？说是师兄，其实我一身功法皆是师兄所传。说是师尊也不为过。我师兄闭关之前交代我将破天图带回，还望化言道友成全。贤士大人。此人号称来自仙界，却口说无凭，强夺羽皇陛下之物。不如我等助仙士大人拿下他，慢慢拷问。你那师兄，难道也在人间？此人敌我不明，不可妄动。毕竟斩妖除魔才是我仙道的责任。是，先跟我剿灭魔教，夺了他们的破天图。不好，魔界使者！杜中君，血魔帝竟派你下界！华言，何必如此如临大敌？在人间相遇不易，本魔王特意前来与你打个招呼。既然如此，打过了招呼，就请告辞吧。破天图就在我这儿，你来抢抢看呢？哼，灵性之物，有缘者得之，无缘者拿在手中，也终究难保，何必多造杀业？是，暂且回山。宗岛主蓝风前辈，此次虽未剿灭清虚一派，却也彻底毁了石眼幻阵。我有要事，就此别过。此次多谢宗前辈仗义，助我师侄。当时明良悟空血联手来袭，若不是宗岛主那道绿光挡住明良真人的仙气，我恐遭不测。就是，所以这破天图就赠与宗岛主吧，乃是我的谢意。蓝风前辈莫要如此说，要不是前辈前来，我与方田都未必能全身而退。此次还要多谢蓝风前辈了。至于那破天图，仙魔使者纷纷下界，就算到我手中，也难保不被别人夺取。何况此物是蓝风前辈所需之物，我如何敢私留啊？本以为我的修为足以傲视人间，没想到，唉。宗前辈莫要担心，我蓝叔曾说过，除了破天图，另有进入逆阳境的方法。若是我勤于保证，到时带宗前辈一起前往，不知宗前辈可否愿意帮我一个忙？小友请说。破天图最大的价值，无非是进入逆阳境。既然你我另有办法进入逆阳境，不如将此破天图抛出去，让其他各家去争去抢，这样你我置身事外，反倒更容易行事了。小有妙计，只是不知
小友打算如何将这破天图抛出去呢？宗前辈还记得我曾向您求极品元灵石吗？其实真正需要极品元灵石的人并不是我也是受蓝前辈所托。既然咱们不需要这破天图，不如就办一场拍卖会，让他们用极品元灵石来交换这破天图。到时候，无论是仙道、魔道，谁出的极品元灵石最多，咱们就将这破天图卖给谁。好，既然蓝前辈都说另有进入逆阳境的方法，我就帮小友这个忙。这拍卖会啊，我看也未必需要限制仙魔两道。仙魔使者率先下界，可上界却并非只有仙魔两道的势力。刚刚方田走得匆忙，想必与上界龙族有关。而且仙魔妖界最大的力量其实乃是妖修一脉。既然仙魔两道纷纷插手，想必妖界也不会坐视。总之，小友卷入各势力之间，务必要小心谨慎啊。多谢宗前辈提醒。那拍卖会的事情，宗前辈威望高，交友广，正好就拜托宗前辈了。小友放心，此事我宗俊定当尽心。你俩怎么了？好不容易度过了99重劫，以为再怎么样，咱们兄弟也不至于再受人欺负了。没想到，最终还是要靠别人。这可不是别人，而是早前蓝前辈送我的剑仙傀儡。那华言出现时，我听宗前辈和方田说，他乃是1级金仙，而我早已在蓝峰之上镶嵌了一枚极品元灵石，论实力也不输于华言。何况作为剑仙傀儡，蓝峰根本不具百击雷印符之类的秘宝符咒，所以我才让蓝峰现身，冒充师叔，帮咱们夺回了破天图。然后再用破天图换更多的极品元灵石，进一步增强蓝峰的实力。赶紧拍卖，赶紧拍卖！到时候咱们踏平千虚观，毁掉音乐宫。还要再等等，我的99重劫就在2个月后。我把拍卖会放在渡劫之后，也是为了到时候自身的实力也能有所提升。见了华言、杜中君，我才明白，剑仙傀儡再强也是一件外物，有些关键时刻还得需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大哥对渡99重劫可有把握？当年雷卫师傅未能渡过99重劫，可我不同，不但有不少法宝，还有流星泪护身，我想我一定没有问题的。有什么特殊的渡劫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吗？大哥莫要草率，我正想说，99重劫与前2次渡劫不同，不但有各种诡异能量考验肉体，还会引发幻境。若心智不坚，哪怕只有一丝破绽，也会被迷惑心神。到时候雷劫趁虚而入，可是非常危险。怪不得宗雀方田实力如此强大，当年都未能渡劫成功，成为了散妖。狒狒、小黑，当年蓝叔带你们去的秘境，现在还在吗？哇，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我跟杂王娘一出来，那秘境就消失了。不过是看你们去了短短时间，实力大涨，不想让你们单独占便宜罢了。既然找不到，那就算了。一个99重劫还难不住你们的大哥。真正要注意的，还是宗雀前辈的提醒。若是上界妖族真介入此事，选择的对象要么是暴乱星海，要么就是洪荒妖族。既然宗雀没得到任何消息，也许洪荒妖族那边有必要查一查。大哥说的是。不过渡劫之前，大哥还是应该跟家人告别。至于查洪荒妖族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
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你们搬回左龙王朝吧。小雨，你的麻烦解决了？很快，而且回到这儿，我才感觉到，家应该是有记忆、有温度的地方，不然再好也不过是座房子。我想，你们肯定不愿意长期待在那儿。 主人，小莫，当时我曾答应，日后不会对你横加驱使，只需要在我不方便之时护我家人。站在你面前的是我的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跟随我四处冒险，只要留在这里静静修炼。唯一的职责就是护我家人平安，你可愿意？主人放心，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休想伤害你的家人。 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小莫是大成期的神兽，虽不能说纵横无敌，可应该也不会有人前来无故招惹。有他在，大家安居左龙都城，向来也无大碍。小雨，你为家人已经做得够多了。我虽修为低微，可也听说过羁绊越多，99天劫越难度过。小雨，你只是渡个劫而已，有从外加功夫修炼到先天境界难吗？ 何况我现在宝物无数，你们就放心吧。再说，就算万一真的……嘿，大哥，我跟杂毛鸟从洪荒回来了。好，我现在就赶过去。父王、风叔叔、大哥、二哥，我得走了，你们多保重。小雨，万一渡劫不成，做个散修也没什么。 千万不要逞强啊！大哥，洪荒那边好香啊！青羽仙府的美酒是不错，可论带劲儿，还得说是这凡间的美酒。馋了，咱们去那儿坐坐，边喝边说。好，天天修炼战斗，修炼战斗，好久没喝过人间的美酒了，我还挺怀念这味道的。哟，客官，几位客官这边请。啊，请。三位爷，有个大个子在那喝酒，一上午已经喝了好几坛了，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我过去让他们安静点，别搅了您的酒兴。人家喝酒，我们也喝酒，谁搅谁的酒兴？是，这就是爷您体谅小的了。三位请坐。要点什么？就他喝那酒，先给我们上10坛。菜好吃的你们就往上端。10坛，三位爷，那是烈火烧刀子。让你上就上，还怕缺你酒钱吗？行，听爷的。放这就行啊，我们不用管。啊，行了。哎呦，忙你的吧。好，不打扰三位爷了。三位爷慢用啊，小的先告退了。又来一坛，我数数。烧刀子，再来10坛。你们在洪荒有发现吗？也没什么发现。其实洪荒那边妖族都老实得很，而且听说核心区的统治者前不久闭关了。是杂毛鸟说情况紧急，要赶紧告诉你啊。太老实，你的意思是洪荒不正常？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也是为了破天图，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管他们呢，有人敢惹麻烦，揍他们就是了。我跟杂毛鸟急着赶回来，是为了别的事儿。天劫，大哥，你不是要渡99重劫吗？去洪荒的路上，我跟杂毛鸟特地问了史家兄弟，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99重劫是8道威力递增的劫雷，和最后一道蕴含了天火和劫雷的双重攻击。天火，天火对我来说就是养料罢了。不是，我们要说的不是天火，是不一样。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九九重劫和史家兄弟的完全不一样。你们的意思是，针对不同渡劫对象，九九重劫也会不一样？哎，对，我跟杂毛鸟的比他们的厉害多了。只有前6道是普通劫雷，第7道开始就有天火攻击，而且到了第8道更是出现了心魔诱惑。心魔诱惑？让人分心。然后在分心的时候啊，最强大的第9道天劫就降下来了。最强大？对，可是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强大。反正要不是蓝叔提前灌注了抵挡的能量，我跟杂毛鸟绝对扛不过来。难得有空闲，不想那些烂事儿。再说早晚要面对，担心你受虐。喝酒吧。对，喝酒。来，喝。看那边，那边在喝，老二，再来10坛烧刀子。我们这边也一样。小二，接着盛酒。几位爷，小店实在没有酒了，我这还有，请你。哈，痛快！小子，到你了。真麻烦。小子，我看你很顺眼。我？就是你。我叫蛮钱，你可以叫我蛮钱大哥。哼，叫你大哥？凭什么？我就一个大哥。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我管你是谁！果然有傲气，不愧是火井水源。蛮前兄，介绍一下，小弟秦羽，这是我二弟侯费，脾气天生桀骜不驯。这位是我三弟黑羽，脾气比我二弟高冷。我有时脾气也不大好。不过一起喝过酒，就算有了交情。我在你的传讯令里留了个印记，有什么麻烦可以找我。这凡间的麻烦，一般难不住我。哼，哪儿来这么个大块头？虽然揍了我一酒坛子，可我倒觉得他还挺有意思。能让你有好感的家伙可不多啊。其实我感觉还会跟他再见面的。走吧，该渡劫了。一个人类，却有2位神兽兄弟竟愿意为你跋山涉水探查蛮荒，有意思，真有意思。秦羽小友拜托我组织的拍卖会，就定在这儿。你安排人在这里打造亭台楼阁，准备迎接各方来客。记着搭一座高台，展示破天图用。是，师傅，按您所说，秦羽兄弟对极品元灵石念念不忘，为何又要等上数月才来拍卖破天图呢？上次再见到他，能看出他已经到了渡劫中期，恐怕是要等度过99重劫吧。什么？99重劫？能度过此劫的人十不存一。他，他毕竟是人类，渡劫比我们这些神兽妖修总会容易一些。可秦羽兄的修炼跟一般人好像很不一样。哎呀，不用为他担心，有蓝前辈这样的高人守护，想来成功渡劫问题不大。何况99重劫，你我修真之人总要面对，还是尽快将他托付的事儿办好吧。是。大哥，这99重劫蕴含的能量很大呀！能量再大，也伤不了大哥的肉身。我担心的还是心灵幻境。
受死！前6道雷劫的威力比咱们的小得多，大哥应该没事。这样才令人担心，这说明后3道雷劫凝聚了大部分能量。看来第7道天劫要有天火攻击了。雨儿，你大哥得罪了海外上仙，被小莫，我让你保护家人，你不对，我在渡劫。受！住手！月下刃，天心。我说住手！让你们住手！不可能，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1道天劫，来吧，度过99重劫，我就有更大的力量保护家人，保护所有人。青玉大哥。丽儿，青玉大哥，兰叔帮了我，偷偷带我逃出来了。丽儿，我在渡劫，你离远一些，别伤到你。青玉大哥，恭喜你渡99重劫成功，咱们又可以无忧无虑的在一起了。这段时间我练了新曲子，一直想弹给你听。干什么？救大哥呀！杂毛鸟，你放开！你疯了！天劫乃是针对渡劫之人，帮忙抵挡也没有任何帮助。你现在冲过去，只会让自己也受到天雷的惩罚。丽儿，你回来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说过我会来找你的，不管如何，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说过，可你一定知道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不，你说过。
99重劫，我一定能度过。大哥，你渡劫成功了，成功了！哎，我就跟杂毛鸟说，99天劫对大哥算个屁呀！看看大哥毫发无损吧。刚刚第9道天劫劈下来，是谁都快掉眼泪了。谁掉眼泪了？陆中君出来见我。什么人？敢来音乐宫撒野？陆中君，快出来！何人大呼小叫，如此放肆？蛮前，是蛮前兄啊！没想到妖界竟会派蛮前兄下界，牛魔皇真舍得。哼，魔界不也派了你下来吗？魔界那几块料理，你也算不错了。蛮前兄说笑了，不知蛮前兄这次大驾光临是破天图，你的破天图给我。蛮。一半，不是多一半。杀了你，名额全是我的。好，3个就3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知道杜兄你不会让我为难。来，敬你一杯。蛮前兄可知，虽然你我2人各只有3个进逆阳境的名额，可眼下有个好机会，可以让咱们拿到更多的名额。有劳宗前辈费心了。都是冲儿的功劳啊！宗道主，人都到齐了。仙界使者华言，携明良真人、雪雨央、你们来与不来都一样。我们魔道必定会购得那张破天图，不用自我介绍了。拍卖，还没拍你们争个什么？星宇，咱们又见面了。我龙族也来凑凑热闹。宗介老兄，你可要好好招待呀！那是自然。诸位，请。
尚未恭贺小友度过99重劫，在宗前辈面前，不敢论修为成就。青羽、侯费还有黑羽，我来了。蛮前兄，蛮前前辈，听秦玉小友说过，前辈豪爽海量，此处有酒，前辈快请入座吧。你这家伙比余粮有趣。让个地方。几日不见，逆渡99重劫成功了，有两下子。与肉身被毁，也只在分毫之间，差点就只能修散仙了，幸运而已。幸运，99重劫靠幸运度过。你就宗雀吧，金翅大鹏，了不得的超级神兽却成了散妖，看来当初比较不幸了。前辈说笑了，99重劫的威力巨大，当初我渡劫之时困于幻境之中，直到最后一击才清醒过来，不得不放弃了肉身，拼了老命也只逃出了元婴。至于是幸运还是不幸，前辈乃是妖王，宗倔不敢妄测元身。可我本人加上侯费都是超级神兽出身，同等境界实力更强，可天劫的威力也大得离谱。你是人类，论元身强大，自然不如我等，可天劫的威力也会相应降低。你和我们谁更幸运呢？大哥，他是不知道，你那天劫的威力比超级神兽的都恐怖。宗倔，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若说到凡夫俗子踏入修真界，机缘巧合度过一次49天劫，也许可说是幸运。可能修到我等的境界，谁不是经历了无穷磨难，九死一生？难不成次次凭的都是运气？能度过99重劫，足证几位都是心智坚韧、心思清明之人。小友也莫要过谦，须知修真界实力为尊，展现出强大，也许倒能少掉许多麻烦。两位的教诲我记下了。其实就算两位不说，我也不能坠了蓝叔和我蓝风师叔的名头，不然蓝风师叔到来还不得教训我？哦，你那蓝风师叔也要亲自来此？当然，破天图是我蓝风师叔的，元灵石也是他要，他当然要来。那蛮前前辈来此只是为了饮酒，还是？我可没打算在这个事儿上跟你套什么交情。既然是拍卖，那当然得按规矩来，不就是元灵石吗？切！可是宗倔，我虽说不会干预拍卖，可你这拍卖会筹备的也太差劲了。不知有何事令前辈不满？宗倔即刻改进。一家只给1间客房，这也太寒酸了吧？我马上安排人为前辈加盖房间。那倒不用，我已抢了魔道的驻地，够住了。蛮前，血魔王大人，这蛮前嚣张无忌，夺我驻地。血魔王大人不愿与那蛮前正面为敌，是因我魔道自有破天图。可那仙派的华严若想完成任务，却退缩不得。可就算华严想正面对抗蛮前，也未必有此实力啊。小人的意思是，若无机会染指此图，也就罢了；若真有实力与蛮前一搏，华严为了完成上界的任务，必定会孤注一掷，不惜代价。若我魔道帮他一把，定能挽回许多好处。那华严要是自己争气一点儿，索性让他得了破天图，彻底断了蛮前得破天图的指望。即便不成，我魔道也有所得。有点意思。这些应该足够敲华严一笔了。你与魔道有功，这件极品魔器血月就传给你吧。谢血魔王大人。诸位，
今日乃是破天图拍卖之日，此事我早已遣小侄来办。今日大家也要听他安排。小雨，诸位，拍卖之前，宗岛主早已传消息给了各方，此图乃是我师叔蓝风所有，今日以极品元灵石交易，谁出的极品元灵石多，此图最终就归谁所有。拍卖成功后，现场交割。若是有谁为阻止他人交易，虚报拿不出的元灵石数字，那谁虚报，就是与在场所有人为敌，大家都要出手。满前兄说得好，我受蓝风师叔所托，交办此事，纵然实力不高，也定要出手维护拍卖会的秩序。现在我宣布，拍卖开始。刚刚诸位进场之时，都暗中查探过此图，这现场验证的环节就免了吧，大家可以出价了。2枚极品元灵石。杜中君，你真敢开口？2枚极品元灵石就打算拿走此图吗？我出3枚。热热场，凑凑热闹。我出4枚。何必如此浪费时间？对此图志在必得的，也无非就是我与华言。华言，你有多少元灵石？直接说出来吧。哼，凭什么？若你手中根本没有多少元灵石，我却报了高价，不是白白多花费了许多？5枚。你有耐心，我就陪着你。6枚。7枚。8。9枚。大哥，蓝风快要能发挥全部实力了，9级金仙肯定人间无敌。10枚。11枚。好，没想到你准备了这么多极品元灵石，比人间仙派所有的总数还要多出不少。12枚，我只有12枚，你若还有，破天图就归你了。你若没人出更高的价钱，破天图将归满前所有。慢，我这里还有3枚，现场出售。我买。啊！哈哈，这些元灵石我就收下了，多谢。公平交易，不必言谢。我谢的不是这些元灵石，而是你龙族不再参与争夺破天图。以后谁若再说你蛮前有勇无谋，我鳌凤第一个不信。放心，我极品元灵石都交易给你了，还怎么参与争夺？将龙族的极品元灵石都交给他，你希望他得破天图？不，我只是希望龙族能得到更大的优势。我只是拿出3枚元灵石打算卖出去，不算违反承诺吧？为了元灵石，你从我这里拿走了偌大的好处，现在却又来阻我成功。我说卖，又没说卖给谁。他华言可买，你蛮前也可买，何来阻你成功一说？你，拍卖主人在此，我自与他们交易，事后依然还是出价高者得此破天图，如此不算违规吧？确实不算。看，拍卖会的主人都说无事，这3枚极品元灵石，你们到底谁买？什么价？每枚元灵石换极品仙魔妖器1件，或同等符咒、丹药。比如你那百击雷印符，每张也可换取1枚。你疯了！极品仙魔妖器，百击雷印符，哪个不值10枚极品元灵石以上？你那是在仙魔妖界，可这里是人间，爱换不换。等一下，我换2件极品仙器，换2枚极品元灵石。华言兄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刚刚说的是3枚极品元灵石现场出售，要买就3枚都买走。鳌凤兄好算计，这是要逼着大家将仙界带来的宝物都交出来呀！哼，既然如此，我可不能让你如愿。
反正杜中军答应分我3个入逆阳境的名额，我没必要为了此图孤注一掷。华严兄，我出13枚极品元灵石。拍得破天图者，为先使华严。蛮前修，小弟拜访。蛮前修，白天拍卖会上，还要多谢你未当场发作，没让小弟为难。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愿赌服输。既然说了要守规矩，我自然不会反悔。毕竟是他们算计了蛮前兄你啊！哼，区区腾龙大陆的修仙一道，我就不信他们能拿出那么多极品元灵石，定是杜中军从中捣鬼。既然蛮前兄看得明白，那我就直说了。现在3幅破天图已各定其主，仙魔龙3方显然都不愿意蛮前兄得到此图。那杜中军允诺你的3个名额，怕也未必可靠啊。他敢违背承诺，我扒了他的皮！哼！哎，对，对付这种人就得揍。哎，不说这些烦心事，趁此良宵，还是对月痛饮来的痛快。兄弟，请。蛮前兄洒脱，来，请。请。今日，我等要宣布一个重大喜讯：我修仙一派终于得到了破天图，进入逆阳境夺取重宝，完成羽皇陛下交托的任务，指日可待。仙道昌盛，万古长存。此次华严上仙将亲自前往，我等也要随同协助。待我等走后，各派要谨守山门，莫生事端。若有人胆敢惹出麻烦，影响了大事，休怪我等无情。诸位仙长，请问前往逆阳境的都有何人？我等4人，再加上清虚派选出的1位高手。请问我赤阳门就没有随同的名额吗？我赤阳门主赤阳真人也是11阶散仙，且是为了守护清虚观、争夺破天图而牺牲。再说，上次清虚观遭劫，我赤阳门全派驰援，弟子门人损失无数。怎么，你们这些大派高人，见我赤阳门没了高手，就要将我们一脚踢开吗？放肆！命令已经公布，此事横生枝节，不可恕。你等，它还有异议？抵抗妖魔侵袭，为仙道尽力，乃是我修仙之人的本分。竟敢在这索要好处，你们赤阳门中出了此等人，可见平时悟道有偏，教育不严。罚你们全派面壁1000年思过，派人押他们回去，1000年之内不许出入山门。是。明良师兄好手段，那赤阳门仗着自己是传承10数万年的大派，安排他们做些什么，每每都要讲些条件。如今赤阳真人已死，竟还不知收敛，这下1000年不能出山门，恐怕传承凋敝，再难恢复往日气象了。没了门中高手，竟还敢如此放肆，真是找死！
明良，今日我要为乾隆大陆遭你残害的众生报仇。当日乃是悟空穴挑衅，杀人者也是那一群魔头。你若住手，我愿帮你一起找他们算账。刚刚赤阳门不过问了几句，你就将其斩杀，这还是你仙道一脉之人，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魔头？另外，悟空穴之事我已办完了，无需你操心。何人胆敢偷袭？三叔叔都这么厉害了，还要修炼啊？三叔叔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修炼呢。哦，那三叔叔加油，提升了实力，回来陪我玩。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害了，是你们干的。不可能！何人敢在青石乡撒野？仙使大人，是蓝风，蓝风袭杀了我明良师兄，我认识他的剑气，仙使要为我等做主啊！闭嘴！此事分明是魔道所为，你们怎么说？仙使大人料事如神。哎，大哥，事情都办完了。办完了。死者不可复生，可如今也能瞑目了吧？接下来，咱们就需要关注仙魔龙三派何时前往阴阳境了，你们也要随时做好准备。准备倒无所谓，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怎么？大哥，近来我跟杂毛鸟体内的妖元力已转化了不少，到达大成期了。眼看飞升在即，不知是否能陪你完成任务。这是好事啊！什么好事啊？你就需要帮忙，我们感受到飞升，说明你们修炼又突破了关口，还不快去巩固？大哥，小黑、狒狒，咱们兄弟生死一体，难道大哥存在就是拖累你们飞升的吗？再说，快点去巩固境界，到时候要是能一起入阴阳境，还能帮上更大的忙。星辰变功法到了恒星期之后，不过是我的推演现象，再修下去是祸是福，尚未可知。蓝风，你能助我斩杀仇寇，却不能替我飞升。真正的修行之路，还是要靠我自己。雷卫师傅，我定会创出星辰变功法的前行之路。华言，
你竟敢袭杀悟空穴，想要毁尸灭迹！别忘了，剑气瞒不了人。我刚刚将血月赐予悟空穴，他就被杀了。给我再去找个进逆阳境的人选，快去！是。别敢拦我！前任节外生枝，跟你说明良之事，只是为了日后合作，大家莫要各怀敌意。还是说说正事儿吧。话言，杜中军，现在破天图在我等3人手上，若想就进入逆阳境，只需咱们3方合作。我看就没必要耽误时间了吧。3日后出发如何？我自然也愿早日完成任务，也好回归仙界，向羽皇陛下交差。哼，合作自然是要合作，可蛮前那紫铜牛魔王发起狂来，你我何人招架得住？那蛮前手中又没有破天图，只要出发时你瞒过他，等咱们入了逆阳境，寻到宝物，直接飞升仙魔妖界，他区区一个1级妖王，还能到魔帝面前去找你不成？哼，堂堂魔道使者，竟如此畏首畏尾，看来你也的确不敢袭杀我仙道的明良。你好，大事为重，3日后出发。怎么了？没什么。事情既然定了，本魔王就不陪2位了，辞别。此次入逆阳境寻宝，鳌凤长老可有把握？并无把握，但此事也关系到上界龙族兴衰，必须尽力而为，也尚需方田族长率人间龙族鼎力相助。龙族一体，义不容辞，何况龙皇之命不可违。而鳌凤长老来到人间，是代表龙皇陛下的。我虽来自上界，可那不过是吃长几岁，修行时间更长罢了。终归不过是寻常金龙，可你方田族长乃是超级神兽五爪金龙，龙皇本就对你另眼相看。这次逆阳之行一旦得手，族长他日飞升，必是一片坦途。但逆阳境祸福难测，还需随机应变。人间龙族3长老听令，速去准备。2个时辰后，随龙师鳌凤出发。是。我也去准备了。
今日我仙魔龙三派将齐聚阴龙岛，同入逆阳境。你宗岛主可缺什么仙器呀？若有机会，我帮你取1、2件，不然等我们回来，你这人间第一高手的名号，怕是要不保。先帝之宝，可是随意能拿的？我看你还是小心些，注意保住自己的小命吧，别总惦记我。好了，消息告诉你了，你们有什么计划，也该开始了。将到手的破天图拍卖出去，我不信你宗眷会彻底放弃进入逆阳境的机缘，定是还有计划。我也想看看你宗眷的后手到底为何。有后手的可不是我。蓝风。人间龙族听令，出发！可惜那明良真人的元婴被血月污染，不然对大哥的修炼也是一大助力。嗨，无所谓，大哥拿到了那么多元灵石，单凭蓝风就人间无敌了。大哥，有蓝风在手，你何必如此日夜不停的修炼呢？自然是为了接下来的大事。大事？当然是入逆阳境了。对。仙魔两派与龙族拿到了破天图，必定会联合起来，尽快前往逆阳境。那明良、悟空血，就算明良、悟空血死，也绝不会耽误他们太长时间。12阶散仙散魔又怎样？在那些上界使者看来，也不过只是增强实力的工具。草菅人命者，却不知自己在他人眼中，命亦如草芥。狒狒，小黑，看来咱们也要准备出发了。哦，仙魔龙出发了，那大个子呢？门前，仙魔龙那3派小人自然会甩掉他们，我们就带他一起去吧。魔石大人神机妙算，果然瞒过了那头蛮牛。那蛮前实力强大，桀骜不驯。我是说他自恃蛮力，多次对我无礼，只是看在魔帝陛下的大事份上，不去与他计较。如今我与华颜、鳌凤3家联合共探聂阳境，又怎么可能为他耗损珍惜名额？陆中君，何处去？蛮前兄，本魔王要传授他们魔界道法。既然如此，把破天图留在音乐宫中，我放你离去。你莫要欺人太甚！欺你又怎么样？实话告诉你，自雪域岛拍卖之后，我一直就在音乐山中。3日前华颜来访，今日你潜行而出，除了打算违背承诺，悄悄前往逆阳境，你还有什么解释？一会儿听我下令，你们就先走，到银龙岛再聚。是，走。找死！
太过分了！贴出的名额，知信者死。神士盾。该死！蛮前大哥，若前往泥阳境计划不利，可愿来鳕鱼岛一叙？都中军呢？路易邀使门前拦路，末世大人令我等先来，自己留下断后。末世大人，末世大人，可甩掉了蛮前。自然，我施展了血魔道秘法。蛮前怎能追得上？别磨蹭了，开始吧。死亡深渊。你知道这里？年轻时，我曾与宗眷一起前去试炼。你。供补充，广袤无边，可威胁却是来自无所不在的寒气、狂风。深入之后，凛冽的风雪甚至能割裂空间。咱们这么走了有1年了吧？还有多远？1日10万里，照这样，还需要再走2年。还要2年？大哥，一去这么久，你家人那边？现在才想到，出发之前我就派使信兄弟过去了。人间的高手大多都会赴泥阳境，有他们3个再加上小莫，我家人那边不用担心。你还是小心赶路吧。没事吧？是空间裂隙，咱们已经深入到了极地寒域，
那种被锋刃切割出的空间裂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万一被卷进去，轻则身受重伤，重则尸骨无存。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浪费法力重新凝聚手臂，在此处无法补充能量，不要浪费。另外，小兄弟，在咱们之中，你最了解逆阳镜。如此赶过去，就算咱们都能安全抵达，恐怕也是强弩之末。进了逆阳镜，还需与其他3方争夺宝物，我担心。宗前辈放心，莫说地图上标注的路线，他们的只会比咱们的更难走。就算真的到时候遇到麻烦，咱们也还有强大的帮手。哦，难道是蓝风前辈有其他进入的方法？到了需要的时候，我蓝风师叔自然会出现。你功力又有突破！恒星期，我终于到达了恒星期。从今以后，师尊的经验到此为止。以后功力突破、境界突破，靠我自己创造。丽儿，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到飞升的道路，一定。小心！大哥有突破，我也没闲着。妖元力已经转化的差不多了。哎，杂毛鸟，你呢？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转化成功，飞升而去。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但愿还有一段时间。狒狒，小黑，专心赶路，别再分神了。死亡深渊到了。哇！蓝氏天火，这竟然就是蓝氏天火！传说中，就连金仙也无法抵御的蓝氏天火，竟会在人间出现。杜仲君，慢！满浅，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们能来是因为有地图，我们能来自然也是因为有地图。来找你算账的，来呀！你那喷水章鱼的招，有本事在这儿再用一次！满浅，我一忍再忍，你莫要欺人太甚。怎么，凭自己超级神兽的原身，你就想为所欲为？你可别忘了，我也是血魔道精英弟子。血魔道就是狗屁！让你得个教训！我杀人！大人！满浅，你不要逼我！逼你又怎么样？你要战，那就战！血灵谱，传说中能短时提高实力的血魔道灵丹。
只是他此时服用了，入逆阳境岂不是少了1丈？看来是真打算拼命了。满前，算了，不在这儿跟你拼命，进逆阳境再找你算账。既然不打了，大家出发吧。怎么，打算让我们先进去拼命，你们跟着捡便宜？是将机缘让给你们，免得拼了老命，最终也没拿到先帝宝物，所以还是你们先请吧。当时听那前须说到青鱼仙府的重宝独一无二，我猜测并非是指这1分为3的破天图，看来那样东西在你们手里了。哼，你刚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找到这儿？这么笨，你是怎么修成机仙的？找死！话言，持破天图可入逆阳境，可入逆阳境未必需要破天图。我蓝风师叔自有其他办法，却无需向你解释。你实力强大，可在此处也难保万全。逆阳境就在眼前，就不怕真出些闪失？料到你总结有入逆阳境的方法，能带多少人进去？我们全部。好你个金毛鸟！既然谈不拢，不如各走各的。让他们先走，我们随后进入，免得被人尾随，占了便宜。好，那你们也莫要跟着我们，咱们的路会更好走。地图所示，我们应该在此处向右，可……反正只能跟着地图走，相信我，就跟我来吧。大哥，这幻境做的真了不起。传讯令牌也不能用，看来还是得靠他们自己决断了。有大人。我跟他们说，只能信你，他们不信。这就是逆阳境，
传说有无数珍宝的先帝洞府。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哈！看来你们的地图也是真的，就是路上不太好走啊。他们竟然真有地图，早知如此，当初不如杀了那秦羽，夺了地图。对，也免得白白耗费了那么多极品元灵石。啊！看来逆阳镜果然在此。叫大家都过来。大家围到我身边。破天剑气。瞬间神死道消。你等能来到此处，想必皆是得到我所留讯息之人。既然经历了千辛万苦入我逆阳境，我自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明星境中有散宝岩，我留有仙魔妖气无数，望你等以缘法善取善用。散宝岩。大了吧？不是，明心境的考验会越来越难。从不能大声喧哗，到不能发出声音。禁之一劫，散宝岩就在前方。原来这3道闪电必须有人 IP 才行。谢谢啦！
三宝岩上有极品仙器数件，其中更是有一套极品仙器战甲。去吧，找到适合自己的仙器，才有更大机会在接下来的考验中生存下来。动手！你敢！宗前辈，且慢。是陷阱！刚刚略有感应，好像是拿到仙器滴血认主后，触发了某些禁制。我尚未来得及滴血认主。诸位可寻到了此缘法呀？忘了告诉你们，每一件仙器上都有我布下的禁制，只要滴血认主，便会元婴爆体而亡。对了，想来你们当中应该有来自仙界之人吧？刚刚可受到了教训，我奉劝你们趁早放弃。要知道，我的考验对魔妖皆是一般，可若是碰上仙道修士，则威力会大上3倍，你们活下来的几率也不过其他人的1/3。华言，看来这逆阳镜对你可不是那么友好啊！玉皇玄帝又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惹得这逆阳仙帝如此的愤怒。混蛋！怪不得玉皇陛下说那逆阳乃是卑鄙小人。这秘术是我学自好友黑焰君，若想破此秘术也很容易。一种方法是只要有1级玄仙以上的实力，以体内真火炼化即可。不过，若你们真有1级玄仙的实力，仙师早已发现此禁制了。至于另一种方法嘛，这禁制只有1次，凡是被滴血认主过的仙器，下次再被夺取，便无事了。这次是真的。你们在担心我诱骗你们？告诉你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我愿留机缘于后人，可没人能不劳而获。告诉你们第2个信息吧，拿了散宝岩上的宝物，继续向前，走到终点的人将得到那件至宝。后面的东西再没有什么禁制秘术了，因为我累了，也没有时间了，不想再斗了。
运气，运气真的很重要。放下极品仙气战将，饶你不死！大哥，仙气入手，可宗俊前辈也不敢贸然滴血认主，这么下去，早晚还是会被别人抢走的。狒狒莫慌，这泥阳仙帝恐怕真的是遭遇了什么变故。他说话的语气与九剑仙府是完全不同，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那万一不是呢？再说咱们总不出手，不是空手而归，白来一趟。我自有确认的方法。没听阴阳仙帝说吗？真正的重宝机缘还在后边。先助宗俊前辈夺得宝物。哦，宗俊，既然不敢尝试，还是把仙气交出来吧。找个小辈测试一下，若死，让他去死；若无事，再杀了他，夺回仙气便是。你试试。宗前辈，此法的确可行。找个人再滴血认主一次，就能确认是否还有禁止秘术了。多谢华严仙使指点。大胆！极品妖气。你说是，那就是吧。哦，肯定是师尊给的。分身之术，哼，他一个凡间修士，怎可能用出分身之术？这是身法迅捷，这应是人间速度的极致，也称得上是惊翅大鹏一族的绝技了。别，不要！仙师大人救我！华严不必恼怒，只是借他鲜血一试，他没死，还能白得一件仙气。走吧，真正的重宝还在前面，想来也不会有人继续为这些东西耽搁时辰，枉送性命了。仙师大人，这……你杨这老疯子！玉皇陛下的命令不容有失，咱们走。刚刚逆阳仙帝曾说，直走即可到达最后的藏宝之处。看来，先帝所指的路线，便是要通过这条青云路。大哥，大哥啊，什么事啊？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吧？那你去处理掉他们。正事要紧，莫要节外生枝。是侯废黑羽，他们的妖元利益转换完成，很快就要飞升了。飞升，相识一场，应该去告别。就那么点时间，还是留给他们兄弟吧。
这么快？我跟杂毛鸟本来以为一起探索逆阳境了不起，用个1年半载，剩下的时间咱们兄弟还能好好聚聚。哎，谁想到在极地寒域整整走了3年多。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在极地寒域最后一段的时候感觉到的。那时候大家都要全神贯注，我们怕你分心，没敢告诉你。进了逆阳境，明心境不方便说话，三宝岩又是一场大战，所以到现在才找到机会。还有多少时间？就在此时。我本来会再迟半天，可因为相差无几，所以猴子飞升的时候，自然也会被吸到上界。哎，大哥，我们要告诉你这个，不是为了让你担心啊。我们是想说，本打算陪着你探索完逆阳境，现在看来是没时间了。大哥，这逆阳境危机四伏，诡异难测，我怕。对，总之就是超级危险，而且前面的青云路，对吧？看着就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意外。我们飞升了，你一个人，要是青云路太危险，我就不过去，在此修炼到飞升。那就好。不过大哥，等你飞升了，一定要来妖界找我们。我在妖界等你1000年，如果你不来，我就走遍上界找你。如果找不到，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会想办法下界。大哥，一定去找我们！一定，我一定会去妖界找你们。又有何信息浮现？石碑上又有变化。每次只可通过一人，若在此人成功通过或失败死亡前，他人踏上青云路，则2人都必死无疑。同时上2人则必死无疑。哼，有意思。谁先来？我来。不行。第一个探路者危险更大。怎么，我去做探路时，你们都不同意？嘿嘿，探路用不着你这位仙使大人吧？危险大，可真的通过了，好处也不必多说。你华言这点心思骗得了谁？你先到探路可以，但你本人不行。好，我让手下先去。好啊，这样，第一轮各方各派1人，但各方使者以及最强的宗眷方田不可以最先出发，如此可好？好，按照仙魔龙族幽族的顺序，暴乱星海最弱，最后尝试。啊，下一轮可再改换顺序。好。宁善，你去。怎么，你敢不听调遣？你想想，若能第一个踏过青云路，得到逆阳仙帝的宝物，完成羽皇陛下的重托，你的前途……华言前辈放心，明善定不负所托。慢着，留下灵魂玉简。
这也太快了！杜兄，该你的人了。嗯。乌黑好像通过了第一个难关。总比明善走得远些。兽吼声，难道有妖兽？不可能。若是当年的妖兽，这么多年不是飞升就是渡劫失败，早已不在。难道是万？蛮前兄，那卷轴镜在逆阳镜，真是让人惊喜。除了那件让上界各巨头都眼馋的宝贝，整个逆阳镜，这卷轴至少排名第2吧。说是得到了它，敖凤兄，这东西你想跟我抢？谁能得到，全凭本事。蛮前兄、敖凤兄，这还没开始抢夺那件东西呢。族长大人，龙石大人，放心。父王、风伯伯、大哥、二哥，他们经常不在我身边。丽儿也走了，现在狒狒和小黑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可下一级功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下一级功法，我又如何进入下一重境界？如何飞升呢？得到蓝叔的线索之后，我一定要闯出星辰变后辈的功法。与黑焰军之界的留存方式一模一样。你那两兄弟飞升，乃是天地规则，谁也阻碍不了。不过你也到了大成期了，飞升指日可待，到时候自然能跟他们相聚啊。这个考验只能单人通过，可到现在尚未有人能走过去。第二轮反过来，按照暴乱星海、洪荒妖族、龙族魔道最后仙道的顺序。好，暴乱星海已无下属，我们的人去。为了宝物，拼了！余良，记住，妖族自有妖族的优势，用你最强的神通。成功了！什么？余良通过了！他通过了！不可能，才这么一会儿时间，岩山他们坚持了3、4个时辰都没能成功。哼！你们忘记余良是如何踏上青云路的吗？
难道是速度？毕竟是通天鼠，论速度比起我来，也只是略慢。看来速度是通过的关键。敖须，你去。且慢，你说玉良通过了就是通过了，灵魂玉解没破，只能说明他还没死。这时候要是有人走上去，你可别忘了，两人走上青云路，则双双必死的警告。你们不敢走，那我去。慢，若真要陷害，蛮前大哥只会陷害你和杜中军，难道舍弃余良，只为陷害龙族长老？去吧，千万小心。凭借速度只是猜测，可尼阳先帝从未展现过对速度快有什么特殊的对待，还是要做别的准备。我还是太弱小了。我已通过，你们可以开始了。余良传信，看到灰头土脸的华言了。灰头土脸，估计损耗了不小的实力。看来这尼阳先帝说对修仙之人考验严苛，并非虚言呐。哼！青云兄弟，怎么了？看来这青云路终归还是要靠实力通过，并没有什么取巧之道。我担心自己走不过去。哎呀，你家长辈也是，就这么让你来探索阴阳镜啊？这不是让你来送死吗？青玉兄弟，你入逆阳境无非是寻宝。若真是对通过青云路没有把握，不去也罢。这件仙器给你，也算没有白来这一遭。宗雀说的对，青云小兄弟，我也还没谢你带我入逆阳境呢。这件极品妖器铠甲送你，若真的没有把握，不如就留在此处等待飞升。反正你也已经大成期了。谢谢宗具前辈。蛮前大哥，啊，蛮前兄，龙族鳌凤、方田谁的实力更强？应该是方田。这鳌凤不是上界使者吗？怎么会还没有方田厉害？你不知道妖族之事，鳌凤虽是上界使者，乃是1级妖王，比方田的12阶散仙高了一级。可方田毕竟是5爪金龙。凭超级神兽的原身，也未必不能弥补。何况，即便在妖界，5爪金龙也更受重视。鳌凤下界从龙皇那儿带来的好东西，恐怕大部分都已转交给方田了。宗具，蛮前前辈，你们可以出发了。既如此，
我就先走一步。青云兄，若没有把握，千万别踏上青云路。蛮前前辈，可以了。青云兄弟，千万不要勉强。蛮前兄，你实力强大，可以要小心。若是我连逆阳境的探索都无法完成，还谈何飞升上阶？与兄弟重聚，又怎么可能再见丽儿？幸运的小子，竟又找到了白玄君之戒。两枚戒指同时得到，他们自会化作燕群之戒，不但有双重重力领域，更在保留了原本的天火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白玄君的极寒道法的避烟领域。极热极寒，威力巨大。不过，不到玄仙境界，最好别让别人知道你有燕玄之戒。你的运气真是好啊！若我当初有你一分运气，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如今的地步，运气，这逆阳仙帝到底遭遇了什么？双重重力领域，想必就是威力增加了1倍的重力领域。果然不凡，接下来是天火领域。极热极寒，威力巨大。果然威力无穷。青云兄弟，我已通过了青云路，你自己好好修炼。狒狒，小黑，对不起，我骗了你们。为了丽儿，为了拿到蓝叔留下的线索，我是不可能留在这儿的。乌兰，燕玄之戒出现了。东西应该就在那儿。什么东西？没什么。
蛮前、鳌峰，你们到底隐瞒了什么？是我的。什么东西是你的？你疯了！闯过青云路，同级之中可称精英。万寿谱乃是奖励，凭此足可纵横仙魔妖界。鳌峰，万寿谱是什么？纵横仙魔妖界。传说中的万寿谱。鳌峰，这万寿谱到底是什么？万寿谱乃是一件下品神器。神器？在仙魔妖界，仙魔妖气可制作而成，但却根本无法制作神器，所以神器即便在上界，也是珍贵无比。而且这万寿谱虽然只是下品神器，可却比一般的中品神器还要珍贵。此宝必归我所有。石碑上的字变了。啊！九重天自有禁制，须待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皆通过青云路来到此处，方可打开。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还有谁没到？是那个晴雨。你通过后，可有对他传讯？他踏上青云路没有？对呀。他怎么还不过来？给那秦羽传信，让他快过来。此次任务，你既依靠我下界龙族，就莫要再隐瞒信息。你，满前，你也要完成任务，还不快给那秦羽传信？哼，不用，我嘱咐过他了。若没有把握，就不要踏上青云路。可以在那边修炼到飞升上界，自然能离开逆阳境。什么？反应不慢，可惜功力太弱，让人打得不痛快。谁？哼，我是谁你没资格知道。你要知道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走过青云路为止，只要你还活着，就会一直承受我的攻击。当然，你也可以试着杀死我。不耽误时间了，开始。看来是吸取了前边的经验，打算依靠速度。有意思。虽说是大成期，可防御无懈可击，攻击招式犀利，速度上没有弱点，看起来还有无比丰富的战斗经验。不好，重力领域！果然是燕元之界。不过想逃出青云路，可没那么简单。是谁？在这种时候，晴雨，满姐通过了，你赶紧给我出发。快点，快，肯定能通过。到底怎么了？为何都在催我？当时你们可没一个人觉得我能顺利通过。怎么还没过来？赶紧死了他了！这太慢了。
都闭嘴！秦羽，别听他们的。对，你若没有把握，就在那边修炼，没人能逼你。能不能快点啊？要打架？余良，你再敢催秦羽，我先揍死你！蛮前兄、宗介前辈，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催我上青云路？还不是自私贪心！逆阳定了规则，闯入逆阳境尚未身亡者，必须齐聚九重天，禁制才能打开，所以他们才催着你过来。哼，怪不得。蛮前兄，他们怕不是催着我通过青云路，而是催着我赶紧死在青云路上了。所以你千万别听他们的，我们等你飞升也没关系，大不了也在这边修炼个几十年。我已踏上青云路了。什么？你心里张扬。既然我一到，禁制就会打开，不如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夺宝，就随便牺牲我的命，我自然也不会随他们的愿。蛮前，青羽刚才说了什么？使者大人，你莫要忘了牛魔皇大人交代的任务。少拿牛魔皇大人压我，他可没限定任务时限呢。何况上界的时间本就与人间不同，你无需操心。哼。有意思。别想跑！蓝风，多谢前辈，手下留情。一阳，如你所愿，我总算等到了那个人，也放他入了九重天。多少年了，总算解脱了。那些老伙计们也到了该解放的时候了。哎呀！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先回去一趟，把他丢进青云路里。你跟我还有账没算清呢！再废话，我把你丢回青云路里。你们要把何人丢进青云路？秦羽，秦羽，动手！卑鄙！怎么回事？这万寿谱中有什么东西，竟能牵动我的血脉之力？
真是万寿谱！开！行！满前，你休想！血滴子！方田，你敢违背龙皇之令？尚未开始夺那件宝物，在此处就消耗掉真龙之灵。此物之中有东西会引发我五爪金龙的血脉力量，龙族必须得到。到了妖界，我自会对龙皇分说，当我之死。住手！众情山！真龙之灵果然不凡，现在怕是有5级妖王的程度，还保留了超级神兽对实力的加强。我本是1级妖王，就算有下品神器，也不过3级妖王的水平。看来不是你的对手了。那你还不让开？方田族长，在清溪观，你曾助我，我领你的情，不愿与你正面为敌。可你现在的实力强到了远超他人的水平，你猜他们会不会让你拿到万寿谱呢？华言你敢！凡间修士，你们还要不要脸？交出万寿谱，我保你平安无事。王田，住手！我不伤你，让开！怎么可能？此刀得自秦羽师门的长辈，并非妖器。啊，不是妖器，难道也是神器？门前宗眷为友，方田为人处事有分寸，其他人，是时候了。师叔，快来这里！蓝风，见过蓝风前辈。拜见蓝风师叔。我既来了，这万寿谱大家也就不要争了。凭什么？
用了真龙之灵，你不可能赢我。呀！我不想伤人，你们也要知道好歹。不可能！用真龙之灵提升，我的实力赶得上6级金仙的剑仙。你怎么可能？对呀，蓝风兄，这才多久没见，你的实力怎能从2级剑仙飞跃至此？6级金仙的剑仙，我早在万年前就达到了。万年前？你们没有发现？一是我的确有所隐瞒，二是我当时身上有伤，如今伤势尽复，实力自然也有所恢复。万寿谱同分3层，达到1级天仙、1级金仙、1级玄仙不同的实力，可分别打开1到3层，召唤其中灵兽外出作战。幸运的小子，万寿谱第1层首领9级妖王朔焰，拜见主人。万寿谱第1层7、8、9级天妖千人，随时恭候主人调遣。朔焰，我看这万寿谱第1层，好像最弱的都是7级天妖，这是为何？主人，当初我们随宁阳仙帝纵横仙魔妖界的时候，在第1层世界是有不少2级天妖、3级天妖的，但如今多年过去，资质尚可的灵兽都已修炼达到了妖王境界，进入了万寿谱第2层世界。我们这些剩下的都是资质差的。这样啊，你们也莫要灰心，慢慢修炼，总会有所精进的。谢主人鼓励。那我就先出去了，有事自然会召唤你的。是。多谢师叔出手相助。这第1层的宝物已有归属，大家继续向上探索，各寻机缘吧。你们2位，宗具不敢在前辈面前争先。经历了这第1层万寿谱之事，难道还不明白，最后谁能得到宝物，可不凭先来后到啊？2位看得明白，所谓机缘时机所致，缘法千层。若没有那个缘法，早早闯过去又有何用？走吧。逆阳，交出迷神图卷，我等放你离开。羽皇、玄帝2个家伙自己不来，凭你们能拦住老夫？剑气破天！羽皇，玄帝，终于忍不住亲自出手了。
星辰领域。恭喜你挑战成功。我叫乌兰，受此地主人所托，已等你多年了。九重天最高的3层之中有无数珍宝，可只有试炼中的前3名才有资格获取它们。试炼？看你们能够跨越多少级，抵挡住逆阳先帝的剑气一击。跨越的级数越多，名次也就越高。所以刚刚那道剑气袭击，不过你作为燕玄之界和万寿谱的新主人，虽同样需要参加试炼，可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进入9重天的最高层。本来对你这样弱小的家伙得到燕玄之界和万寿谱，我并不满意。可现在，我对你很满意。对了，那个东西是你的身外化身吗？身外化身？你说蓝风？不对不对，你的实力这么弱，身外化身不可能这么强。难道是？真的，感谢你让我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见到与家乡有关的东西。您的家乡，兰叔和丽儿的地方，那是哪儿？我不想提起，凭你的实力也不该知道那些。我在此除了保证让试炼前3名依次拿到宝物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燕玄之界和万寿谱的新主人见见逆阳。逆阳先帝？哼，你应该是拿到了燕玄之界的人，真是个幸运的家伙。逆阳先帝，你身为顶级玄仙，何必要在人间的9剑仙府和逆阳境中留下大量仙家宝物，引众人前来争夺呢？9剑仙府之中的迷幻仙境，是为选出勇于面对挑战之人。将逆阳境的入口放置于此处，让来者必须通过长达数年的漫长旅途，是为找到心性坚韧的传人。3宝岩上的封印，是为了剔除那些不谨慎的家伙。至于后面的青云路，则是为了选出同级之中更为强大的精英。我做这一切，其实是为了报复。报复？你通过了所有的考验，现在我将带着你去取那最后的奖励。你一定会疑惑，我身为8级玄仙，即便在仙界也有顶级的实力，又怎么会生死？又怎么会有难以报复的仇人？现在，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卷迷神图卷，只要得到它，就能在这遍布神器的迷宫之中任意往来。脏乎乎的什么玩意儿？有毒？哼！能奈我何？
我疼！哎呦！疼！哎呦！哎呦！命之忧。很多人本应继续活着，却因我未能及时赶到，失去了性命。今日的你就在我眼前，我又怎会看着你被敌人残害呢？左边，右边，借你破天剑气一用。 快走！逆央，既已身受重伤，何必还要与我等为敌？交出迷神图卷，说不定我还能帮你疗伤呢。你呢？是选跟他一起死，还是投效于我？来者乃是玄帝，也是我的对头，在仙界。 与玉皇并列称尊，你定不是对手。你若想活命，斩杀了我，我不怪你。只是，莫要让我落到他的手中。既答应了要送你出去，我自然要履行约定。刚刚的破天剑气，再借我一次。好，破天剑气。破！ 垂死挣扎。逆阳，迷神殿各个入口已被封锁，你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还不动手！快走啊！星辰领域。好，恭喜你，终于通过了最终的考验，没有在危急时刻丢下我。当初我身边没有你，自然也没有从迷神殿里面逃出去的好运，终究突发身亡了。不过，你足够幸运，身为带着燕玄之戒来到之人，哪怕自身实力不足，乌兰。 也会让你得到万寿谱，而所谓的越级挑战，更是作弊之法。任何人带着燕玄之戒拿到万寿谱，乌兰都会将它传送到这九重天最高的一层。可我真正要找的，是愿意为我冒险之人。这些在仙界都能引发无数巨头爆发直接冲突的宝物，甚至号称仙界第一神器的迷神图卷，都是你的了。你也看到了，当初我就是如此倒霉，躲过了无数追杀、阴谋，而最终却只因踩中一条神界毒虫。 而生死道消，所以我才留下了燕玄之戒。那是对幸运的考量。我希望传人不要像我这样不幸，为的是一个要求，就是飞升之后替我报复羽皇与玄帝那两个阴险小人。我就要死了。 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逆阳仙帝，
无论你是善是恶，与玉皇玄帝有何恩怨纠葛，我既取了你留下的众多宝物，就是你的传人，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的。谢谢。仙魔妖界第一神器，没实力的人得到它，会很快被杀吗？小雨，兰叔，这是我留下的分身，一直在等你到来，而你也果然没让我失望。兰叔，您是来告诉我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再去找丽儿的吗？这件神器名为江兰镜，其内有3层空间。第1层空间能量比外界浓郁10倍，和外界的时间比例10比1。哪怕你在其中苦修10年，外界时光流逝也不过区区1载。而第2层空间、第3层空间，你可自己慢慢感悟。我要告诉你的是，哪怕想打开江兰界第1层，你的实力也需达到5、6级金仙的水平。可只有当你能完全使用江兰界之时，才能够重建丽儿。那样只是重建丽儿。其实这次归来，丽儿的父亲逼丽儿嫁与他人。沉住气，小雨。其实丽儿也想见你，我这个分身还有最后一点法力，能让你们相会一次。青玉大哥，丽儿，青玉大哥，你进步神速，可你也要小心，修炼不能着急，千万不能冒进。丽儿，我能做的不多，可你要相信我，1000年、10000年，我也会等你的。丽儿，我一定会去找你的。不光这样，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光明正大的迎娶你，一定。兰叔，谢谢您为我和丽儿所做的一切。咱们也要告别了，小雨。我能看出你所修功法的特异之处，也能看出你的苦恼。你要记住一句话：不破不立。宝物已各得其主，诸位将被传送出逆阳仙境。看来另外2位登上9重天3层，得到宝物的人就是你们俩了。凭借蓝前辈所赠的长刀，侥幸而已。虽没完成牛魔皇大人定下的目标，可也算不虚此行吧。不论如何，恭喜2位。师叔，9重天顶层的几件神器宝物，皆要劳烦师叔带回师门。这万寿谱也求师叔一起带回去吧。哦，你以滴血认主，何必？我实力不足，身怀此等宝物，突然招惹祸患而已，还是放在师叔那里更为安全。既如此，我便先告辞了。各位，我也要回暴乱星海了。青玉小友，日后你我还要多多亲近呢。此番下界，你帮了我不少忙。日后若能飞升仙魔妖界，有事自可来寻我蛮前，我一定帮忙。多谢。
哼，秦羽，你的父兄他们在我手上，劝你莫要激怒了我。不与你多说废话，听我的，一个人来见我们，莫要告诉你那蓝风师叔。 你们是何人？在这世上做了什么？我们是什么人，你们没资格知道。你们需要知道的是，必须乖乖跟我们合作。秦羽抢了我等的宝物，我要你们劝他交出来。放肆！我三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抢夺别人的东西。你等可要想清楚，拒绝我们的下场。我告诉你们，秦家人不受胁迫。 杀了我们，秦家子弟必报此仇。我倒要看看你们秦家有哪位子弟能找我们报仇。我。 你们才找死！帮忙！住手！让我杀了他们！哼，你等到底要怎样？ 秦羽兄弟，我等并不想与你为敌，只是我等下界一场，你总不能让我们两手空空回仙魔妖界交差吧？哼，你我莫要伤了和气。你在九重天最后得到了几件神器，可否告知啊？神剑破天、战衣黑凝血，以及号称仙魔妖界第一宝物的迷神图卷。神器，但是都被我师叔拿去了，只有这些仙器都给你们，放了我的家人。 你说神器都被你的蓝风师叔取走了？撒谎！3件神器，你岂会？3位前辈所愿不过是神器。既然秦羽小兄弟已经答应，闭嘴！你的家人尚在我手，还敢威胁我们余良已兑现承诺，众前辈也赐了宝物，此后之事与我无关，告辞了。3，慢，就依你。收
收了你的血种。啊，就这么收了。好。小鱼，三弟，黄石星，任凭你师门长辈法力再高，也无法靠瞬移直接到达。这星球的重力差不多是紫玄星的20倍，对你我这种在上界适应过各种重力的人更有利。哎，你们的封印维持不了多久，就不怕我跑了吗？你们没想到神器在我身上，蓝风是我的随身剑仙，怕是也不清楚万寿谱中蕴含的真正力量。朔焰何在？主人。朔焰，你曾说万寿谱中上留在第1层的8、9级天妖各有数百，现在我要他们。传讯给蓝风，让他独自前来黄石星。布置好了，你们确定这阵法能对付得了我蓝叔？我让你传讯给蓝风，就这么解开我的禁锢，你们不怕我跑了？你先能脱离这黄石星的重力再说吧。更何况你又不会传送瞬移。哦，其实我本来也没想跑，只是想活动一下筋骨。我让你传讯给我？蓝风，你怎会出现在此处？你竟真敢孤身前来，受死吧！你们的对手可不是我，我只是防止你们逃入阵中，拖延时日罢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动用得了法力？我明明封印了你的元婴。唉，我修的功法星辰变根本就没有元婴，所以你们只是限制了我的行动，却根本没封印住我的法力。不过你们最大的错误是不该将我一个人留在这内外隔绝的迷幻大阵之外。动手吧，留下他们的元婴。
陛下不会放过你的。不在家里解决你们，只是怕波及无辜。没想到你们自己找了这么一个无法逃跑的绝地葬身。你带几个人随我入阵，是。其他人可以回去了。我所修星辰变功法已到恒星期，可且前行无路，四处周遭无数形体，其运行变化抬眼可见，对我领悟功法、锻炼心境很有帮助。再说，在此处闭关，周围有迷阵保护，我也放心。朔焰，你们为我护法，若有人来袭，就将我唤醒；若无事，莫要打扰。是。你们不用担心，小雨一定会回来的。可是，已经好几十年了。小雨曾传回过消息，已经安全了，只是在闭关修炼。凭他的境界，一次闭关10年、100年、1000年、10000年都有可能。我们只能等他回来，只是自己也要苦修。我们帮不上他，可也不能总是让他为我们陷入危险。100年时光转瞬即逝，秦羽的灵魂、肉体在生命原力的淬炼下，已达到7级天仙水平，可却依旧未能找到星辰变功法的突破飞升之路。小雨，你要记住一句话：不破不立。不破不立，不破不立。恒星塌陷，黑洞，破而后立。原来下一重境界是破而后立。我懂了，我懂了。谢谢你，兰叔。若要达到黑洞期，不但能量不够，灵魂境界也根本无法下营养澎湃的能量。原来恒星期之后是暗星期。100年悟道，瞬间破关。恭喜主人破关。这是灵魂凝石。主人，您的实力，这力量，恐怕单凭肉体也可以与7级天仙一战了。也许吧，只是灵魂强大之后，对身体的能量控制力更强，攻击的时候将能量汇聚到1点，威力自然会大些。朔焰，助我试一试战力。是。
想到主人短时间内便达到如此功力，我等甘拜下风。攻击力相当于1至3级境界，可境界毕竟未到，还是打不开万寿谱第2层。寿宴，我们回家。嗯。主人，从黄石星到紫玄星，您竟连续瞬移而至，这恐怕不是普通的瞬移，而是金仙才能掌握的大挪移。都说了，我真实境界尚未达到金仙地步，可实力已经够了。主人，可是您回来了。史信，你，我父王和2位兄长现在何处？雨儿，我们在东兰山。父皇，萧雨，雨儿，三弟，起来，快起来！父皇，大哥、二哥、风叔叔，刚刚赶路过来，我见祖龙王朝与明王朝正在交战，可却节节败退。本以为是我们实力不济，还想见过父皇就去扭转战局。可父皇，你与风叔叔欲达洞虚前期，大哥也是元婴期高手，就连二哥也已经迈入了修炼门径，达到了金丹期，可为何？为何不出手？小雨啊，修真自古存在，在你印象中，这凡间可有永不衰落的王朝？难道你觉得那些王朝就没有修真之人？父皇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经历了上次被那3位挟持一事，我与你风叔叔、大哥、二哥都意识到，就算皇权永续，在真正的高手看来，也只是世俗蝼蚁。所以此后，我秦家大多数人都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修炼一途。如今，我秦家子弟遍布乾隆大陆、腾龙大陆，甚至暴乱星海，已成为最强大的修真家族。我想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家族血脉，也能让你少些后顾之忧。至于祖龙王朝，顺其自然吧。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啊？距离飞升还有3个月。谁在迷雾中翘首而望，想看到满天的星光。他望着他人定的远方，玉儿，这100年的等待，为父也懂得了你儿时的寂寞。那时候，真的委屈你了。我会在上界继续等您的，父皇。玉儿，石信，你的2位兄弟早已飞升，可你和小莫却因我的缘故，只能在人间滞留。我飞升后，你们也就算完成了我交代保护家人的任务。飞升上界去吧，去见你的兄弟。主人，父皇、风伯伯、大哥、二哥，我就要去了。你们好好修炼，相信总有一日，咱们还能在上界相聚。他穿越星辰大海，总不能遗忘脚下的每一朵花，开在他。父皇、风伯伯、大哥、二哥，你们千万要保重啊！保重。